一望无际的森林，天上挂着8个看起来像月亮的圆东西。陆子野一脸懵逼，这是又穿越了？我为什么要加一个又？陆子野看着面前的几面粗糙石墙，陷入了沉思。就在下一刻，一道恢宏的声音传来：所有18至25岁的蓝星人，欢迎来到无尽远征。这个世界是蓝星的 3.1415 亿倍，拥有无穷无尽的神话怪物和本土势力。而接下来，你们将开启征服之旅，是征服还是被征服？我们拭目以待。所有参与者拥有一个初级原始部落，一个兵种孕育池。10分钟后，你们将觉醒自己的契约兵种和独特的个人天赋。兵种从 E 级到 S 级不等，越高级的兵种上限越高，但是孕育的难度也越高。个人天赋作用于你的左右兵种。部落可以升级到中级、高级，甚至城堡、城池、王国、帝国、神国。部落还可以拥有其他独特的建筑，需要您获得相应的图纸和建筑材料。无尽远征拥有无限可能，其他细节需要你们自行探索。聊天频道已经开启，交易频道已经开启，7天新手保护期已经开启。新手保护期内，在部落领地范围处于绝对安全。7天之后，兽潮来袭，参与者之间的战斗也将被视为常规冲突。愿幸运女神眷顾每一个参与者。话音落下，一道神光降下，陆子野所在的部落区域被套上了一个半圆形的光罩，估计这就是7天新手保护的屏障。而陆子野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光幕，可以使用意识操控。上面已经有无数人开始了聊天。啊，我这是在做梦还是真的？可是我掐了自己一下，感觉不像梦。楼上是 GG 还是 MM？ 是 MM， 我也要掐。都特么什么时候了，还这么骚包？7天新手期结束后，可是有受潮的，会丢命的。卧槽，全世界18-25的人都来了，那不是得有几个亿？牛逼！我刚刚看了系统的介绍，这个世界的怪物很离谱，什么半兽人、地精、石像鬼、狼人、吸血鬼、9头蛇、地狱犬，数不胜数啊，都是神话故事中的。还有7分钟就要觉醒了，我希望觉醒一个牛逼的兵种啊，比如黄金圣狮什么的，那可是 A 级兵种。兵种还有分级的，不是应该同一起跑线？一看楼上的上课就不专心，穿越了还是这个鸟样。兵种是有等级划分的，高等的兵种一出生哪怕是幼年期，实力也比低级兵种要强大。楼上正解，不过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说明，部落里面有一个孕育池，每天都能自动孕育一批契约的兵种，但是低级兵种每天孕育的数量要多很多，高级兵种数量会少。懂了，就好像蚂蚁一窝就是几万、10万，但是狮子老虎一窝就几个，我还是希望当狮子。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除了兵种有等级，每个领主还能觉醒不同等级的天赋，我感觉这个天赋才是最关键的。毛线，你给我一个 S 级兵种，我就算天赋垃圾也能杀穿你。你懂个篮子，天赋更强。看着聊天频道的争论，陆子也陷入了沉思，他更担心7天后的受潮。不管觉醒什么兵种和天赋，好好发育，活下来才是关键。10分钟转瞬即过，蓝星领主们，觉醒正式开始。陆子也发现石墙包围的部落内部，那一潭清澈的池水开始泛起涟漪，一道道波纹四散而开，色彩斑斓，颇为神异。这就是我部落中的孕育池。恭喜您成功契约地级兵种地精。啊，陆子也心中有些失望，才特么地级，看来自己还是没有主角光环啊。也是，几亿人穿越过来，凭啥你就能觉醒 S 级？那都是极少数吃了狗屎运的人。身后的池子中走出来10个身高只有1米的地精，他们丑陋矮小，一嘴的锋利黄牙，绿色的皮肤，怎么看都不顺眼。不过他们看向陆子野的眼神皆是忠诚，纷纷跪地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更神奇的是，陆子野居然听得懂。伟大的主人，我们将为您誓死奋斗，称霸无尽世界。谢谢你们的好意啊，可是我特么没底气啊。看了一眼这些地精的属性，陆子野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地精忠诚度70，忠实状态幼体期，当前战力2星，种族优势地精科技，地精在探索中获得图纸的概率增加 50%。 评级地级，地精是地级兵种，目前处于幼体期，实力为2星。每个兵种都可以通过杀敌成长，一共有4个时期：幼体期、成长期、成年期、完全体。地精的上限是进入完全体后的6星实力，而高级兵种也是如此，只不过上限和下限都更高。比如 C 级兵种，幼体期就是3星，完全体是8星实力。A 级的幼体期更恐怖，直接实力5星，完全体是王阶实力，10星之上便是王阶。那要是有人觉醒了 S 级兵种，特么的完全体实力有多么恐怖？反正都与自己没关系了。陆子也心中感叹，自己的地精只能到达6星，不知道后期有没有拓展上限的方式。人类的悲欢不尽相同，陆子也这边有点悲伤。聊天频道已经开始有不少人炫耀起来了。哈哈哈，如愿以偿，
A 级兵种，黄金圣狮，未来完全体可以进入王阶实力。卧槽，真的有 A 级兵种！老子 B 级大地暴熊忽然不香了，妈的，不公平，直接输在起跑线，老子竟然是1级兵种侏儒！为楼上默哀1分钟。兽潮来了，你的矮人也可以挑起捶他们膝盖啊，别灰心。天赋觉醒开始了，溜了溜了。看到有人觉醒了1级兵种，陆子野心中平和了许多，而且他发现觉醒 D 级的兵种的人占据了 50%，1级的至少有 20%， 剩下的 30% 的人大多数也是 C 级的，真正觉醒 B 级以上的极少。S 级还没有听说，不过也有可能人家秘而不宣，悄悄咪咪发育，然后震撼所有人，这种人最可恶了，低调的像坨屎，你还拿人家没办法。兵种觉醒完毕，天赋觉醒也开始了。天赋能力作用于整个领地也非常重要。有了上次兵种觉醒的失利后，这一次天赋觉醒，陆子也反而不紧张了，还能差到哪里去？大不了你再给老子一个1级天赋。天空中一个七彩的魔法漩涡笼罩陆子野的部落，一道神光轰然降落，灌注陆子野全身的同时，一道恢宏的声音响起：恭喜您觉醒 SSS 级天赋帮凶。帮凶，您杀死的怪物都将成为您的帮凶，对所有兵种有效，且没有数量上限。当前转化帮凶成功率 50%， 提升孕育池等级可以增加成功率。陆子野 SSS 级帮凶，杀死的目标都会立刻转化为成我的人，不管你是人还是神，还是神经病，通通为我效忠。还没有数量上限，我只要一直转化帮凶，我岂不是什么兵种都可以拥有？数量极其庞大。如此一来，7天新手保护之后，谁他妈是兽潮还不一定呢。第2章，丛林矮人加入帮凶，我们有吹剑。陆子也是没想到自己也有吃狗屎运，不走狗屎运的一天。这个天赋太他妈无解了，我杀死什么就拥有什么，没有上限，也没有等级限制。我哪怕用地精杀死了王阶生物，我也能奴役王阶生物。这不是逆天，这是要日天。虽然我的地精实力不强，但是一天也能孕育10个。我依靠数量先去击杀一些同级野怪或者低级的野怪，壮大自己队伍，以数量碾压别人，不也一样能壮大？等我兵力够多后，直接去围攻高等生物，转化为自己的帮凶，不也一样拥有高级兵种？什么10星王阶，我一样可以拥有。而且我不依赖孕育池暴兵，我靠野外抢夺，哈哈哈。唯一不爽的就是这个天赋受到孕育池影响，目前只有 50% 的转化成功率，不过也不低了，平均杀2个就能转化1个。后面升级孕育池就能提高转化成功率。陆子也命令自己的10个地精朝着岭的外走去，当然他自己不会离开保护罩，冒险的事情他不做，有这样的天赋，只要谨慎点，崛起是早晚事。系统非常贴心，每一个领主都可以远程指挥自己的兵种，而且还可以在光幕中共享自己兵种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看了看自己的领地面板，陆子也心中有数了，开搞。领主陆子野，领地等级原始部落初级，天赋 SSS 级帮凶，疆域面积1平方公里，兵力地精 X10， 食料0，食物10，木材0，金铁0。您的部落所有觉醒完毕，请为您的部落命名，未来您部落的名字将响彻无尽大陆。陆子也是个取名废，直接用老家的名字给部落命名，就叫陆家屯吧，多洋气。命名成功，陆家屯部落正式诞生。听到系统的声音，陆子也竟然产生了一丝自豪感，自己居然成为领主了。觉醒完毕之后的聊天频道也非常热闹，让陆子也知道了天赋的重要性，而自己的天赋又是多么强大。卧槽 ，B 级天赋后甲，所有领地生物的防御增加 50%， 刚好的兵种是近战的半兽人，绝配啊！羡慕楼上，我他妈7月的兵种是草原蠕虫，给的天赋叫 C 级极速，移动速度增加 30%， 这是让我的虫子蠕动快一点的意思。我他妈是不是凉了？笑死，蠕动太形象了，有画面了。聊天频道的天赋类型千奇百怪，有加攻击的，加护甲的，加速度的，唯独没有陆子野这种加帮凶的。而觉醒的天赋稀有度和之前契约兵种也一样，绝大部分都是 D 级以下， A 级极少。莫看到 S 级的人在炫耀，而自己可是 SSS 级。想到这里，陆子野就放心了，自己很强，按计划行事即可。目前食物是刚需物资，每个地精一天要消耗1单位食物，越高级的兵种食物消耗也越大。根据系统说明，兵种之间一个星级差距表现在战斗力上差不多是2倍，也就是自己的2星地精实力是1星侏儒的2倍。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就好像一个成年人实力是一个初中生的2倍，真的打起来能打过几个初中生是另外一回事。这里面还牵扯到兵种克制、战术指挥、地形优势，
甚至到了后期还受到领地建筑物的影响、科技装备的影响，总之很复杂。反正我不打没把握的仗就行了。陆子也给自己划定了一个行动方针，跟随2星地精的视野，1平方公里的领地边缘已经看到了保护罩的尽头。目前野外生物无法进入自己的领地，但是自己可以出去。你们沿着这光照搜索与你们实力相近的生物，没有绝对把握，不要贸然出手。陆子也对10个地精下达了命令。10个地精躬身虔诚道：“谨遵我主之令，我们将征服那些陷入黑暗的可恶生物。”得了，快去吧。陆子也点点头，地精便是开始沿着保护罩外围搜索怪物去了。兵种战死就是真的死了，不可以复活，只能每天等孕育池诞生新的兵种来补充。在前期，陆子也绝不允许这样的伤亡出现，会极大拉低自己的发育速度，只能打有准备之战。地精们现在忠诚度为70，属于可靠的战士，忠诚低于60则变得危险，会出现叛逆情绪。如果一直放任忠诚度下降，某一天领主被这些生物烤了也不是不可能。忠诚度下降的因素主要有饥饿、战败、领主的虐待等等。忠诚度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丰衣足食、良好的沟通、部落稳定发展带来的族群信心、战争的巨大胜利等等。通过地精的视野，陆子也看到了一个地精在尖叫。他发现了前方有5头同样是2星实力的丛林矮人。丛林矮人擅长采集、挖矿，战斗力一般。地精后退几步，便是进入了保护罩之中，谨遵陆子野的龟耸战略，同时嘴里发出尖锐的啸叫声，呼朋引伴。很快，周围的地精快速集结，10名的精包围了5名丛林矮人，他们眼里皆是狂热，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陆子野立刻下达了战斗命令：杀了他们！谨遵主的旨意，为了部落，主的威严无可匹敌。地精们叫喊着各种口号冲了上去，双方都没有武器，直接展开了肉搏。地精以10敌5，尖锐的牙齿一次次在对方的脖颈上留下血淋淋的伤口，他们专挑致命的地方下口，阴险狡诈。丛林矮人则是用蛮力反抗，无奈实力也就同为2星水平，数量还少了一半，战斗起来明显力不从心。10来分钟的战斗很快结束，陆子野取得了首战的胜利。地精们则是围着敌人的尸体转圈狂呼，歌颂我主，赞美我主。陆子野也迎来了系统的播报声：本次战斗，您成功转化3名丛林矮人帮凶，初始忠诚度70，已成功从孕育池孕育。您可以下令搜索尸体，获得更多物资。陆子野一边命令地精搜索尸体，一边让孕育池的3名丛林矮人前来集合。几分钟之后，陆子野收到了另外一条信息：通过探索，您获得了2单位食物，3名丛林矮人加入了您的部落。10名地精受到轻伤，正在缓慢恢复中，受到战斗的鼓舞，4名地精忠诚度+2。有几个地精的忠诚度也提升了2点，不错，只是区5个丛林矮人的击杀经验，没能让地精升级。只见部落的方向远远跑来3名刚刚转化的丛林矮人，他们匍匐在地上，一脸的虔诚：伟大的主，我们将为您奉献一切。陆子也点点头，很是满意。队伍总算是扩大了，别看只是3个矮人，但是其他领主是绝对做不到的。他们就算觉醒的 S 级兵种，可能比自己杀了多更怪物，获得了更多物资，但是他们无法增加兵力，必须等孕育池第2天再孕育。而陆子野现在就可以继续扩大下去了，多了3个帮手，他相信效率会更高。但是目前自己只能击杀2星左右的敌人，千万不能冒险。想到这里，他看向自己的丛林矮人：你们对周边很熟悉吗？3人纷纷点头，其中1人恭敬道：伟大的主，丛林深处还有许多丛林矮人，我相信他们也愿意加入你们。不过矮人卫队长非常强大，他拥有很厉害的武器吹剑。陆子也震惊，有武器？还是远程武器吹剑？这种武器太适合人海战术了，一人来一发，就算是1星生物对你吹个不停，就问你怕不怕。就是不知道，如果自己击杀了矮人卫队长，是掉落武器，还是掉落图纸啊？要是单个武器就没有意义了，但是一定要去尝试。想到这里，陆子也追问了一句：你们的卫队长什么实力？禀我主，卫队长是成年矮人，4星实力，不算太强，相当于4倍于2星地精的实力。不过现在自己肯定不敢去，对方可是一群矮人，那么就继续扩大我的帮凶阵容吧，然后看看能不能搞定武器图纸。这一刻，陆子也忽然来了动力，有了一种未来可期的感觉。继续搜索低级野外生物，陆子也下达了命令。第3章3星狂暴野猪充当前排，队伍扩大到了13个战士，这也意味着队伍每天消耗的食物也会增加。陆子也看了一眼交易频道，用1个字来形容就是乱。因为第1天的缘故，大家对物价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只是按照各自的需求在交易物品。
有的人用3单位食物换1单位的食材，也有人用1单位食材换1单位食物。这个时候，不少人开始做起了中间商，赚取差价。但是大家都不傻，随着短暂的混乱后，大家开始理性对待物资的价格了。对于拥有高级兵种的领主，他们前期击杀怪物容易，自身的兵种因为稀有，孕育的数量自然不多，消耗的食物比较少，就会出现食物过剩。但是这种领主都有一颗野心，想要发展部落，晋级建筑等级，对食料和木材的需求旺盛，而他们的兵种又不善于采集，而一些地阶兵种往往拥有更高的采集功能，可以用食料和木材去兑换食物，一个稳定的供需关系开始形成。装备区没有人出售装备，因为世界刚刚开启，就算有现成的装备也会自己使用，谁也不希望自己死在7天后的兽潮中。但是有人出售初级装备图纸，毕竟几亿人在这个世界征战，爆率再低，也有吃狗屎运的人。图纸名叫古朴铁刀，是初级装备，售价离谱，它竟然要兑换1000粮食加1000食料加1000木材，这些物资刚好可以将部落从初级提升到中级。聊天频道也是纷纷骂娘，这装备图纸是认真的吗？太暖心了，他明明可以抢，还给你标个价。没穿越之前，我天天骂我们城市物价高，现在我才知道蓝星真好。卧槽，居然有人在卖5星大地暴熊的爪子，这尼玛，你敢信？鹿子爷爷看到了这条信息，心中暗惊，竟然有人成功猎杀了一头5星大地暴熊。大地暴熊是 B 级生物，6年期就是4星实力，能杀它的人只有一种，契约了 A 级以上兵种。某平原上，一名长相冷艳、目光清冷的女孩，给人一种不近人情的感觉。她看着眼前倒下的大地暴熊，一脸愁容。她叫林婉，穿越前没吃过苦，是富家大小姐。穿越后也是天湖开局，契约 A 级兵种红龙，每天可以孕育2头。击杀了大地暴熊，她并不开心，因为自己的2头红龙居然受了中度伤势，需要回到孕育池休养1个小时，这对于她来说损失太大了。更要命的，这大地暴熊并没有爆出什么好东西，还不如像之前一样一直虐杀2、3星生物来的实在。无所谓 ，A 级兵种的我永远立于不败之巅。女孩不苟言笑，天生的优越感让她在心中做出了如下判断。一处高山之上，一名男子抚摸一头5米长巨蜥的后背，冷笑道：“真喜欢显摆啊！我同为 A 级兵种，火烈蜥就低调多了，到时候就让我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震撼吧。”各地强者都各有心思，他们的眼光高远，自认都有角逐无尽世界头号霸主的实力。毕竟几亿人进入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才是天命之人，就好像买彩票的人都相信自己才会是中奖人一样。鹿子野带着队伍继续前行，刚刚在丛林矮人的带路下，他们又击杀了一队采集的矮人，杀了6人，转化3人，队伍已经悄悄来到了16人的规模。同时鹿子野也获得了5单位的食物存入仓库，一共17单位。伟大的主，我知道在这前面有一个山洞，有2头狂暴野猪，他们脾气很糟糕，实力强大，达到了3星。我主如果下令，我愿带路前往，撕碎这2头野兽。一名刚刚加入队伍的丛林矮人恭敬道。鹿子野心中窃喜，这片丛林矮人是土著居民，号称森林之子，有他们指引探索，事半功倍。2头3星狂暴野猪，似乎自己现在完全可以用车轮战，以极小伤势拿下对方。而狂暴野兽皮糙肉厚，适合做前锋，未来发起对丛林矮人为队长的战争中，少不了需要这样的角色。带领队伍剿灭！鹿子野下达了作战命令。我主英明，我们将誓死追随主的步伐，撕碎这些野蛮的家伙。16人的队伍沿着丛林小道快速前进，目标狂暴野猪。狂暴野猪也是地级生物，之所以到达了3星实力，是因为这2头狂暴野猪已经接近了成长期。自己的丛林矮人和地精道达成长期，也一样是3星实力。鹿子也发现，击杀怪物的经验用于提升军队的等级很慢，一是成长晋级需要的经验值太多，二是参与击杀的人数太多，经验都分摊了，系统会根据战斗表现分配经验值。这个帮凶系统有一个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转化后的帮凶会效忠鹿子野，与自己契约的兵种无任何差别。他们甚至愿意帮助鹿子野去剿灭自己过去的族群，比如那些丛林矮人就建议鹿子野剿灭为队长。带路的丛林矮人表情十分兴奋，他感谢伟大的主信任自己，并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他决定一定要好好为部落而战。您的丛林矮人感受到了被重视，找到了归属感，忠诚度+3。莫名其妙的忠诚度提升让鹿子野有点蒙圈，我啥也没做啊。沿着森林小道一路前行，鹿子野远程指挥，让队伍时刻关注回家的方向，只要遇到危险立刻开溜。16人的小队来到了一个向上的斜坡，那名丛林矮人眼神狂热，指向斜坡，
那2头肮脏的家伙就在半坡的山洞内，我去引出来，主会惩罚他们的罪孽，净化他们肮脏的灵魂。吼！其他战士纷纷响应，士气高涨。第4章，运气爆棚，一窝猪仔。熟悉地形的几名丛林矮人直接登上斜坡，他们非常聪明，走的路线沿途都有大树，如果被狂暴野猪发现并袭击，他们可以绕大树躲避。当矮人刚刚靠近那个黑黝黝的土洞，里面便是传来了狂暴野猪的鼻息声，随后2个黑影从土洞内冲锋而下，笔直撞向那些靠近他领地的讨厌矮人。几名丛林矮人立刻往下坡奔去，并绕着大树走，这让看似凶猛的狂暴野猪反而没了攻击角度，屡屡被树干遮挡了方向。等待矮人将野猪引到了平地，狂暴野猪没了冲锋优势，反而被16名战士包围，陷入了被动。接下来的战斗便是拳拳到肉，陆家屯的战士们利用人数且战且退，围攻狂暴野猪。狂暴野猪一旦追击这些地精和矮人，他们便是绕着大树跑，甚至利用敏捷的身手爬上大树躲避。狂暴野猪陷入无尽的憋屈，只能嗷嗷吼叫，浪费体力。折腾了一番之后，狂暴野猪的动作越来越慢，体力陷入枯竭。而陆子野的战士们围攻的力度开始加大，直到2头狂暴野猪的眼睛缓缓闭上。您成功击杀2头狂暴野猪，成功转化1头，探索获得3单位食物，低级皮革 X2。新材料低级兽皮，制作低级皮甲的核心材料之一，可以存在仓库，以后能用上。就在陆子野以为收获仅限于此的时候，几名探索山洞的地精发出了吼叫，还有一群肮脏的幼年野猪，足足10只，杀了他们，献给我主，我主一定会愉悦。陆子野震惊，竟然还有10头幼崽，实力是2星，击杀了这些，岂不是可以转化1半的2星狂暴野猪？果然，那群野猪幼崽被一群战士围困在山洞内，无法施展自身优势，加上战斗经验不足，很快便是被绞杀干净。再度转化了10单位的粮食和5头2星狂暴野猪。而提示音还传来了另外一个好消息，一名地精战士作战积极，他成功来到了成年期，实力到达3星。陆子野心中狂喜，队伍里面有一个地精战士到3星了，可能是因为他战斗的时候总是积极勇猛，所以分到的经验值多一点。但是这也预示着其他作战英勇的地精应该也快要升级到3星。爽！至此，陆子野拥有3星地精 X1、2星地精 9X、2星丛林矮人 X6、3星狂暴野猪 X1、2星野猪 X5， 军队总量22。现在的自己如果遇到落单的4星生物也能一战，只是损失可能比较大，毕竟4星生物可是比3星都强大2倍，战斗凶猛得多。但是等我的人数更多，3星更多之后，也许就能以轻微代价拿下4星生物了。哈哈，想到这里，陆子也笑出了声。要知道别人必须觉醒 B 级兵种才可能拥有孕育出来就是4星的生物，而自己呢，可以直接转化了，未来转化王阶生物也不是问题啊。现在的队伍足足扩大了1倍多啊！今天时间还早，继续加油。陆子野对部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新帮兄的加入后，部队继续出发，浩浩荡荡前进。陆子野一边关注大军的动向，一个人坐在部落的石阶上面也是无所事事，只能看聊天频道的各种信息打发时间。他发现自己的那些帮兄会严格遵照自己的命令，甚至临场发挥超出自己的预期，就算自己去指挥都未必有他们自由发挥强。既然如此，自己以后只需提醒他们注意事项即可，战斗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他们去干。聊天频道非常热闹，交易区的物资也开始丰富起来，但是图纸依然极其稀少。出租水妖、可罗可玉，100单位食物1天，概不还价。卧槽，这尼玛也行，牛逼，人才啊！可惜老子的兵种是巨蜥，有没有需要的？也不是不行。操，楼上真尼玛狠人啊！卧槽，给大家一个小建议，不要远离自己的部落呀，越是外面越他妈危险。我3星的追风狼直接被一口闷了，碰到了巨魔，血亏啊！老子一共就5头追风狼。别说了，我和你一样，贸然进入野外深处，招来了一个本土势力的增物。虽然我跑得快，但是这个本土势力有1000多头双头蛇，最低都是3星实力，现在围着我的部落转，我都不敢出门了。我日，你们胆子是真的大啊！还有，这个世界本土势力这么强大，必须强大，而且他们称呼我们为入侵者啊，敌意满满，大家要留意了。陆子也看到这里，才庆幸自己采用了龟怂战略，坚决不远征，就在周边击杀小规模落单的生物。而且要注意一点，要么不下手，下手别留活口，别让这些野外生物回去呼朋引伴，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就在这个时候，他面前的光幕中，探索的队伍出现了躁动，无论是地精，还是狂暴野猪，还是熟悉环境的丛林矮人，纷纷惊恐吼叫着，连滚带爬冲进了防护罩。陆子也通过他们的视野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天空中
一群狮鹫掠空而来，森森利爪直接将一头野外4星成年期的狂暴野猪牢牢钳住，随后这头野猪被他们锋利的会撕成了碎片。他们还冲向了防护罩内的鹿子野军队，被防护罩阻拦在外，不甘地发出一声啼鸣，转身离开。鹿子野心中震撼，4星的狂暴野猪都没一点挣扎。狮鹫恐怖如斯，这玩意要是未来做我的空军多棒！不，最好狮鹫的背上还乘坐几个地精在高空吹箭，那就是空对地打击力量了。这一刻，鹿子野忽然发现，未来自己的兵种有很多搭配可能。作为一个小军迷，基本的海陆空协同作战理念，鹿子野还是有的。第5章，3星战士4名遭遇人类偷袭。如果是别人看到狮鹫这种高级兵种，感受到的一定是恐惧，而鹿子野看到的是机遇。这狮鹫看得鹿子野心痒痒，那是完美的空军载具，甚至可以发展为轰炸机呀！按捺住内心的激动，鹿子野继续命令大军前进锁敌，原则还是一样，只打弱小的，只打没有损失的，打不过的就跑。面对弱小我重拳出击，面对强敌我回家躲避，不是刚不起，而是怂着更有性价比。在初期建立哪怕一点点小优势，到了7天之后都会滚雪球成为大优势。7天的新手期还远着呢，第1天一定不能出现损伤。鹿子野军队前进锁敌的时候，聊天频道都是关于有人挂售5星生物材料的话题，这算是第1天爆出来的最大新闻了。5星生物在第1天是大家可望不可及的，但是人家还杀了一头，这巨大的差异让许多低兵种领主产生了危机感。交易频道的物价基本稳定了，差不多维持在1食物等于 0.5 木材或者 0.5 弹料。木材和石料的价值基本持平，木材和石料的来源主要是地精、矮人、侏儒等低阶兵种采集而来。但是金铁目前很贵，差不多1斤铁可以兑换10食物。金铁来源比较麻烦，主要来源需要采集铁矿石，然后还必须由拥有熔炉的领主生产出来。目前熔炉图纸少，能冶炼的自然也少。就算有图纸，当前阶段谁有多余的建筑材料修建熔炉？鹿子也估计，只有到了第3天左右，金铁的市场保有量才会增加，价格也会一定幅度下降。目前第1天市场上出现的金铁，基本上都是击杀一些本土生物后在洞穴中缴获的，数量不多，价格很贵。鉴于自己的部落也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鹿子也打算等自己战斗力强大之后，可以考虑让一些2星的兵种撤下来参与材料的采集工作。术业有专攻嘛，要合理利用。尤其是丛林矮人，他们的族群特性就是采集的效率增加 50%， 天生就是劳工命。锁敌的队伍接连碰到了2只强大的野外生物群，一次是碰到了8头3星的灰熊，其中1头还达到了4星，队伍立刻绕进了保护罩进行了规避。另外一次就是碰到了81头在森林中觅食的追风狼，清一色3星，吓得全军撤退。这玩意速度极快，而且精通围猎，跑慢一点都会出事。鹿子也意识到了，在这个无尽世界，自己的实力是多么弱小啊！随随便便一群野怪出来，自己都干不过。终于，第3次遇敌，鹿子野的战士们眼中露出了战斗的狂热。那是3头在林中小溪饮水的野猪，都是3星。鹿子野现在也有2个3星战士了，还有其余20名战士，理论上可以轻微代价拿下，可能会有战士受伤，但是不会出现死亡，采用车轮战围攻。这个世界轻伤可以原地休息进行恢复，中度、重度伤势可以在孕育池周围享受到治疗效果。说干就干，鹿子野的小队非常默契进行了包抄，然后由1头3星狂暴野猪、5头小野猪、1名3星的地精作为冲锋力量发起了突袭，其他地精和森林矮人负责拦截包抄，防止目标逃逸。正在饮水的狂暴野猪听到周边的吼叫声，顿时大惊，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跑，因为鹿子野这边的声势浩大，本能让他们选择了分头逃窜。这样一来，鹿子野更加开心了，目标力量分散，更容易逐个击破，代价更小。狂暴野猪的种族特性拥有 20% 的额外防御，适合充当前排，所以鹿子野对于培养一支自己的前排冲锋军团是非常上心的。拿下这几头野猪，自己的队伍就更加强大了。这种一点点变强的感觉真的会上瘾。战斗不到10分钟便是结束，但是结局并不美丽，因为 50% 的转化率它就是个运气数值。这一次鹿子野并不走运，3头3星竟然只转化成功了1头。鹿子野长吁了一口气，这一刻他意识到了升级孕育池的重要性。升级孕育池一级能提升 10% 的转化成功率，但是升级建筑的前期是先升级部落，部落等级是所有建筑的大前提，卡得死死的。不过好消息也有，这场战斗又有一个地精晋级到了成长期，达到了3星水平。结合刚刚转化成功的3星野猪，鹿子野现在一共拥有3星战士4名了。鹿子野的小队打扫了战场，获得兽皮 X3， 食物 X5， 整理好队形，小队继续前进。鹿子野的部落面积1平方公里，
就算是围绕保护罩的边缘走一圈，也是不小的范围。忽然，前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经验老道的3星地精立刻示意大家原地隐蔽。声音由远及近，陆子野的小队缓缓后退，靠近保护罩，这能保证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跑回部落。终于，对方露出了面孔，竟然是4头4星的狼人，而且陆子野通过共享视野能分辨出这不是野外势力，而是人类招募的兵种。因为可以查看对方的基础信息，陆子野看到了对方来自于孤狼部落卫青山。狼人嗅觉灵敏，他们也是闻着血腥味而来的，估计是陆子野击杀狂暴野猪后引来了他们。嗷呜！狼人冲了上来，陆子野的队伍知道无法力敌，纷纷后撤。3星的狂暴野猪皮糙肉厚，负责殿后。众战士纷纷撤回了防护罩，而一头3星野猪的身上留下了几道伤痕，深可见骨。地精和丛林矮人纷纷隔着防护罩嘶吼着，面目凶光看向那些可怕的狼人。他们身高2米，可以直立行走，一身虬结的肌肉，压迫感十足。陆子野在部落孕育池石阶上缓缓站了起来，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附近有人类部落，而且初始兵种还是4星的狼人，一天可以孕育4头，是个不小的威胁啊。陆子野口中呢喃着，而远处的地精战士已经指挥着众人将重伤的野猪抬回了孕育池进行疗伤。孤狼部落，我记下了。别人报仇是10年不晚，陆子野报仇是从早到晚，7天新手期一到，让你体会下什么叫残忍，我一定会登门拜访的。就字面意义上的登门。相距陆家屯部落不远的另外一座孤狼部落，一名男子摸了摸下巴，名叫魏青山。此刻的他也是一脸诧异，什么情况？不是说兵种是唯一的，只能觉醒一种兵种？刚才我没有看错的话，对方竟然有地精、矮人，还有野猪，演疯狂动物园呢。不过魏青山没有担心什么，一群2、3星的杂碎罢了，他只是很好奇这个陆家屯部落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7天之后杀过去看看就知道了，也许他拥有什么特殊建筑，可以招募奴隶。毕竟无尽大陆才开始第1天的探索，大家都还在摸索阶段。魏青山先按下不表，不过7天之后，他是一定要亲自来揭开这个谜团的，这就是 B 级兵种的底气。第6章，筹备吹剑，荣耀属于陆家屯。这一刻，陆子也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同时也是动力。他想到了自己部下提到的吹剑，这种武器看似低阶装备，但是对于自己而言十分有用。因为自己的人数众多，如果能装备这种武器，将极大提升团队击杀效率。比如自己的地精、矮人都可以使用吹剑攻击高阶目标，前排使用狂暴野猪充当前排。一支吹剑可能伤害不高，10支呢？100支呢？所以陆子野的首要目标就是去拿下那个矮人卫队长，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图纸。如果有，是好事；如果没有，也能让自己尽快改变策略。通过自己部下的描述，陆子也得知那个丛林矮人卫队长手底下还有100人左右的矮人军队，所以想要拿下这支队伍，陆子也打算等自己的战力拥有绝对把握后再去搏。任重道远啊！陆子也看着自己23人的部队规模感叹道。休整了1小时，队伍在仓库补充了食物，每个战士1天消耗1单位食物，这一次补充消耗了23单位食物，陆子野的食物直接只剩下5单位了。陆子野感觉一阵肉疼，倒是那些战士非常兴奋，部分士兵还增加了忠诚度。赞美我主，我主圣明、慷慨、仁义，愿星光照耀我主，愿健康常伴我主。狂暴野猪忠诚度+2，丛林傲人忠诚度+1。别赞美了，陆子野本来打算3天喂一次的，这么积极喂养是有原因的。粮食快清空了，好在第1天不用担心食物问题了，一会出去还能再探索一些。陆子野选择现在让部队补充体能休整，主要是躲避外面的狼人。再次出发，陆子野命令部队从另外一个方向进行探索，刻意规避危险。猥琐发育不要浪，这个硬道理，等有了实力才能该出手时就出手。队伍再次出发，这个时候已经入夜，距离第1天过去还有6小时了。闲来无事的陆子野只能继续逛聊天频道，在这里能看到许多信息，有一些甚至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刚才陆子野就看到了有人在售卖勇气雕像图纸，制作的勇气雕像可以全体提升5点忠诚度。有人宣称忠诚度到达100点可以让兵种的战斗力提升 20%， 这个没有考证，但是也未必是假的。陆子野看了一眼自己的兵种，忠诚度最高的就是带头的一名3星地精，才76点，差得还远。还有人因为食物不足拖延了喂养时间，导致忠诚度下降，饥饿状态下的兵种忠诚度几乎每小时都在降低。陆子野才不敢怠慢，让部队赶紧吃东西。他本来还打算3天喂一次试试，节约的食物用来采购木材、石料。看来资本家不好当，陆子野打消了这个念头。聊天频道非常热闹，已经有人类领主在野外争夺资源爆发了冲突，
还有人号召自己周边区域的领主组成联盟。虽然大家无法进攻彼此部落，但是野外探索过程中难免有冲突。别以为有5星的红龙就了不起，我们这边也有5星兵种，给老子等着！这个世界谁都不能一个人称霸，你是 A 级兵种又如何？1万领主，你还能一个个征服不成？是啊，你能打过一个领主，人家10个联合起来怎么办？林婉冷冷地看了一眼聊天频道，回了一句：杀了就杀了，别唧唧歪歪，有本事7天后来找我便是了。我林婉的红龙部落奉陪到底。我去，林婉大佬真的拥有红龙？哈哈，你还不知道啊？刚才在野外，林婉大佬的红龙杀了2个联合探索的领主，2个半兽人，1头独角蜥，都哭了。刺激啊！林婉是吧？我去西部落周望，想要讨教讨教。7天之后，我亲自上门。仇恨还在蔓延，各个地区的顶级强者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都纷纷站了出来。这个林婉树敌不少，在陆子野看来有点太头铁了。又不是你一个人有5星兵种，干嘛那么高调？而且还有受潮呢。悄悄发育，实力强大之后，那不是一打一个不吱声，谁敢反抗？这些人为了追求声望，方便日后逐渐联盟，成为老大，过早暴露了自己。陆子也没有理会这些恩怨，继续翻聊天记录。一段聊天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我特么笑了，我袭击了一个矮人部落，本来矮人实力不怎么样，但是窜出来一个矮人卫队长，还特么带着火枪，你敢信？我的3星灰熊挨了3枪，直接倒了，真特么恐怖啊！哥们，这也能笑出来？不应该哭吗？嘿嘿，我们周边有大佬啊，我把位置告诉了他们，他们集结了20多个4星兵种，一起剿灭了这群矮人。你猜报了什么？能不能好好说话，别卖关子了？我知道你很急，但是先别急。狙燃爆了图纸，没错，火枪图纸。可惜要打造火枪，需要2级熔炉，还要金铁、火药，这都是目前搞不定的。陆子也看到后大喜，这个情况不就和自己碰到的一样？也就是说，至少那个丛林矮人卫队长是有可能爆出吹箭图纸的，而且吹箭的制作可比什么火枪难度低太多了。刚好自己的地精擅长科技方向，这个真可以搞。陆子也有了思路，而前方的队伍在6小时内运起来了。也许是夜间的原因，生物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先摧毁了一支10人的丛林矮人队伍，收集到了食物 X7、木材 X2、铁矿 X1， 能获得金铁是陆子也没想到的。后来才知道，这支矮人队伍竟然也是在收集物资回洞穴，真是巧了。这一次陆子也运气不错，转化了4名2星的矮人，还有1名3星的矮人。这个时候，队伍中3星实力的战士已经来到了5名，已经具备抗衡落单4星生物的实力，可以采用战术以微弱损失拿下对方的能力了。在接近第2天0点的时候，队伍又传来了喜报，他们竟然碰上了一群夜间迁徙的野猪群，3星3头，2星10头，这可激动坏了陆子野。一番苦战之下，以5个战士轻伤、2个中度伤势、1个重伤的代价吃下了对方。这一波转化了2头3星狂暴野猪、4头2星狂暴野猪，分解获得食物 X18、皮革 X13，大丰收。连续的战斗让2名地精战士成功晋级3星，而且0点一到，第2天来临，陆子野的玉玉池中10名崭新的地精战士迈出了玉玉池，纷纷躬身拜见陆子野。至此，陆子野现在一共拥有3星地精 X4、2星地精 16X、3星丛林矮人 X1、2星丛林矮人 X10、3星狂暴野猪 X4、2星野猪 X9， 军队总量44，其中3星实力的9名。这什么概念？就算是比陆子野高一个兵种的 C 级领主，他们1天也只能孕育5头3星，2天也就是10头。而陆子野第2天才刚刚开始就拥有9头了，还有几十头2星兵种。这第2天才刚开始，要是一整天厮杀下来，还不知道能搞定多少头3星兵种，甚至4星。陆子野坚信自己第2天结束的时候，一定远远强过 C 级兵种的部落，自己没准能搞定4星生物。第2天开始了，陆子野进行一些统筹安排，一些弱小的2星战士是不是可以考虑去采集木材、石料、铁矿石了？让那些善于战斗或者经验值接近晋级的战士去战斗，让有限的经验值分享给这群热爱战斗的战士，更加划算。听我命令，我点到的人立刻回部落进行采集工作，剩下的战士继续沿途狩猎。你们务必兢兢业业，你们强则部落强，你们就是部落的未来。陆子野对着众战士命令道：谨遵我主命令，荣耀属于陆家屯。一名小地精跳着脚高呼道。听到后面一句话，陆子野满脑子黑线，多多少少有点中二。第7章突飞猛进，擒获4星半兽人。陆子野让新出生的10名2星地精联合另外10名战斗了1天，经验值依然不多的2星丛林矮人一起负责搞生产。
丛林矮人搞生产，效率正50%。负责战斗的单位一共24名，其中3星就多达9名，和第一天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剩下的15名经验值也颇高，晋级3星指日可待。经验值的分配是按照战斗中的输出来分配的，证明他们在战斗中也是频繁得手的狠角色。这24名的战斗力比起昨天刚开始的地精10人小队强大了数倍不止。分工之后，大家干劲十足，立刻分头行事。而聊天频道也传来了十分炸裂的信息，那就是林婉的红龙有一头晋级6星了。这离不开他个人热爱战斗，而且性子孤傲，是一个执着的战斗狂人。几乎从孕育出红龙开始，他就一直在野外战斗，甚至连5星生物都击杀了一头。现在第2天0点到来，他已经拥有4头红龙，3头5星，1头6星，一时间风光无限。要知道，星级越往后越难提升，他一天就升级到了6星，不知道杀了多少怪物。卧槽，林婉是真大佬！马德，我看了一眼还在跑土的灰矮人，一脚就踹了上去，要你何用？比我们厉害就算了，还比我们勤奋，太卷了！这里比蓝星还特么卷啊！林婉大佬俯视你们这群渣渣，并心想：昨天的我很强，今天的我强的一匹。怎么那群和林婉大佬有恩怨的人不说话了？和巨蜥在互动呢，谁有空理你？卧槽卧槽！告诉你们一个惊人的消息，林婉大佬的部落晋级到中级部落了，比我们的初级部落大多了。啊！部落升级之后就可以去升级2级孕育池，高1级的孕育池可以孕育更多的兵种，这真是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啊！然后遥遥领先。陆子也看到这里，眉头微蹙，牛逼啊！不过也正常，人家是5星兵种，一开局就可以去击杀各种3、4星甚至5星的生物，拿到最优质的资源兑换需要的物资。此刻的林婉站在部落的石阶上，眺望远处的4头红龙。红龙是 A 级兵种，最高可以到达王阶，完全体的红龙可以喷吐烈焰，发生质变。他现在的6星红龙身高4米，体长7米，背生双翼，看起来威风凛凛。红龙的利爪从森林中抓起一头4星暴猿，锋利的喙将其血肉一点点撕裂，残暴无比。这就是高级兵种的优势。陆子野这边探索小队刚刚出去半个小时，就有了发现。在昨天的林中小溪旁来了一群取水的半兽人，这群兽人手持木棒，正在畅饮甘甜的溪水。半兽人是 C 级兵种，这一群也属于野外势力，一共4名，2头幼年期的3星半兽人和2头4星的成长期半兽人。陆子野还在犹豫对面有4星，会不会出现重大伤亡，而他的小队竟然已经爆发出了战斗的决心，纷纷散开了阵型，准备战斗。那就让他们自由发挥吧，这群战士的直觉更加精准，他们既然有战斗决心，自然是有一定把握的。从实力对比来看，自己也拥有9头3星，还有一群有战斗经验的2星战士，数量上24比4，可以6个打1个，优势在我。这些生物都十分好战，说干就干。3星狂暴野猪率先冲锋，吹响战斗的号角。他们皮糙肉厚，露出尖锐的獠牙，喘着粗重的鼻息，脚下4蹄翻飞，尘土飞扬，气势十足，发起冲击。身后的3星丛林矮人一个跳跃窜入草丛，准备侧面偷袭，而3星地精紧跟野猪的步伐，准备在撞击之后趁乱进攻。其余2星战士也是发出嘶吼声，冲锋向前。为了陆家屯，为了无主，为了部落，吼！双方都嘶吼着，兽血沸腾。4星半兽人面对野猪的冲锋，双手持木棒高高举起，狠狠砸下。嗷呜！3星野猪遭遇当头一棒，身体一歪，滚到一旁的草丛，剧烈的疼痛让其身体都在颤抖。但是陆子野的部队数量更多，刚刚挥击命中野猪的4星半兽人，立刻被紧跟而来的3星野猪撞击在腹部，锋利的獠牙刺入了他的腹部，高高跃起的地精窜到了半兽人的后背，死死固住他的脖子，细密而锋利的獠牙在其脖颈上疯狂撕咬，鲜血飞溅。兽人使用的木棒是一种原始装备，不算制式装备。装备分为原始装备，是由生物族群特性决定的，比如半兽人天生爱使用木棒，4臂石猴喜欢投掷石块，黑暗豪猪可以发射骨刺等等。制式装备目前了解到的有初级、中级、高级装备3个档次，比如吹剑就属于初级装备，矮人的火枪属于中级装备。原始的战斗极其血腥，陆子野昨天第一次看到这种战斗，还有点生理不适，今天好多了。果然自己战士的直觉是正确的，虽然自己这一边被木棒命中不少次，但是这些伤害很难集中到一个目标造成死亡，毕竟围攻他们的可是24名战士，自己的战士分摊了伤害。比如冲在最前面被当头棒喝的3星狂暴野猪，受伤后就可以退下来了，他已经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为队伍争取了宝贵的进攻机会。战斗持续了8分钟，4个半兽人身上没有1寸皮肤是完整的，
鲜血遍布全身，变成了血人。他们的喉咙冒着血沫子，已经被3星地精用牙齿穿透了喉咙。半兽人摇摇晃晃走了几步，手中的木棒哐当落地，身体也是直挺挺向后倒下。赢了！就算在部落观战的陆子野，此刻也是十分兴奋的，毕竟宣告着自己的部落已经足以战胜4星生物了。虽然系统一开始就表明了4星生物的战斗力是3星的2倍，但是没有实战过，你根本不知道这个2倍有多强大的实际效果。整个战斗过程，陆子野都是提心吊胆的。现在终于凭借人数优势，陆子野收获了一场重要战斗。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转化时刻了。恭喜您获得战斗胜利，您成功获得食物 X6、木材 X4， 您成功转化了4星半兽人2名。部落第一次战胜强敌，所有参战人员忠诚度+1，他们对部落信心十足。一切罪恶终将被无主审判，万物皆迷茫，无主独明。赞美我主，我爱陆家屯。获胜后的战士们发表着各种中二言论，陆子也没工夫享受这些马屁，他此刻也陷入了狂喜之中，都笑歪了。卧槽！4个半兽人转化成功2名，但是碰巧转化成功的都是4星，2个3星转化失败了。这就是人品吗？受伤的即刻回部落休养，未受伤的继续探索，同时准备迎接我们的新成员半兽人。陆子野远程发号施令，所有人闻令遵守。而碧波荡漾的孕育池中，2名4星半兽人缓缓出现，他们身高 1.8 米，处于成长初期，未来还会更加强壮。传闻成年期的强兽人将达到6星实力，完全体的兽人达到8星，成为半兽勇士，也是他们的终极形态。我陆子野也拥有4星兵种了。陆子野看向半兽人，眼神炙热。而2名半兽人单膝跪地，一手放于胸前，谦卑道：赞美无主，兽人永不为奴，唯奉无主。我等愿为无主燃尽最后一滴兽血。陆子野默默点头，战斗去吧。是，无主。第8章战力榜开启，第1名不是林婉。这场战斗还让2名参战的地精，一头2星狂暴野猪晋级到了3星。如今陆子野拥有生产队20名，战斗队26名。战斗队伍中，3星地精 X6， 2星地精 X4X， 3星丛林矮人 X1， 3星狂暴野猪 X5， 2星野猪 X8， 4星半兽人 X2。 陆子野看向系统中的兵种规模，露出了老父亲一般的欣慰。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很强。而就在这个时候，全世界聊天频道出现了一条加红加粗的公告，震惊了整个世界。无尽大陆全体公告，由于已经诞生了第一个战斗力破千的领主，战力榜1小时后开启，可以通过领主系统自行查看个人排名。7天后，战力榜前1万名将获得青铜宝箱奖励，前1000名获得白银宝箱奖励，前100名获得黄金宝箱奖励，前10名获得铂金宝箱奖励，第1名将获得至高无上暗金宝箱奖励。无尽大陆全体公告，战力计算公式为1名1星兵种等于10战力，2星兵种等于20战力，3星兵种等于40战力，4星兵种等于80战力，5星兵种等于160战力，6星兵种等于320战力，10星兵种等于5120战力，王阶10000战力。聊天频道彻底沸腾了，居然还有战力榜！我操，我的兵种是3星的，一天可以孕育5个，2天就是10个，也就是说我的战力才400，谁他妈这么快就1000了？这还用问？肯定是林婉大佬啊！楼上的，如果按照公告给出的战斗力计算公式，林婉大佬也没有1000战斗力啊。对啊，林婉姐姐3头5星红龙，5星战力是160，一头6星红龙战力是320，怎么算加起来也都才800啊？难道林婉大佬的另外一头红龙也6星了？那也不够啊，也才960战斗力啊。除非他今天刚刚招募的红龙也升级6星了，但是怎么可能？现在第2天才刚刚开始啊！难道除了林婉大佬还有高手？我觉得估计是林婉大佬有什么装备加持，战力评分增加了。公告没说战斗力会受到装备影响，应该战斗力只是计算兵种。不管了，反正1个小时后就公布了，我还是坚信第1名是林婉大佬。+1，除了他还能有谁？大家记住，林婉大佬的部落叫红龙部落，一会第1名的部落一定是。笑死，你们自己都说不可能是林婉，现在又舔着脸说一定是，就喜欢玩点自欺欺人是吧？为什么就不可能是我们这片区域的领主呢？对对对，你说什么都对，我们南部区域人口最多，也有可能是我们这边的大佬。当我们西方大区的精英不存在。看到聊天频道的消息，陆子爷也懵逼了。对啊，林婉的战斗力都没有1000，难道还有高手？这特么能是谁？陆子也陷入沉思，然后扫过自己的兵种面板的时候，他愣了一下。我46个兵了，总不会是我吧？别开玩笑，我连5星都没有。陆子也用自己并不擅长的数学开始掰着手指头计算起来。
自己现在拥有2星的兵种32个，2星一个算20战力，也就是640战力；3星的兵种一共12个，那就是480点战斗力；4星兵种2个，一共是160战斗力。640加480加160等于1280。反复确认自己的数学水平没问题后，陆子野张大了嘴巴。卧槽，居然是因为我战力破1000，开启的战力榜。果然人多力量大，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虽然我没有高级兵种，但是我品种多啊，哈哈，笑死，我居然拿了第1。7天保护期之后，如果还是第1，能拿到唯一的暗金宝箱。陆子野搓了搓手，像极了苍蝇搓手手，心中充满了期待。在某高原上，正在厮杀的林婉看到公告后，脸上写满了疑惑。他的红龙的确升级了，但是正如聊天频道说的，只是昨天的2头红龙晋级了6星，自己的战斗力应该是960点，不足1000。他自视甚高，自认为从第1天觉醒到现在没有一刻落下，为什么还有比自己战斗力高的？难道有 S 级兵种？就算是性子淡如水，心比天高的林婉想到这一点，内心也是泛起了焦虑。我倒是要看看这人到底是谁。一时间，从不理会他人的林婉也开始期待1小时后公布的战神榜第1名到底是谁。陆子野这边一想到1个小时后自己的部落将会榜上有名，人一旦出名了，就会有各种不确定因素诞生。著名文学家蝙蝠侠的叔叔说过，能力越大，逼事儿越多。以后自己部落将被人关注，自己必须快发展，壮大自己，避免有人想要联手对自己不利。当你有一点强大的时候，总会有人想要消灭你，但是当你强大到令人绝望的时候，所有人只会敬畏你。随着2名4星半兽人手持木棒加入战斗队伍，陆子野的实力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现在的他，就算面对落单的5星生物，也敢碰一碰了。遇到野外4星生物，别超过5个，也敢一战。随着陆子野的战斗力提升，狩猎小队出现避让强敌的情况也在减少，战斗的频率也开始提升了。往前探索，行不到20分钟就碰到了一群追风狼，一共10头，8头3星幼年期，还有1公1母的2头4星追风狼，估计是一个小家庭。追风狼是 C 级兵种，完全体可以到达8星实力。2名半兽人紧握木棒，发出一声闷哼，他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身后其他战士也毫不畏惧，在他们眼中，伟大的陆家屯日益强盛，早晚无敌于这片无尽大陆，而他们就是奠基者、先驱者。杀光他们！为吾主献礼！杀！毫不畏惧的战斗队伍冲了上去。追风狼发出一声声啸叫，也奔跑起来。他们的优势在于速度，十分敏捷。陆子也对追风狼曾经非常心动，他觉得这个兵种适合发展狼骑兵，搭载拥有吹剑的地精，将会十分强悍。2头4星半兽人是应战2头4星追风狼的主力，但是他们还有3星的帮手，战斗起来游刃有余。追风狼虽然强大敏捷，但是数量处于明显劣势，战斗的时候小心翼翼，主要稍微失误被陆子也抓到，将会陷入被围攻的境地。陆子也可以失误很多次，但是追风狼不行。战斗十分激烈，陆子野的部队进攻猛烈，暴躁的野猪来回突袭，3星地精跟在后面不断袭扰，甚至有地精跃上了追风狼的后背，一通胡乱撕咬。而半兽人将手中木棒舞得虎虎生风，追风狼被左右夹击，连连躲闪，但总有疏忽。一闷棍抽在榔头上，一颗獠牙断裂，追风狼身体一僵。就在这个瞬间，3星丛林矮人和地精一拥而上，将其压倒在地，各种撕咬颈根上。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第9章，哪来的陆家屯？还战力第1？看着一头接一头追风狼倒下，陆子也十分享受胜利结算的环节。这一战，陆子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几个战士负了轻伤，一个中度伤势的回部落调养半小时即可，重伤的一个都没有。成功击杀追风狼10头，成功转化4星追风狼1头，3星追风狼3头。您成功探索到食物 X13，4名的精在这次战斗中晋级到3星，2头狂暴野猪晋级3星，7名战士受到胜利的鼓舞，忠诚度+1。这次的转化效率一般般，甚至都没有达到50%的效率。果然几率这个东西很玄学，忽高忽低。不过喜提一头4星追风狼依然让陆子野心中非常开心，距离自己讨伐丛林卫队长又近了一步。毫无疑问，放眼无尽大陆，没有谁像陆子野这般快速崛起的，杀怪就增加帮凶，太无解。而这次战斗让陆子野第1天招募出来的10头地精全部都晋级3星了，而且晚一点加入战斗队伍的2星狂暴野猪也有2头晋级3星了。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战斗，这群2星的小野猪也会陆续跨入3星。其中最为善战的那名3星地精，陆子也发现他的经验值已经过半，距离4星也不远了。部落蒸蒸日上，真是令人欣喜啊！
击杀追风狼只收获了粮食，这种野怪几乎无法获得其他物资。追风狼的皮也不是材料，不像狂暴野猪的皮可以制作皮甲。嗷！随着一道悠悠的狼嚎从部落方向传来，一头4星追风狼带领3头3星追风狼从孕育池奔赴前线，加入战斗队伍。追风狼速度极快，3星的追风狼体长都可以到达3米，高 1.5 米，十分威武。若是在夜晚，一双兽瞳在黑夜中会发出蓝色幽光，令人不寒而栗。至此，陆子野拥有战斗队伍：3星地精 X10，3星丛林矮人 X1，3星狂暴野猪 X7，2星野猪 X6，4星半兽人 X2，4星追风狼 X1，3星追风狼 X3。这些是战斗的队伍，家中还有20名地精和丛林矮人在搞生产，总数到达了50名。他们要么在周围采集木材、食物，要么就去矿山捡取矿石。陆子野的部落仓库开始充盈起来，目前拥有41单位食物、39单位木材、6铁矿、13弹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啊！陆子野心中感叹道。就算是晋级部落到中级，都需要木材1000、食料1000、粮食1000，采集的效率并不低。一个2星地精2小时能采集1单位粮食或者 0.5 单位其他物资，而丛林矮人的效率要高上 50%。但是3星的兵种采集效率会翻倍，也就是1小时就能采集1单位粮食，获得 0.5 单位其他物资。听起来一个地精就能养活好几个战士，但这是陆子野的个人优势，并非其他领主都能这样。陆子野能空出20个战士来采集，其他人可没有，他们甚至战斗的队伍都不够，只能依靠不断战斗获取物资。比如同样是地级兵种，其他领主2天一共才孕育20个2星兵种，根本没办法分心去采集，野外战斗极为吃力，不少低阶兵种在战斗中还会出现伤亡。想要搞到足够多的物资晋级建筑，只有2条路：通过战斗获得有价值的物品用于交易物资，这个比较靠运气。陆子野从来不把希望寄托于运气，他的想法是扩大队伍规模，用大批2星、3星的队伍来采集物资。目前3星的需要加入战斗，但是最多2、3天后自己就不缺3星的战士了，到时候可以支援生产队伍。有了明确的规划后，陆子也继续关注部落的战斗。这一次，前方的战斗队伍碰到了一群20人规模的丛林矮人，2星14名，3星6名。来得好啊，部落正缺少优质劳力。目前这种规模的队伍碰到陆子也根本没有反抗的资本了，毕竟自己4星的兵种多3名了，还有21名3星，质量和数量上都是碾压对方的。而就在陆子野的战斗队伍追杀丛林矮人的时候，战力榜开启了，聊天频道一片沸腾。开了，我要康康，哪个大佬是第一？哎，不对啊，第一真的不是灵婉姐姐。哈哈，笑死，你现在才知道天外有天了。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等下，这他妈什么鬼名字？来自陆家屯的陆子野。一时间，所有人都懵逼了。从未被关注的一个部落成为了战力榜第一，榜单上清清楚楚写着：战力榜第1名陆子野，陆家屯部落，战斗力1640。战力榜是实时更新的，陆子野在征服了追风狼之后，战斗力再次上升。而第2名则是有许多人并列，一共1841名，全市第2，战斗力都是960。也就是类似灵婉这种 A 级兵种，2天招募了4头，然后1头晋级6星之后，就是960点战斗力，这种强者足足有1841名。更离谱的是第3名，并列人数 1.1万之多。他们就是属于也觉醒了 A 级兵种，但是都未能有1头升级到6星，只有4头5星。所以全世界觉醒 A 级兵种的人并不少见。战力榜看不到详细的兵种数据，第2名这群人大家是靠推测出来的，参考灵婉得出的结论。这个时候公屏上有人提出了一个更加可怕的观点，大家有没有想过，还有的大佬契约的是 S 级兵种，初始就是6星，但是数量就1头，2天下来只有2头，而6星的战力是320点，所以他们目前战斗力640点，榜上无名，但是却强得可怕。这一刻所有人才醒悟过来，这个战力榜在初期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实力，至少不够精确，怪不得奖品要在7天后颁发。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招募了7批本命兵种，也发育了7天，该有的实力都可以展露出来了。比如 S 级的兵种一开始在战斗力上吃亏，但是人家兵种高级，就算是一个兵种来到8星就变成了1280点战力，战力优势直接拉满。还有这些人初期强大，获得资源多，如果升级了孕育池，每天可以召唤的兵种就更多了，优势拉满。S 级兵种可是能成为比王阶更强大的兵种，那得是什么品阶？聊天频道各种问题都被抛出来讨论了，但是问题最多的还是那一条经典的，那为啥第1名战斗力是1640？我他妈 CPU 都烧了都没算出来他到底是什么级别兵种，对不上。不是，
先不说战力，这个部落的名字是认真的吗？陆家屯，这名字真是一言难尽。绵羊放了个山羊屁，既洋气又骚气啊！难道陆子野这个名字不骚？陆子野等于陆子野666，这个陆大佬浑身透露着放荡不羁啊！高原之上，林婉看着自己的红龙，陷入了深思。与我并列之人竟然上千，而第一名居然领先我那么多，这个陆子野到底拥有什么兵种？我一定要超过你！我的另外一头红龙马上就要晋级6星了，而明日我还能招募2头。林婉再次燃起信心，他相信天道酬勤。第10章震惊，天赋幸运眷顾者。陆子也看了好一会关于战力榜的讨论，不得不说，这些蓝星的领主个个都是人才。许多分析，陆子也都觉得很有道理，比如关于有可能存在 S 级兵种，只是前期无法上榜。但是关于自己的讨论，没有一个说正确的，毕竟谁能想到自己的部落可以转化帮凶呢？此刻，各个地区的 A 级兵种大佬都一改往日的自信，榜单一公布，他们都开始汗流浃背了。这个无尽大佬被分成了东西南北中5个大区，战力榜是统计所有大区的综合数据。陆子也成为了中部大区的领军人物，目前全区第一。几乎所有的蓝星领主都没想到 A 级兵种的觉醒者那么多，也意味着未来的对手数量庞大。而且不少 B 级兵种的领主发育也很快，虽然人家觉醒的是4星，但是每天孕育的数量比他们更多，升级要是再快一点，真的未必不能胜过他们。A 级兵种说是完全体能到王阶，可是你前期打不出优势，能不能活着看到王阶是另外一码事了。卷起来，整个无尽大陆都开始卷起来了，所有人的狩猎积极性更高了，交易也开始频繁起来了。而距离陆家屯不远处的魏青山正在挠后脑，因为他看到第一名的部落名字后，总觉得很熟悉，好像听过，但是又想不起来了。估计是当时没怎么放心上，导致没记住。他将自己认识的好友部落名字回忆了一个遍，将自己在周边碰到的部落也回忆了一遍，愣是想不起来。我到底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啊？魏青山一脸的疑惑。如今的他，4星狼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8头，实力非常恐怖。这支狼人部队几乎在周边区域打遍无敌手，甚至魏青山还以偷袭别人的采集队伍为主要发育手段，获得不少物资。受害者太多，他也记不清自己欺负过多少人了。不出意外，今天有2头彪悍的狼人可以晋级5星了，哈哈哈！谁说 B 级兵种不够强？这样下去，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对抗 A 级兵种。魏青山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陆子野这边已经搞定了之前碰到的那群丛林矮人，这一次的转化还算勉强满意。14名2星的丛林矮人居然成功转化了10名，属于运气爆棚了。倒是6名3星的丛林矮人只转化了2名，差点意思。恭喜您战斗胜利，您获得食物 X24、木材 X6、铁矿 X2。本次战斗3头狂暴野猪从2星晋级3星，干得漂亮！陆子野最喜欢偷袭丛林矮人了，这个种族战力弱小，但是比较团结，喜欢收藏物资，每次击杀都能收获颇丰。陆子也直接命令10名2星的丛林矮人加入了采集队伍，2名3星的矮人加入了战斗队伍。毕竟目前陆子野的战斗队伍中，3星依然还是主力。截止目前，部落总兵力62，遥遥领先。再过2天，陆子也就打算把3星的丛林矮人用来采集了。3星可是比2星效率高1倍，而且丛林矮人这个种族又天生适合采集，不能浪费。等到部落里面4星的数量突破10人左右，3星突破30人，陆子也就打算去剿灭那一群100人的矮人部落。那张图纸的诱惑让陆子也睡觉都睡不好。还有那群狼人，陆子也回忆起那天的遭遇，又气又憋屈。4星狼人的领主今天应该8头狼人了，对自己是个巨大威胁。但是陆子也算了一下，就算现在自己的队伍在野外遭遇了8头狼人，如果真打起来，尽管自己会有伤亡，但是对方一定讨不到便宜。自从拿到了战力榜第1之后，负面作用接踵而至。陆子野的系统后台申请好友的数量已经来到了1614万条。陆子野叹了一口气，果然能力越大，逼事儿越多。就当陆子野准备一键全部拒绝的时候，他看到不少人添加好友的时候还附带了一些留言，比如大哥求带，可罗可玉，妹妹身高169，你要的我都有，大哥组队部我 A 级兵种。这些都不是重点，陆子也不关注，他是想找找有没有慕名而来给自己送物资的，他这人就喜欢白嫖。于是他在留言信息中开始了关键词筛选，输入送，然后筛选，结果为0。果然特么的一个个都是铁公鸡。陆子野又输入免费，结果依然为0。就当陆子野生气了，准备一键拒绝，但是贪婪让他再次选择了输入了一次装备图纸。这次结果有上百条了，有一些是打到了装备想要便宜卖给陆子野，
他们都认为陆子野肯定是富翁，不差钱，同时还想巴结陆子野。陆子野直接删除1-2件装备，对于陆子野没任何意义。他依靠的是团队，懂不懂什么叫 team？ 终于，他看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信息，很长，5555，大哥哥，你能保护可可吗？可可契约的是1级兵种，侏儒，初始实力1星，就算到达完全体也才5星。可是可可的天赋很厉害，叫幸运眷顾者 S 级天赋呢。我的侏儒每天可以招募20人，现在已经40人了。他们挖洞的时候都挖到了一张图纸，好像是修建熔炉的。今天他们采集物资的时候又获得了一张图纸，好像是制造皮甲的。可是可可一出门就被欺负，但是我不出去又没有粮食，我担心售卖图纸又会被人惦记，以后会引来麻烦。大哥哥怎么办？啊！陆子也惊了，还能有这种天赋？特么的，有没有天理？这2天自己杀了多少怪，连根毛都没看到，他居然一天一张图纸。这幸运眷顾着怎么看怎么牛逼。这个叫可可的女孩才18岁，穿越前还在读书，估计她认为陆子也能保护她，所以才联系了陆子也。陆子也一下子感觉机会来了，如果真的可以合作的话，以后自己可能就不缺图纸了。自己只需要给这个可可提供一些食物，7天保护期，她就可以不用出门，也饿不死了。至于7天保护期结束，到时候再说，没准受潮之后格局变了，也没准自己实力强大到可以保护她继续合作。当然，也有可能全世界都在受潮中嗝屁了。陆子也点击同意了好友申请。一个昏暗的地底洞穴，孕育池的石阶旁坐着一个小小的身影，身高1.55米，穿着洛丽塔，白白嫩嫩的小脚丫在池水中来回拨弄，水汪汪的眼睛却是一直盯着面前的虚拟光幕。洞穴内还有40名侏儒在卖力挖掘矿石，他依靠售卖矿石来兑换食物。虽然饿不死，但是绝对没有出路，因为他不敢出门狩猎。忽然，他眼睛一亮，大哥哥通过了。他迫不及待发了一条新的消息：大哥哥，我是可可，嘻嘻，没想到你真的通过了，谢谢。长话短说，我们可以合作，看你有没有诚意。陆子也回了一条消息，保持着大佬的口吻，毕竟自己现在是战力榜第1了。大哥哥，我的侏儒可以从事冶金、挖矿、打造，可可有图纸，只要大哥哥有原料，我可以源源不断为大哥哥铸造装备。如果大哥哥需要建筑图纸，可可只要拿到了，一定送给大哥哥。陆子也微微点头，虽然这些话不能全信，但是自己只要做到不见兔子不撒鹰，保证自己不亏就行。其实陆子也是想多了，可可完全就是肺腑之言，他只想在这个危险的世界好好活下去。你需要得到什么？陆子也又回了一句：可可需要安全，希望大哥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保证7天之后可可的安全。陆子也皱了皱眉，7天之后谁能说得准啊？如果我说我只能尽力呢，那就足够了。我相信大哥哥，大哥哥可是第1呢。如果你都无法保证可可安全，那就没人可以做到了。大哥哥，我们这算达成一致了吗？算。好耶。大哥哥，你现在需要什么？可可只要有，立马给你做。我需要皮甲，越多越好。装备对象是风狼、半兽人、地精。大哥哥肯定没有穿过装备，皮甲只要制造出来都是自动适应体型的，无论你是巨龙还是矮人都可以穿戴，效果一样，是不是很神奇？啊，还能这样？陆子也真的长了见识。那就开工吧。陆子也迫不及待了。可我没有皮革。我有。陆子也微微一笑，良性循环，这不就开始了？到时候自己的大军又有皮甲，又有吹剑，谁看了不迷糊？第11章，我的剑可是淬过毒的。陆子也将自己所有的皮革全部挂在交易区，然后指定交易给小小部落的可可，同时还答应事成之后送60单位的粮食给对方当做酬劳。听起来这个报酬很高，但是陆子也另有打算。自己的队伍越来越大，搞定食物不难，用60单位将对方与自己绑定，套牢，值得。其次，别看对方只是帮自己打造皮甲，其实这种人很难找到，因为有图纸的人很少很少。可可异常兴奋，从石阶上跳了起来，对着面前的一群侏儒大手一挥，大家加班加点打造皮甲，咱们现在可是有大佬罩着的部落了。侏儒们纷纷雀跃，遵命，无主。甚至不少侏儒的忠诚度都提升了。的确，一个不敢外出狩猎的部落，士气是低迷的。长期下去，可可的部落注定走向灭亡。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有了动力。毕竟那可是榜1大哥呀。可可在如火如荼赶制皮甲，陆子野这边也在不断狩猎探索。随着实力的提升，他们探索的区域的也开始往外延伸了几百米。因为陆子也知道，就算遇到强大的生物，自己还是有能力返回部落的。幽暗的密林中，周围都是各种鸟兽的嘶鸣，战斗部队经验丰富，从这些声音中能分辨出这些对方的方位和族群种类。作为第一批参战的地精，已经全部3星了。领头的地精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警惕道：
该死的味道，这里有绿毒蜥，我们要小心。陆子野在部落中也听到了他们的交流，心中忽然一喜。绿毒蜥地级兵种，但是极为特殊，它们攻击力不算太强大，却拥有毒腺，被毒液沾染的目标会陷入一种轻度麻痹状态，动作变得迟缓，反应力也会下降。毒素影响的程度受双方实力差距影响。如果一头4星绿毒蜥对着1星侏儒放毒，估计侏儒能当场麻痹，动弹不得。但是对着一头6星巨龙放毒，可能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毒对于群战效果不错，比如陆子野将毒液涂抹到吹剑上面，攻击效率就更高了。死！死！密林中的传来奇怪的声音，然后周边的草丛中忽然喷射出来一缕缕液体，溅射到前面的狂暴野猪身上。野猪立刻躲避，但是毒液已经沾染到了身体，没过多久，他们的动作开始迟缓起来。野猪发出愤怒的吼叫：可恶！可恶！杀了他们！陆子野的兵种多种多样，但是他们的内心活动、语言，陆子野都可以无障碍沟通。3名3星的丛林矮人善于攀爬，他们老早就站在了高处的树枝上，发出各种信号，为大军标记敌人的位置。4星风狼天生速度增幅 50%， 风驰电掣般窜了出去，将草丛中蛰伏的一条1米长的3星绿毒蜥直接拽了出来，锋利的牙齿在他身上留下了几道深刻的伤痕。后面的部队早就按捺不住了，蜂拥而上，群起攻之，直接将绿毒蜥击毙。3名3星的丛林矮人还在不断爆点，下方的战士按部就班，一一拖出来斩杀。这里林森草密，绿毒蜥的数量也十分惊人，足足花了1个小时，队伍才肃清了这片区域的所有毒蜥。几乎所有战士都中了毒，4星的战士还好，拥有一定抵抗力，只是动作迟缓，说话也不太利索了。3星的战士就比较惨了，走路都踉踉跄跄的，一个劲儿的咒骂这些绿毒蜥。可恶的，肮脏的东西，主不会原谅你们。无主唾弃，远离你们这些杂碎。路子也不会唾弃的，他差点笑出声。这一波足杀了40条毒蜥啊，其中2星的20条，3星16条，4星4条。路子也心中惊动，我只要转化成功1条4星绿毒蜥就足够了，4星的毒那可不是好玩的。他先下令全体战士立刻就近返回部落，休整禁食，排毒。而系统的战报几乎令人疯狂。恭喜您获得战斗胜利，成功转化2星绿毒蜥10条，3星毒蜥7条，4星毒蜥2条，他们已经孕育成功，效忠于您。牛逼啊！路子也搓了搓手，一脸的激动。不过好消息还没有结束，还有战利品呢。本次战斗您获得了食物 X41， 初级材料毒腺 X36， 终极材料强力毒腺 X4。6头狂暴野猪在本次战斗中从2星晋级3星，17名战士忠诚度+1，干得漂亮！所有的狂暴野猪也晋级到3星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总兵力来到了81名了，光是3星就多达36名，算上新加入的4星绿毒蜥，路子野的4星单位也来到了5名，十分夸张。大部队浩浩荡荡回到了部落，圣洁的池水驱散着他们的疲惫和累累伤痕。但是这群战士看着日渐丰盈的仓库和壮大的部落族群，没有半点疲惫之感，看向路子野的眼神皆是一脸的狂热。负责生产的20名战士从仓库搬运出来大批的食物，犒劳这些劳苦功高的战士。为了陆家屯，我等仍需努力。在无主的带领下，陆家屯必将称霸无尽大陆。赞美无主！半个小时的休息和进食之后，战士们便是再次起航。那群转化的绿毒蜥也加入了阵容。路子也并没有催促他们上战场，路子也觉得再休息一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群战士一个个比路子也还急，解决了温饱后，嚷嚷着就冲了出去。部落有信仰，战士有力量。路子也吃了一些烤肉，目前这个条件也只能这样应付了。火源是部落内部自带的，那部落之火永恒不灭，除非部落被毁灭。生产小队打扫了一遍饭后垃圾，便是再度出发外出采集。每个成员都在为部落发光发热。某高原深处，林婉身旁的一头红龙气势暴涨，他晋级6星了，2头6星红龙了。960战力，林婉口中的难道？同时他迫不及待看向战力排行榜，他依然是第2名，只是和他并列的人变少了，只有178人。因为刚刚刷新战力榜的时候，他是1头6星红龙，战力800，现在2头了，战力来到了960，距离破千一步之遥。如果差距不大的话，明天他再次招募2头5星红龙，便是可以继续拉近差距。目前与自己并列的人变少了，证明自己的发育速度还是不错的。可是当他看向第1名的战力时，整个人都不好了。第1名，陆子野，陆家屯部落，战力2640。没错，陆子野2星兵种40名，3星兵种36名，4星兵种5名，
总战力来到了2640，不但没有追上，差距还特么越来越大了。这一刻的林婉呆坐在石阶上，双手抱膝，开始怀疑人生。陆子野斜躺在一张兽皮上，哼着小曲儿，刷着聊天频道，看个曲剑盘侠指点江山。这张兽皮是击杀追风狼后包下来的，追风狼的皮无法制作皮甲，不够坚韧，但是用来铺床倒是刚好合适。就在这个时候，生产小队的20名战士冲了进来，一脸的慌张。怎么了？陆子野起身看向众人，屋主，有狼人偷袭我们野外的采集地，幸亏屋主英明，让我们不要离开部落太远，否则我们这群战士可能无法幸免。一名的惊喘着粗气，惊魂未定道：多少狼人？8头，其中1头5星了，十分强大。陆子野眼里露出了一丝杀意，他打开私聊框发了一条信息给可可：我的皮甲还有多久可以完成？小小部落内部，可可几乎随时都盯着光幕，看到陆子野的消息，第一时间回复道：可可已经完成了鞣制缝合，现在还差最后一道工序了，大概3小时后13件皮甲就可以给大哥交易过去了。好，我等着。陆子野心中有了决定，让这孤狼部落的孙子们天天骚扰我生产，损失更大。打得一拳开，省得百拳来。5星狼人是吧？那就碰一碰吧。第12章，剿灭矮人部落，剑指图纸。这次是真把陆子野惹毛了。本来陆子野是打算有绝对实力碾压对方后再解决，但是事情往往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方明显把自己当成了粮仓，偷袭采集工赚取收益。他是赚了，自己的损失可就大了。陆子野敢去招惹有5星狼人的势力，一是因为自己没得选择，二是也有一定的底气。虽然自己的4星目前只有5名，但是3星的数量极多，而且可以给冲锋在前面有实力的单位装备皮甲，配合上4星绿毒吸的毒液效果，绝对能战。如果自己在剿灭了矮人部落，拿到了吹剑图纸，那就是10拿9稳了。所以在进攻狼人之前，陆子野只要先拿下100人的矮人部落，应该就稳了。这群狼人不除，自己的采集工作永无宁日，无法生产就没有物资晋级部落，也无法晋级孕育池，会相当被动。孕育池升级之后会增加孕育的数量，尤其是那些契约高级兵种的领主，所以孕育池等级对每个领主而言都太重要了。就拿林婉来说，1级孕育池每天2头5星红龙，2级孕育池4头，3级6头，4级8头，每升1级都是对部落的极大增强。而陆子野的孕育池同样重要，1级10个地精，2级20个，3级30个，以此类推。但是更重要的是会提升转化成功率，这才是陆子野梦寐以求的效果。如果以后自己转化的成功率是100%，那会是何等强大。想到这里，陆子野忽然有了一个疑问，如果转化成功率超过100%会是什么效果？总不能转化双倍给我吧？可惜自己没有答案，孕育池还没有那么高等级。但是这多多少少给了陆子野一点盼头，到时候一定要看看是什么效果。大战将至，陆子野心中多多少少有点忐忑，这一次对战狼人还是如此数量，甚至有5星的存在，压力还是有的，意义也是重大的。等待皮甲的3个小时，陆子野的部队依然在继续狩猎，而且收获颇丰。他们先是发现一群在外捕觅时的野猪群，也是第一次看到4星实力的狂暴野猪，一共2头，还有成长初期的3星野猪11头。这些皮糙肉厚的家伙立刻吸引了陆子野的注意，因为他们身上还有陆子野渴望的皮革。这一战充分体现出了绿毒吸的作用，4星绿毒吸的毒液让这群野猪的行动力下降不少，连他们的冲撞都显得乏力，尤其是低于4星的那些狂暴野猪，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一战，陆子野收获也颇为丰富，成功转化了3星野猪5头，4星野猪1头。同时，陆子野还获得了13个皮革，24单位食物。在这次战斗中，第一天加入队伍的1头3星野猪成功晋级到了4星，也就是这一战直接收获了2头4星野猪，1头是转化而来的，1头是晋级而来的。陆子野实力大增，皮革依然快速交易给了可可，队伍继续在搜索丛林怪物。可可还好奇地问了一句：大哥哥，你需要这么多皮甲，你有那么多兵种来穿戴吗？陆子野心头一苦，老妹儿啊，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油盐贵，就这点皮甲以后都不够零头的。不过陆子野还是郑重地回复了一句：大战将至，我自有用处。可可努了努小嘴，点了点头，暗忖道：我可真笨，大哥哥可是榜一，以后这种傻问题还是别问了。很快，陆子野又遭遇了另外一群怪物，是之前没有遇到的生物——大地暴熊。B 级兵种，一出生实力就是4星，成长期初期会进入5星，在成长末期到达6星，成年期7-8星，完全体9-10星。这一次陆子野发现了异样，大地暴熊数量为14头，4星12头，2头领头的一公一母，实力5星。
陆子野的队伍往后缓缓撤退，这些暴熊也没有贸然追击，因为他们发现陆子野的狩猎队伍也十分复杂，种类繁多，实力也不俗。这符合了系统介绍里面说的，等级越高的生物，智慧也会更高。双方皆是警惕对方，缓缓后撤，都没有主动开战，危机解除。但是接下来碰到了一批怪物，就没有那么好运了。陆子野遇到了一群半兽人，手持木棒正在狩猎。半兽人3星15头，4星4头。这一战，陆子野也顺利拿下。不得不说，绿毒系的毒液太好用了。被毒液影响后的4星半兽人完全不是陆子野4星单位的对手，那些3星的半兽人更是变得孱弱。快速打扫了战场，陆子野收获了23单位食物，19单位木材，同时成功转化了7头3星半兽人，2头4星半兽人，而且还有3星狂暴野猪也晋级到了4星。到现在为止，陆子野第一天转化的2头3星狂暴野猪都成功晋级4星了，屡屡获得战场胜利，让陆子野这些战士平均忠诚度都在80点左右了。最高的3星地精忠诚度来到了86点，而且已经快要4星了。陆子野清点了一下自己的总兵力，战斗小队包括3星地精 X10、3星丛林矮人 X3、3星狂暴野猪 X16、4星狂暴野猪 X3、3星半兽人 X7、4星半兽人 X4、3星追风狼 X3、4星追风狼 X1、2星绿毒蜥 X10、3星绿毒蜥 X7、4星绿毒蜥 X2。生产队伍2星矮人 X20、2星地精 X10，总人数96。而自己即将进攻的丛林矮人一共100人，其中卫队长拥有吹剑，实力4星，其余矮人3星、2星都有。反观陆子野现在4星已经10名，3星46，拥有绝对的优势。这场战斗之后，可可的第一批13件皮甲也利用交易系统如期交付。陆子野从石阶上缓缓站了起来，利用系统远程发号施令道：部落的勇士们，真正的战斗要开始了，我们将剿灭丛林中的矮人部落。正在打扫战场的狩猎大军听到主的声音，立刻变得狂躁起来。吾主英明，愿为吾主荡清一切敌人，为了部落，吾等万死不辞。荣耀属于陆家屯。大队伍回到部落进行简单的休整，陆子野将13件皮甲优先给了10个4星战士，剩余的3件也分配给了3星战士中经验值最高的3名，这样他们晋级4星之后便是直接拥有了装备。离谱的是，就算是体积庞大的追风狼，皮甲也可以轻轻松松套在他身上，变得轻薄合身。一切准备就绪，陆子野朝着森林的方向大手一挥，出发。好！众战士发出阵阵战吼，响应陆子野的命令。大队伍浩浩荡荡朝着上次发现的矮人部落而去。100人规模的大战即将开打。第13章有勇有谋，拿下矮人部落。幽暗的密林之中，体长4.3米、肩高1.8米的4星追风狼走在最前面，深邃的眼眸，矫健的身姿，极具压迫感。在蓝星，这个体格比雄狮都巨大许多，而在无尽大陆，追风狼完全体能达到6米长、2.2米高。可以想象一下，那样的巨物速度还极快，朝你暴冲而来之时，压迫感简直拉满。而这样的生物却臣服在了陆子野的麾下，加上3星追风狼，一共4头。他的后背上还站着2名3星丛林矮人，警戒着四周。他们是森林之子，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鼻子、耳朵。这样好手，陆子野一共23名，连负责生产的20名都出动了。这种大型围猎，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呼哧呼哧，队伍的两翼是喘着粗重鼻息的11名半兽人在保持阵型，护卫侧翼。4星半兽人身高2米有余，手中提着一根鸡腿形状的木棒，这种粗鄙的武器在他们的蛮力之下，依然能发挥出恐怖的威力。陆子野看着这些庞然大物，心生敬畏，他对棍子有天生的敬畏。如果说小时候被老妈的棍子打一顿是青一块紫一块，那么被半兽人这棍子打一顿就是东一块西一块了。紧跟追风狼后面的是19头狂暴黑猪，最低3星、4星的足3头。那4星狂暴野猪的体格没有风狼那么瘦长，但是肥实不少，皮糙肉厚，冲锋起来宛如陆地坦克。这次围猎战，他们的使命就是第一批冲进敌营，打乱对方阵脚，大部队才能趁乱行事。9条绿毒蜥在地面匍匐前进，时不时吐着长长的舌头，上面沾染着滑腻的毒液。这一战，负责生产的30名战士都来助战了，毕竟对方是一支100人的队伍。围猎需要人数，防止逃逸，增加战争收益。停！站在追风狼后背上的丛林矮人发出警惕的声音。前一秒大队伍还健步如飞，下一秒就戛然而止。陆子野的这支部队骁勇善战，且十分讲究纪律。
尽管丛林矮人才3星，也不是队伍的领袖，但是他们似乎都知道，丛林矮人才最了解丛林矮人，对他的话都十分信任，毕竟都是为了陆家屯而战。队伍停下之后，那名丛林矮人月下狼狈，对众战士说道：“往前100多步就是丛林矮人树洞，有20多名哨兵把守，树洞深邃，易守难攻。几头4星野猪走到了最前面，我们老朱家先冲进去，你们跟上剿灭。”半兽人挠了挠不太聪明的脑袋，质疑道：“里面黑乎乎的，冲进去不会被群殴吗？”有道理。大黑猪摇了摇打卷的尾巴。坐在部落中的鹿子也惊了，这群家伙还会商量战术。不过根据无尽大陆的规则，这些生物在经过孕育池的洗礼之后，都会拥有不错的智慧，野外生物也如此。甚至随着他们的成长，星级的提升，智慧也会越来越高。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群庞然大物扎堆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还真的商量出来一个不错的战术。由追风狼和野猪快速突袭，半兽人紧跟其后，搞定20名哨兵，其余兵力包围树洞。但是进攻树洞的时候，围而不攻，让绿毒蜥在洞外朝里面吐口水，不吐毒液，将洞内的丛林矮人一个个逼出来，逐个厮杀。鹿子也发现这群家伙不但做事有商量，执行力还特么强，简直是创业团队的典范。我陆家屯何愁不兴？近100人的部队确定了策略之后，直接开始缓慢前行，逐渐靠近丛林矮人部落。这么做是缩短暴露的时间，靠近敌人，增加突袭的成功率。这群大家伙凭借着密林的遮掩，一点点靠近丛林矮人部落。画面中，一株100米高的巨树已经出现在了视野中，那就是矮人部落的巢穴所在。忽然，空气中有破风声传来，一支吹箭夹杂着劲风，穿透树叶的遮挡，朝着前方的一头狂暴野猪而来。伴随着箭矢的破风声，还有敌方哨兵的呼喊：“有敌人！有敌人！”噗呲，吹箭命中了4星狂暴野猪。本就皮糙肉厚，加上皮甲的防护，这一箭不能说不痛不痒，但也可以说无伤大雅了。已经暴露被发现后，就没有任何遮遮掩掩了。追风狼一跃而起，狂暴的速度撞断了沿途的树枝，直接暴冲而去。身后有野猪同行，半兽人手持木棒，开启奔袭模式。敌方数名丛林矮人哨兵要么被追风狼直接掀翻，撞飞到了半空中，还没有落地，后面的半兽人凌空一棒将其击毙。杀！后方的一群地精和丛林矮人也冲了上去，区20名哨兵根本阻挡不来这支大军如此野蛮的冲锋，他们要么当场暴毙，要么退守树洞。只见前方那株100米高的参天巨树，树干直径来到了10米，内部部分中空，被矮人挖掘出了一个螺旋向上的内部空间。这样的结构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庇护所，这群丛林矮人就居住在里面。而巨树的半腰上，一名身材明显魁梧得多的丛林矮人卫队长正在手持吹剑，朝着下方鹿子野的大军疯狂射击。鹿子野的战士时不时有人中箭，但是大部分箭矢都由前排狂暴野猪来承受了，他们义无反顾挡在了最前面，当场击杀了16名哨兵，其余退回树洞。树洞内传来了各种呼喊声，有咒骂声，有喊打喊杀声。树洞的入口并不狭窄，足足3米宽，就算是追风狼也能轻松闯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内部空间无法让大军一起闯入，逐一进入会引来对方的集火，哪怕是4星的狂暴野猪也顶不住内部近100人的围攻。这个时候10几条绿毒蜥吐着舌头摆开了架势，他们以扇形分布在洞口，然后齐齐朝着树洞内开始喷吐毒液。绿油油湿哒哒的粘液不断射入树洞内，里面传来了惊恐的声音：啊，我的眼睛！为什么我浑身麻木，腿脚不听使唤了？啊，该死的杂碎，竟然用毒！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小，声音越来越虚弱，看来里面的丛林矮人身体已经麻痹了。冲啊！一名半兽人挥舞着手中木棒大喝道。几头4星狂暴野猪一马当先，为了陆家屯，为了部落，为了无主，狂暴野猪冲入树洞，里面传来激烈的打斗声，进入的战士越来越多了，厮杀声越来越密集。鹿子也看着自己系统中的战报都是对方的死亡信息，他心中明白，这一仗拿下100人的部落，这得爆出多少材料？还有一个巢穴，矮人在这里不知道堆积了多少物资，这一仗是我陆家屯的崛起之战啊！第14章恐怖收益，打造吹剑。洞穴内一片厮杀，双方实力悬殊。鹿子野的4星兵种一旦突入树洞内，对方几乎没有任何逃跑的余地和空间。随着树洞内螺旋向上的阶梯一路追杀，整个森林矮人部落都陷入了恐慌。而站在高处的那一名矮人卫队长已经被吓得抖若筛糠，颤颤巍巍吼道：你们这群恶魔，你们一定会招来我们整个矮人部落的愤怒，杀了我，你们必死无疑！鹿子野听手下的矮人说过，这个树洞的100人其实只是矮人部落在外的一个采集站，
而丛林更深处才是矮人部落的总部，那里的矮人实力更强大，数量更多。不过陆子也不会担心他们的报复，因为7天的新手期自己是绝对安全的。7天之后，自己如果还搞不定一个矮人部落，那也太菜了。那些追杀矮人的战士则是对着卫队长怒吼道：“亵渎无主，死！”他们才不会惯着这种将死之人。一头追风狼一跃而起，将卫队长从高空扑倒到地面，然后卫队长立刻陷入了被围攻的局面。不用看，他一定死得很惨。战斗总算落下了帷幕。这一战一共清剿了101名丛林矮人，其中4星丛林矮人1名，3星丛林矮人40名，2星丛林矮人60名。如此庞大的击杀数量，让许多参战战士都升级了，系统的战报也变得极其丰富。恭喜您取得战斗胜利！本次战斗，部落牺牲3星丛林矮人1名，3星半兽人2名，3星追风狼1头，3星地精1名。这次战斗，陆子也首次出现了阵亡，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战斗规模越大，出现伤亡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次牺牲的战士都是冲锋进入树洞的时候造成的，他们勇猛无比，倒在了冲锋的路上。但是以如此代价拿下百人部落，也算物超所值了。而且转化成功的帮凶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本次战斗缴获食物513单位，缴获木材494单位，缴获铁矿191单位，缴获石材331单位，缴获皮革 X29。这些物资除了击杀分解的食物，还有这群丛林矮人在树洞中的藏品，收获颇丰。本次战斗成功转化4星丛林矮人1名，3星丛林矮人18名，2星丛林矮人30名。漂亮！陆子也心中一喜，那名4星的卫队长被转化成功了，自己的4星单位又增加了。本次战斗2名地精成功晋级4星，2头狂暴野猪晋级4星，2头追风狼晋级4星，4头2星绿毒蜥晋级3星。好家伙，刚刚的战斗让早期加入战斗队伍的几个地精从3星晋级到了4星，狂暴野猪也有2头晋级了，3星追风狼一共3头，牺牲1头，另外2头成功斩杀不少敌人，纷纷晋级4星。3星和4星的绿毒蜥没有变化，毕竟刚刚加入战斗，但是有4头2星的绿毒蜥晋级到了3星，也算是不错的收获。成功转化的那些丛林矮人，除了3星，陆子野全部都派遣到了城产小队。这次陆子野拥有战斗队伍：4星地精 X2， 3星地精 X7， 4星丛林矮人 X1， 3星丛林矮人 X20， 3星狂暴野猪 X14， 4星狂暴野猪 X5， 3星半兽人 X5， 4星半兽人 X4， 4星追风狼 X3， 2星绿毒蜥 X6， 3星绿毒蜥 X10， 4星绿毒蜥 X3。生产队伍：2星矮人 X50， 2星地精 X10， 总人数140人，其中生产队伍70人，让陆子野的每日的采集效率大大提升。足足140人啊！陆子野心中激动，这才第2天，队伍就已经如此庞大了。而惊喜还远未结束，恭喜您在战斗中缴获初级装备图纸、吹剑。图纸可以交易，也可以自己使用，但是自己使用之后，图纸就无法交易了。如果是自己生产装备，需要额外的人身投入，而且侏儒对于生产装备拥有 50% 的效率加成，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就外包给可可吧。陆子也查看了一下图纸，发现2木材加1金铁才能制作一套吹剑，包括剑筒1个和10枚剑矢。而自己可以使用吹剑的人形单位只有3星、4星丛林矮人和3星、4星地精。陆子也一共有30人这样队伍，2星的不参战都在采集。半兽人有自己的木棒，且不适合使用吹剑，其他兵种无法使用吹剑。而金铁的制作需要有熔炉将铁矿炼制成为金铁。可可那个运气女孩刚好拥有熔炉，陆子也记得对方说过，所以这件事只能麻烦这个家伙了，自己还不用出人手，他直接生产就是了。于是陆子也心中有了计划，立刻联系了可可。在吗？我这边有一些装备需要打造。可可这边正在一边监工自己的侏儒打造剩下的皮甲，一边热情回复道：大哥哥，我在的，你好厉害啊！战力榜你遥遥领先，都已经5000战斗力，你已经把后面的人甩开一大截了。啊！陆子也还真没去关心自己的战斗力增长，他看了一眼战力榜，还真是自己这一波提升之后，居然战斗来到了整整5000，不可谓不夸张。想想也是，新加入了那么多帮凶，还有一大批战士从3星晋级4星，的确战力飙升了不少。大哥哥，您要我打造什么装备？可可这边只能制作皮甲呀，装备需要图纸的呢。我有一个吹剑图纸，你帮我制作30套吹剑，越快越好。吹剑？我记得吹剑需要金铁，可可没有铁矿。我有。陆子野直接将100木材加50铁矿、4个绿毒蜥强力毒线，还有图纸以及29份皮革一并交给了可可。这样的阔绰出手让可可心中大惊。大哥哥，
你是不是记错了？30套吹剑只需要60单位木材和30单位的铁矿啊。陆子野笑了笑，回复道：你的侏儒也是人形生物吧，也可以使用吹剑，所以多余的材料，你给自己也打造一些。在前期，吹剑是不错的武器，尤其你的侏儒数量不少，能对敌人造成巨大威胁，也有一定自保能力，而且你还可以给吹剑淬毒。这一刻，可可简直不要太激动，他激动地回复道：555，大哥哥对可可太好了，我一定加班加点把这些装备制作出来，我有40名侏儒，效率很高的。这一刻的可可下定了莫大决心，一定要紧紧抱住陆子野这条肥硕的大腿，不但可靠，还对属下很关心呢。这一刻，可可已经默认自己是陆子野的小跟班了。辛苦了。陆子野关闭了聊天框，不再关注。侏儒是一星生物，每一天能孕育20名，用来发展生产，确实不错。陆子野现在关注的是那群狼人，似乎也应该一并清算了。第15章，首次围剿5星兵种，杀。陆子野对于目前部落的发展很是满意，无论是战斗力还是生产队伍都是狂飙。剿灭了丛林矮人的一个小分支部落后，陆子野立刻命令生产队伍归队生产，让战斗队伍前往采集地周边进行狩猎。目的很简单，狼人刚刚袭扰过自己的采集地，很有可能还会再来。毕竟在这个狼人领主的眼中，自己的采集地就等于是他的资源地，任由宰割。所谓邻居囤粮我吞抢，邻居就是我粮仓，就是这个理。这是陆子野不是软柿子，这次定让他有来无回。相距不远的孤狼部落，魏青山一脸的倨傲，因为他此刻拥有8头狼人，其中2头已经晋级了5星，实力的确不俗。而他的狼人刚刚经历了一次厮杀，全歼隔壁一位领主的野外采集地的所有劳工，攫取了大量资源。此刻魏青山内心无比狂热，颇有雄主的气势。他看向自己麾下身高2米多、肌肉虬结、利爪森森的狼人，豪言壮志道：听我命令，继续扫荡周边部落的采集地，让他们明白我才是这个地区唯一的霸主。7天新手期一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吼！狼人的喉咙中传出低沉的怒吼，响应主的命令，扭头狂奔向一望无际的森林。这群狼人奔袭在幽暗森林，一头在路旁吃草的狂暴野猪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是被5星狼人一爪拍飞，随后被直接撕碎。这批狼人对于打劫其他部落已经驾轻就熟，他们十分熟悉周边几个采集地的分布，一家家挨个偷袭。用魏青山的评价就是专业过硬，从未失手。可惜这一次他们要令主人失望了，这一次将会变成专业过硬也会失手。陆子野的大军刚刚巡逻到自己的采集地，这里有木材，有石料，有铁矿石，距离陆子野的部落也很近，被陆子野指定为自己的采集地也是符合条件的。可可也刚刚完成了剩下的皮甲制造，又交付了16套皮甲。他现在的生产任务很重，优先生产吹剑，后面还有29套皮甲的生产。好在他拥有40名侏儒，而且明天又可以孕育20名了。站在树梢上的4星丛林矮人视力极好，他看到了远处的丛林不断有树枝折断，草木轻浮，一看就是有大型生物在快速接近。有敌人！他发出警戒。下一刻，所有负责生产的几十名战士立刻带上采集的物资，疯狂跑回部落。现在的战争强度，他们已经很难参加了。而剩下的4星、3星战士立刻完成了战斗集结。4星狂暴野猪身披皮甲，列阵在前，锋利的獠牙在地上摩擦出一道道痕迹，兽血沸腾，粗重的鼻息将地面的尘土都吹得高高扬起。追风狼体型庞大，身子伏低，做好了随时突袭的准备。半兽人手持大棒，眼神愠怒，他发誓，谁敢来抢劫主人的成果，一定要轻轻敲醒对方沉睡的心灵。所有绿毒蜥提前进行了深呼吸准备，他们没别的意思，作为职业喷子，一会一定要喷得又快又准。4星、3星的地精和丛林矮人身姿矫健，纷纷骑上了追风狼和狂暴野猪。一会他们的坐骑冲锋的时候，他们会借着惯性扑向敌人，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撕咬。前方的树木疯狂被巨力折断，一头头体型庞大的狼人最终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这一刻，双方都懵了。孤狼部落狼人，什么情况？这么多生物从哪来的？上次可不是这番景象。陆家屯战士，什么情况？就这么点狼人也敢袭击无主的资源地？厕所打灯笼找屎呢？短暂的愣神之后，陆子野的大军直接发出阵阵兽吼，冲锋向前。4星狂暴野猪和4星追风狼一马当先，冲向狼人。他们背后的地精、丛林矮人直接站了起来，一起发出怒吼。如此阵仗，连对方的狼人也被震撼到了。吼！5星狼人第一个冲了出去，天生的凶悍，加上5星的实力，不允许他犹豫，犹豫就会败北。但是这一次，果断也会白给。砰！一头4星狂暴野猪携带无匹的力量腾空而起，
撞向最前面的五星狼人。五星狼人奋力一挥，强大的力量直接将四星野猪拍得横飞出去。但是狂暴野猪背上的四星地精已经顺势腾空而起，窜到了狼人身上，利齿直接痛咬而去，直接瞄准了狼人的喉咙。本来五星狼人的战斗素质极高，他可以轻松一爪子揪下这讨厌的地精。可是冲锋的狂暴野猪何止一头啊！砰砰砰！五星狼人的腰部、腿部、胸部被四星狂暴野猪连续猛击，长长的獠牙直接刺入狼人的身体。痛！太痛了！狼人的身躯被撞得形如龙虾，向后弓了下去，一口兽血直接喷涌而出，喉咙也被四星地精撕开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如注。你强任你强，数量才是王。如此遭遇的不只是这一头五星狼人，几乎所有的狼人都遭遇了同样的待遇，只是两头五星狼人的待遇比较特殊，被一群四星实力的战士围殴。Tui Tui Tui， 远处传来了吐口水的声音，一坨坨又黏又臭的毒液粘在了狼人的伤口上，加速了毒性的爆发。五星狼人被几条四星绿毒蜥特殊照顾，喷得体无完肤。这一刻，狼人队伍仿佛得了小儿麻痹戈壁症，动作走形，行动迟缓，而且越来越严重。胜利的天平开始疯狂倾向陆子野。您的四星狼人已经阵亡，您的五星狼人陷入重伤，您的四星狼人阵亡 X2、X3。孤狼部落的魏青山被一道道系统提示音惊醒。他从来没有跟随战士视野查看战斗实况的习惯，因为不需要，一直都在赢，有什么好看的？不是顺风局就是碾压局。本来准备午休一会的他猛然起身，这个时候他想起来看看战斗实况了。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借助前方狼人的共享视野，他看到了骇人的战况。自己的狼人横七竖八被撞飞，有两头已经嗝屁了。两头五星狼人的背上扛了好几个地精和丛林矮人，正被疯狂撕咬着。他立刻查看对方战士的信息，得到了一个让他浑身战栗的名字：陆家屯。他猛然惊醒，后背发凉。是他，是他，就是他！战力榜第一的陆家屯。这一刻，魏青山的眼神都明亮了，被打醒了。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个名字正是被自己偷袭过的部落，而自己招惹了最为强大的榜一大哥。我真他妈该死啊！魏青山痛苦抱头，蹲在石阶上，他竟然哭了起来。第16章，转化五星狼人，准备晋级部落。这一仗的失利，对于魏青山而言，属实是致命打击了。2天，一共孕育了8头狼人，其中2头好不容易升级到了5星，总战斗力颇为不俗，来到了惊人的810。如果明天再招募4头4星狼人，自己也是战力破千的强者了。可是现在，一切化为乌有。此刻的魏青山已经关闭了共享视野，画面惨不忍睹，他已经知道了结果，全军覆没。一想到自己10分钟之前还无敌于周边区域，而现在只能龟缩在领地，等待明天孕育4头狼人后才敢猥琐发育，他恨啊，后悔啊！发育到第3天，自己只能拥有4头4星狼人，优势全无。第3天，就算是地级兵种的人都已经召唤了30头2星兵种，没准人家随便晋级了几个3星的，都敢和他叫板了。一步错，步步错，魏青山悔到了骨子里。如果自己早一点想起来那个名字，想起来他就是榜一大哥，何至于此啊？魏青山从未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不是记性不好，自从他到处打劫的那一刻，就注定早晚要栽在别人手里。而陆子野这边则是异常兴奋地看着战场上的一举一动，自己终于有机会转化5星兵种了，50%的几率，总应该给我一头吧。此刻，陆子野也深刻认识到了孕育池等级的重要性。如果现在自己的孕育池等级足够高，转化几率提升到100%，何愁不转化？何必提心吊胆？资源，陆子野此刻对资源的渴望来到了新的高度。目前自己手里各项资源都有大几百单位了，这都是采集工人的功劳，以及上次剿灭百人矮人部落的收获。晋级部落需要除了金铁之外各1000，估计今天晚些时候能够凑齐了。陆子野展望未来之际，战斗也落下了帷幕，一条条令人振奋的系统战报接踵而至。恭喜您取得战斗胜利，击杀5星狼人 X2、4星狼人 X6， 分解食物 X16。恭喜您成功转化5星狼人1头，4星狼人3头，他们已经加入您的部落，为您效忠。本次战斗4条绿毒蜥由2星晋级3星，1条绿毒蜥由3星晋级4星，1个地精由3星晋级4星，1名半兽人由3星晋级4星。由于部落第一次战胜强大的5星生物，所有战士忠诚度+1。这一战令全部落战士士气高涨，他们感觉部落很强，就算是5星生物依旧可以拿下。陆家屯部落由此跨入了快速的发展轨道。吾主万岁！歌颂陆家屯，我爱陆家屯，一切强敌都是纸老虎罢了。
战士们围着敌人的尸体欢呼雀跃，最开心的莫过于那些采集工，他们老是被这些可恶的狼人骚扰、偷袭，今天终于大仇得报了。一名2星地精踩着5星狼人的尸体大叫道：“睡你麻痹，起来嗨！”路子也发现这些生物的性格好像越来越像自己了，有点野啊。难道领主会影响兵种的性格？路子也对此表示大为震撼。总算是拥有一个5星兵种了，路子也心里踏实了许多。他用自己的战力和 A 级兵种的领主进行了一个简单对比。截止现在 ，A 级领主应该拥有4个5星兵种，强大的 A 级领主应该拥有2个6星、2个5星。如果自己遭遇这样的强敌，应该可以拼一个2败俱伤，最后惨胜。因为自己现在已经拥有一个5星、24个4星、3星更是57个，一个6星相当于4倍于4星的实力，当然实际战斗起来肯定比4个4星厉害。不过自己用人海战术，再配合毒液口水，应该可以惨胜。但是自己马上就要拥有毒吹剑了，这个装备将极大提升自己的实力。因为那些人形战士可以远程攻击目标，自己的前排只需要限制对方行动即可。路子也搓了搓手，一脸的激动，一边让自己的生产队伍继续加班采集物资，一边指挥自己的战斗队伍继续狩猎升级。现在时间还早，每1分钟都很宝贵啊。路子野的大军刚刚出门，便是遭遇到了一支20头追风狼狼群，其中4星追风狼占了一半。换成昨天，路子野的战士只能掉头就跑，可是如今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双方立刻爆发了战斗，路子野却是没有去观摩，因为他看到了一头4星追风狼直接被狼人的利爪穿透了喉咙，简直不要太恐怖。这一战没有任何悬念，自己的军队不但人数、实力都碾压对方，而且专业过硬，配合默契，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战法。路子野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各项资源，就算是所有的生产队伍拼了命的采集，自己的石料和木材依然不够，反而是粮食和铁矿石多出来200多单位，而铁矿短期之内没有大量的需求，所以路子野打算用铁矿石兑换一些石料和木材。目前市场上的物资兑换比例已经很成熟了，粮食最为便宜，2单位粮食可以兑换1单位木材或者1单位石料，4单位粮食可以兑换1单位铁矿石。也就是说，铁矿的价值是石料、木材的2倍，而后者又是粮食的2倍价值。路子野直接挂了100单位铁矿石上去，兑换100单位石料加100单位木材。让路子野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刚刚挂上去不到10秒钟就被人兑换了。路子野差点怀疑是不是自己输错数量了，上当了。结果就看到了几十条陌生人信息：陆大哥想要石料和木材直说啊，我送您一些都可以啊，还跑什么交易市场，多麻烦。我手慢了呀，陆哥，下次想要交易物资直接私聊小弟呗，求个好友喂。这样的信息越来越多，都是来讨好路子野的。结果路子野发现，这些逼一边说可以送给自己物资，一边直接点了交易，真够虚伪的，直接无视了这些信息。不过好在自己的名头也让自己交易物资方便了不少，至少节约了等待时间。交易物资的领主很多，大家价格都差不多，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交易上架就能立刻清空的。这次交易之后，路子野计算了下自己的采集速度，差不多在系统23点左右能完成终极部落的晋级。部落到达终极之后，就可以升级孕育池了，到时候自己每天可以孕育20名2星地精，最关键的是自己的转化成功率将会提升到 60%。 大哥哥在吗？30套吹剑打造完成了，累死可可的侏儒们了，我现在就指定交易给您。路子野的思绪被可可的私聊信息打断。好，路子野心中狂喜，通过交易频道拿到了30套淬毒吹剑。而刚好这个时候，自己的战斗队伍也完成了对追风狼群的狩猎。这一次成功转化了5头4星追风狼，5头3星追风狼，自己的队伍没有重伤。还有最后2条2星的绿毒蜥也晋级到了3星，其他战士也有几名晋级了。这支战斗队伍截止现在没有1头2星兵种了，最低3星，真是好事成双啊。路子也叫回自己的大军，反正这些战力队伍都距离部落不远，先装备上吹剑，再去狩猎。磨刀不误砍柴工，不差这点时间。有了吹剑，对方就算是6、7头5星生物，路子野也敢碰一碰。第17章淬毒的吹剑火爆拍卖。路子野成功获得了30套吹剑，此刻的可可也正在奋力打造剩下的吹剑。剩下的吹剑是路子野送给他的材料，制造出来用于他自保。路子野看到吹剑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短小精悍的武器。吹筒是实木打造，中空，工艺不错。剑矢是木柄加一个细小的金铁针头，针头上面淬了毒，来自4星绿毒蜥。未来绿毒蜥升级到5星之后，路子也会更新淬毒的等级，与时俱进嘛。没有最毒，只有更毒。他命令一名采矿的2星地精演示一次看看效果，效果直接惊呆了路子野。2星地精直接瞄准100米外的树干，用力一吹，咻！剑矢发出清脆的破风声，精准命中。多次试验之后，他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有效射程150米，极为精准。这一幕惊呆了生产队伍的地精和丛林矮人，他们没有想到2星的实力能通过这款武器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力。野外战斗队伍归来也是看到了这一幕，部落直接沸腾了。吾主威武，陆家屯牛逼，赞美吾主，吾主牛逼，卧槽，可以，来，朝我老猪腿上来一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试试身体素质。一时间，陆子野的这些战士又更新了许多赞美词儿，越来越人性化了。陆子野让3星的地精又试了一波，居然有效射程来到了210米，而4星地精的测试让有效射程直接来到了280米，恐怖如斯。看来使用人的实力会影响武器的威力。就在陆子野准备将武器装备给大队伍的时候，他忽然一拍脑门，发现了新大陆。这个淬毒吹剑别看是初级武器，但是打造的难度极高，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你的种族必须拥有打造能力，比如侏儒、矮人、地精等等种族才可以打造；第二，你必须拥有熔炉，没有熔炉无法获得精铁；第三，你还必须拥有吹剑图纸，没有图纸也无法打造；第四，你还必须击杀过绿毒蜥，才能有毒线用来淬毒。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所以说自己手里这30套吹剑可不是凡物啊！而且这些吹剑极其适合给弱小的人形兵种使用，如果大量装备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就算是少量装备，在对付强大生物的时候，远程攻击加上淬毒后的毒效，也能让战斗变得更加轻松。陆子野点开了交易频道，拍卖专栏，他决定先拍卖几个试试，只要价格满意，我用拍卖的材料继续打造就是了。只是苦了可，日后补偿他吧。说干就干，陆子野直接将一套淬毒吹剑上架到拍卖频道，起价50木材或等价其他物资。对于陆子野而言，无论是50木材还是50弹料或者25铁矿石都一样，他现在的名气，想要把几种物资平价兑换，轻而易举。不过这次拍卖，陆子野把拍卖房的名字取得很响亮，毕竟标题党才是 YYDS 战力榜1武器拍卖淬毒吹剑。而且在装备详情介绍一栏，陆子野也极尽渲染淬毒吹剑的效果。拍卖倒计时9分59秒，没错，别人的拍卖时间都是1天，陆子野直接设定为10分钟，不给别人思考的时间，这叫冲动消费。就好像你去酒吧喝酒，几个妹子给你一顿吹嘘，各种小哥哥、大帅哥一喊，你就飘了。然后本场消费由赵公子买单，等你第2天酒醒了，得悔出肠子来，但是一切都晚了。换成别人说这个吹剑多牛逼，一定有人怀疑。就好像说那个毒液来自6星的绿毒蜥，谁信啊？但是榜1大哥陆子野拍卖，就有人信了。毕竟就连林婉这种 A 级兵种，第1天都能击杀5星生物，陆子野作为榜1大哥，用6星绿毒蜥淬个毒，不奇怪吧？至于是不是6星毒液，谁知道？这个世界又没有化验室。而且陆子野说只有1份，也加剧了大家的紧迫感，生怕错过，玩命出价。等他们买走了，陆子野再上架1份，就说新品到货，嘿嘿嘿。什么？你担心拍卖时间10分钟太短，没人买，没人看到？几亿个领主1天都在部落里面闲得蛋疼，刷交易频道的大有人在。这一波陆子野属实是玩明白了。刚刚上架拍卖不久，聊天频道就炸锅了。卧槽，你们看到了吗？榜1大哥在拍卖武器，这要牛逼，我去看看。淬毒吹剑我看到了，起拍价50木材，现在已经出价250了，谁买谁是250，特么的初级武器，值这个价格。沙比巴尼，你也不看这个武器谁拍卖的？那可是榜1大哥，人家说不定就是用这种武器冲上榜1的。楼上说不值得的，你看看材料就知道了。那玩意用6星绿毒蜥的毒液淬毒，别的不说，你们知道6星生物的毒有多猛吗？难道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一定很强。已经400了，卧槽，真离谱。我是没有那么多物资，不然我也去拍。真有那么好？当然，这玩意射程那么远，还带毒，用来对付一些强大的目标，再合适不过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对方是4星实力，我这边只有3个3星，正常情况下，我可能不敢上。但是如果有这个武器，我敢先给他上毒，然后一直远程攻击，等他靠近后再群殴，战斗难度下降了几倍。有道理，我去出个500试试。别去出价500了，人家已经炒到600了。卧槽，尊都假都。而坐在部落台阶上看着虚拟光幕的陆子野，嘴都笑到了耳根子。刚刚还担心物资不够晋级部落，如今看来自己多虑了，哈哈哈。10分钟的竞拍，十分精彩，出价一个比一个离谱。最终有人在最后1秒以800木材拿下了吹剑。800木材啊，陆子爷可以用来打造多少套吹剑了？
聊天频道，这名幸运儿异常兴奋。卧槽，被我买到了！我的部落是地级丛林矮人兵种，我可是挖了整整2天木材，还卖掉了一些意外收获的物资，才凑够了5555，太激动了！榜一大哥的唯一武器终于到手了，我要起飞了！一开始还有人在恭喜这名幸运儿，直到陆子野又上架了一个吹剑，连简介都懒得改。战力榜一武器拍卖，淬毒吹剑。本吹剑有效射程150至280米，具体射程受到使用兵种实力影响。毒液来自6星绿毒烯，对目标具备强力麻痹效果，影响目标反应速度、行动速度，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必备神器。仅此一份榜一推荐，你值得拥有。所有人骂了，说好的唯一一份呢？这哪是幸运儿，这特么简直是大冤种！嘴上骂骂咧咧，身体却是诚实的。又有人出价了，100、150、200，拍卖场再度火爆起来。第18章晋级孕育池火爆拍卖。看到陆子野反手又开始拍卖了，聊天频道的人彻底绷不住了。卧槽，不是说就一个？榜一大哥是个奸商啊！555，奸商不奸商我不知道，但是我真想要啊！疯了，我还花800木材拍下来，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楼上的能买到就行了，这一个又涨到500了，只要东西好用，你管它是不是独一份。果然，面对几亿人的市场，好东西真不缺买家。陆子野的第2个淬毒吹剑以700弹料的价格再次成交，比上一个低了100。第2个怕别人说是冤种，选择了匿名交易。就当大家以为陆子野还会继续放出淬毒吹剑的时候，他又不卖了，直接宣布没货了。这特么是什么鬼销售方式？主打一个叛逆是吧？卧槽，我就喜欢陆大佬这种个性。哈哈，笑死！你以为是独一份儿，我还有；你以为我还有，我缺货了。关键下次什么时候有货还不说，这不馋人吗？还有，2位买到吹剑的大佬，等你们实战后记得说说效果呀，看看值不值得。聊天频道还在继续嚷嚷着，而陆子野这边已经笑嘻了，2个淬毒吹剑以高出实际成本几百倍价格卖出去2个，手中突然增加了大几百的木材和石料，他已经满足了。倒不是说他不想赚了，而是想要赚大钱，不能一次就露家底，这样会降低自己商品的价值。第2把吹剑的拍卖价格就比第1个低了100，继续拍卖只会越来越低的成交价。只要吹剑什么时候都能制造，只要有材料，不着急拍卖了。等这2个买家公布实战效果之后再卖，陆子也觉得还能提升一下业绩。毕竟淬毒吹剑在性能上确实好用，好东西不怕没人买。拿着新到手的物资，陆子也直接在系统中开始了部落晋级。您正在消耗木材1000、石材1000、食物1000，用于晋级初级部落至中级部落，该操作不可撤回，请确认。确定晋级。下一刻，陆子野的仓库物资肉眼可见少了一大堆，而部落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低矮的围墙变得严整了许多，高大了许多，那些石阶也变得光亮起来，看起来高档了一些。晋级成功，中级部落可以拥有2级部落建筑，同时部落的城墙防御值更高，更加坚固。陆子也看了一眼部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外部防御城墙确实坚固了一点，不过用处不大。如果你的部落都被人攻打进来了，想要依靠这种建筑抵挡住进攻，几乎不太现实。但是部落晋级后可以拥有2级建筑，这个功能是陆子野梦寐以求的。因为没有建筑图纸，目前部落就2个基础建筑，仓库和孕育池。此刻孕育池的升级已经开放，可以从1级升级到2级，而需要的材料比升级部落要少许多，只要食物300、木材300、石料300。没有任何犹豫，陆子野直接开始升级。您正在消耗木材300、石材300、食物300，用于晋级1级孕育池至2级孕育池，该操作不可撤回，请确认。确定。面中3星4星的地精和丛林矮人手持吹剑，骑在狂暴野猪或风狼的背上继续前行。5星狼人和一名树上的4星丛林矮人在前面探路，他们一个熟悉地形，一个嗅觉灵敏，简直是开路神器。后面的队伍中有说有笑，气氛热烈。老朱，你背上的毛该刮一刮了，刺挠得很。坐在背上的地精挠了挠屁股，抱怨道。下面的4星大黑猪喘了一道粗重的鼻息，语重心长道：你能安稳的在我背上装逼，那是因为老子在负重前行。滚下来，老子骑你！周围的一群狂暴野猪笑出猪叫。哈哈哈！哥，一头地精直接从风狼背上笑翻过去。哎，你们说前面的5星狼人哥是公的还是母的？一头4星追风狼一边漫不经心走着，一边八卦道：我操，你不会暗恋人家吧？你们虽然都带着狼字，但是不行吧？品种都不同。追风狼背上的丛林矮人跳脚道：是吗？我还以为咱们一样呢。4星追风狼在风中陷入了凌乱。
在部落中目睹这群逗逼的交流，笑得停不下来，越来越有意思了。有敌情，准备战斗！前面的5星狼人高举一只手臂，示意队伍停止前进，备战。上一秒还嘻嘻哈哈，下一秒立刻切换战斗模式。追风狼和狂暴野猪甚至伏低，做好冲锋准备。后背上的地精和丛林矮人纷纷一手持吹剑，一手抓好坐骑，随时准备进攻。而前方大树上的那名4星丛林矮人站得高，看得远，给出了更加详细的敌情。前方180米，6头大地暴熊，5星5头，6星1头。鹿子野眸子发光，居然碰到大地暴熊了，一种极度危险的生物。B 级兵种，幼年期就4星实力，成长期初期5星，成长期末期6星，成年期初期7星，后期8星，完全体可以到达9-10星实力。只见鹿子野的队伍已经完成了列阵，所有战士排列成了箭头阵型。下一秒，2个5星单位冲在了最前方，充当箭头，身后是其余战士紧跟上。杀！为了部落，荣耀终归无主。陆家屯战士第一次直面6星生物，大战起。第20章喜提图纸，暴风雕像。5星狼人与5星狂暴野猪协同并进，身后是一群悍不畏死的战友伴随冲锋。大地暴熊庞大的身躯自远处奔袭而来，咚咚咚，巨大的体重让地面都跟随震动起来。咻咻咻，密集的箭矢破空而至，刺破大地暴熊的皮肤，深入血肉，随后毒性慢慢释放。大地暴熊的动作开始缓慢，他们用力摇了摇硕大的脑袋，似乎想摆脱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却无济于事。大地暴熊的速度迟缓之后，追风狼的速度进一步碾压了对方。那些追风狼甚至搭载着地精、丛林矮人，利用吹剑风筝大地暴熊。而大部分完成了包围之后，并未急于发起突袭，他们已经学会了许多战法，学会了控制我方损失。嗷呜！大地暴熊气得嗷嗷乱叫，甚至直立起肥硕的身躯拍击空中飞来的箭矢，有点神志不清了。Tui，刚才是淬毒吹剑的毒，现在是一群绿毒蜥现场制作的新鲜毒液喷涌而去。大地暴熊的毒性进一步叠加，行动更加迟缓。不过那头6星的大地暴熊怒吼着已经冲了过来，他的身上还插着18枚箭矢。5星狼人和5星狂暴野猪交换了一个眼神，冲了上去。目前队伍中只有他们是5星实力，对付被毒素影响后的6星暴熊能有一战之力。砰！5星野猪4蹄翻飞，后足发力，接近1吨重的体重腾空而起，2米高，5米远，宛如车头一般撞向6星大地暴熊。下一刻，令人惊骇的一幕发生了，大地暴熊竟然单掌往下一按，将5星狂暴野猪从高空拦截住，无法寸进一步。落地后的狂暴野猪拼尽全力冲击，而大地暴熊的力量按住他的猪头，反逼得他身体一步步倒退，4条粗壮的猪蹄在地面上划出清晰深刻的划痕。大地暴熊腾出另外一只熊掌，对着狂暴野猪的脑门就要拍下。嗷呜！5星狼人奔袭而至，长臂舒展而开，挥击而下，利爪在空中划出一个优美的半圆。6星大地暴熊不得不放弃攻击狂暴野猪，反手格挡。双方的粗壮手臂在空中僵持不下，大地暴熊以1敌2，却略显上风。因为狂暴野猪和狼人的身形都有渐渐不支的迹象，这还是被毒素影响后的大地暴熊，可想而知其全盛状态下的战力何其彪悍。但是鹿子野人多，除了2个5星，鹿子野还有40名4星，他们围攻一部分5星大地暴熊之余，还腾出了10头围猎6星暴熊。那些4星野猪的獠牙疯狂戳向大地暴熊，4星风狼的利齿不断撕扯暴熊的皮肉。更可怕的是，那些矮小的4星地精直接跃向大地暴熊后背，干起了熟悉的行当，啃脖子。更离谱的是，还有几头半兽人高举大棒，正在对着大地暴熊的脑门哐哐一顿锤。这个时候就差配音80，呼哧呼哧，毒性在加剧，血液在流逝，大地暴熊的身体开始颤抖，进攻的压力让他出现了力竭。5星狂暴野猪开始前进，狼人的利爪开始占据上风，而其他5星大地暴熊的情况更加糟糕，他们没有6星大地暴熊那么强大的抗毒性，被毒素影响后，实力只能相当于2头4星生物。可是鹿子野这边4星生物何止2头，那是40头啊！战场开始出现碾压态势，包围圈渐渐缩小，攻击的频率越来越高。噗呲，随着一道血肉撕扯的声音传来，6星大地暴熊的巨大头颅竟然在5星狼人的连续攻击下被扯了下来。他高举战利品，发出一声啸叫，响彻原野，部落威武，无主威武，肃清这些野兽。其他战士受到鼓励，一个个发了疯一般开始撕扯剩下的5星大地暴熊。整个战斗过程，鹿子野都是站着看完的，精彩刺激，远胜好莱坞大片。此刻，鹿子野的内心无比激动，因为最精彩的结算环节要来了。60%的转化成功率，
让他比以前有了底气。六星兵种真的要来了吗？随着战场上所有目标被击杀，优美的系统提示也如期而至。恭喜您取得本次战斗胜利，您获得37单位实物、建筑图纸、暴风雕像。您成功转化5星大地暴熊2头，6星大地暴熊1头。成了！哈哈哈哈！陆子野激动地在孕育池旁挥起了拳头。这特么可是6星兵种啊！刚才的战斗已经见识过他的强大了。如果不是中毒太深，估计陆子野这一仗多少要躺下几个战士。但是这一仗只有2个重伤，6个轻伤，无一伤亡。本次战斗，2名3星地精晋级4星，2名丛林矮人晋级4星，2头狂暴野猪晋级4星，1名半兽人晋级4星，1头3星绿毒蜥晋级4星，1头4星绿毒蜥晋级5星。受到胜利鼓舞，38名战士忠诚度+1，12名战士忠诚度+2。陆子也惊呆了，虽然这次只是击杀了6头大地暴熊，但是升级的战士特别多。而依靠经验值第一个升级到5星的，并不是早加入的那些战士，反而是比较迟加入队伍的4星绿毒蜥先晋级了5星。陆子也想了半天，算是知道了原因，因为自己的所有毒素采集都用了这头4星的绿毒蜥，而他的毒素在多次战斗中建功，难道系统给他分配了额外的经验？不过这也是好事，回头就用5星绿毒蜥的毒液重新涂抹吹剑，让毒素的威力更上一层楼。陆子野将目光看向了另外一件战利品——图纸风暴雕像。真他妈见鬼了！杀了这么多怪物，你总算舍得爆一张图纸了。要是再不爆图纸，陆子野都以为野怪不爆图纸了。看向这张图纸的说明，陆子野的眼睛绽放出了金光。风暴雕像图纸解锁后可以用于1级风暴雕像的修建。风暴雕像效果：全军攻速正 5%， 移速正 5%。2级效果为 10%， 1级需要材料：木材100单位，石料100单位，铁矿50单位。2级雕像需要木材300单位，石料300单位，铁矿100单位。可以啊，这个雕像增加移速和攻速，怪不得叫风暴雕像。作用于全军，等于自己所有战士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增幅。未来所有战士跑得更快，射得更快。就是不知道作为领主的我，是不是那个也射得更快？陆子也自我调侃了一番后，看向自己丰盈的仓库，直接升2级雕像嘛，也不看看咱们陆家屯是什么家庭，缺这点小钱。说干就干，陆子也直接使用图纸解锁了建筑权限。陆家屯部落内2级孕育池的旁边，一座灰色的雕像拔地而起。部落中正在搬运物资的生产队伍战士看到这一幕，无比震撼。神迹，这是神迹！赞美无主，赞美部落，我爱陆家屯。第21章新版本吹剑2型，越努力越落后。暴风雕像是一个人地精战士的形象，看起来像完全体的地精，身披铠甲，手持长矛指向前方。陆子也将其直接升级到了2级。雕像的颜色从灰色变成了青铜色。雕像高20米，艺术成分很高，差不多6层楼那么高。从一刻起，陆子野的全军拥有了 10% 的攻速和移动速度加成。正在对着雕像顶礼膜拜的地精和丛林矮人们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哎，老子小腿更加利索了，跑得更快了。你看我这小碎步，嘎嘎利索。卧槽，真的哎，以后岂不是挖得更快了？感谢伟大的主赐予我们力量。无主牛逼！陆子野发现这群战士的语音越来越离谱了，还特么有方言，越来越像蓝星的人了。与此同时，2级孕育池中一个个黑乎乎的大脑瓜冒了出来。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一身黑毛走来了。3头大地暴熊跃出孕育池，来到陆子野脚下，匍匐在地，赞美无主。陆子野微微点头，去吧，加入狩猎队伍。得到陆子野的命令，几头黑瞎子奔跑起来，大地都在颤抖，朝着狩猎队伍的方向狂奔而去。这6星大地暴熊越看越让人喜欢，4.5米的身高，体重超过2吨，随手一巴掌能就搞定一头4星生物，战斗力极其彪悍。接下来的战斗越来越令人期待了啊！在陆子野展望未来的时候，聊天频道已经吵起来了。卧槽，谁他妈说的可以隔着保护罩击杀高阶生物？人家挨了一剑直接跑了，我他妈还以为是我方法不对，你也是这样吗？我他妈明白了，一定是陆子野请的托儿，日你玛，退钱啊！兄弟，不用退钱，你不要卖给我啊，我要。不退，我开玩笑的，嘿嘿，虽然没办法风筝，但是这个淬毒吹剑谁用谁知道，真心好用，几百米外就可以射击，可以提前给目标挂上毒素，战斗难度下降太多了。如果你的兵种数量多一点，越级而战轻轻松松，同级战斗直接碾压。那你说个锤子！陆神，还有没有多余的淬毒箭矢啊？求求了，再上架一点吧！我部落外面有10头3星狂暴野猪占了我的采集地，老子已经忍很久了，有了淬毒箭矢，我直接去干他。陆子也没有理会这些言论，这个时候就要保持神秘感，我说有就有，
我说没有就没有，主要这个时候可可敌新产品还没有产出来。而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有人开始售卖吹剑了，居然也是淬毒的。它是直接挂售的，售价是500单位石料或者木材。聊天频道再次激动起来，还是好人多啊，这不比榜一大哥的便宜一半？是啊，是啊，都是初级装备，应该效果一样。陆子也通过了解后发现了，这个售卖人和自己一样，也是合作生产的。毕竟现在这个节骨眼，想要同时拥有吹剑图纸、熔炉图纸太难了。对方也想分一杯羹，结果好事还没有开始，就有人开始曝光了。谁买谁杀比，这个淬毒吹剑垃圾的要死，那个毒估计是3星绿毒吸的，尼玛一点用都没有，是吗？那就算了，这个武器强就强在远程是毒，你告诉我毒素垃圾，那还买个毛线？就在这个时候，可可发来了信息：大哥哥，又赶工出来10套吹剑和5套皮甲，我交易给您。好，正好我有用。好的，大哥哥记得查收。陆子野将皮甲分配给了那些战力强大的新战士，10套吹剑淬上刚刚晋级的5星绿毒吸毒液后再次上架。这次陆子野增加了宣传语：装备更新，吹剑2代正式开售，毒性进一步加强，可以对5星生物造成明显影响，4星生物严重迟缓、呆滞，3星生物直接瘫痪。起拍价1500单位石料或木材，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刚才有个愣头青想要抢自己生意，结果被人曝光他的吹剑毒素很垃圾，正好自己这个时候更新版本，直接将对方彻底打压。卧槽，对5星生物都有显著伤害，我特么主要敌人都是2星、3星，岂不是直接完虐？谁都不要抢，老子把孕育池拆了也要和你们一较高下。哼，老子就算卖掉20个侏儒战士也要和你们过过招。随着陆子野的10套新版本淬毒吹剑上架，竞争再度热烈起来。之前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抢到的人，这一次都看准了机会，频频出手。尤其是一些善于生产的兵种，虽然战力不怎么样，但是吞了不少物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将物资转化成战斗力的机会，他们都豁出去了。遥远的山脉之上，林婉看着自己晋级之后的2级孕育池，满心欢喜，终于升级了，明天0点我就可以一次孕育4头5星红龙了。此刻的林婉心中狂热，孕育池升级到了2级，对于他这种 A 级兵种的领主而言，简直是蜕变。林婉一开始遥遥领先陆子野，比陆子野还先升级到中级部落，但是陆子野发了军火财，直接将部落和孕育池一次性搞定升级。而林婉现在才升级了孕育池，不得不说开挂的确实牛逼，后来者居上。现在的林婉4头红龙，3头6星，剩下的1头5星也即将晋级6星。他埋头苦干了整整1天，终于可以休息一会了。看着陆子野的吹剑卖得热火朝天，他不屑道：仗着自己有点名气就开始骗人了，吹剑的威力我又不是没见识过，被我巨龙一爪拍碎蝼蚁罢了。他不屑地关闭了聊天频道，查看战力榜。之前他看到陆子野的战力已经2600多了，这一次他又晋级了1条6星红龙，他想看看差距如何了。可是当他打开界面的一瞬间，整个人都呆住了。第1名陆子野，陆家屯部落，战力8000加。没错，陆子野收服了大地暴熊之后，又新晋级了一些战士之后，战力8000加了。这一刻林婉是绝望的，不是越努力越幸运，怎么我越努力越落后了？第22章陆家屯专属代工厂，狩猎施救空军。陆子的吹剑2代卖得如火如荼，场面一度失控。起拍价1500，不但没人嫌贵，价格直接窜上1700，每个拍卖房皆是如此。大家都盯着各个房间的价格，只要哪一个房间价格比较低一点，立马就有人想去捡漏，结果价格立马又冲上去了。陆子野上次的吹剑都已经被吹得神乎其神，如今改进型号被哄抢一点不奇怪。10套吹剑在10分钟内全部售卖一空，陆子野直接一波肥，获得了食物8800单位，木材6200单位，石料7100单位，铁矿石1700单位。食物的价值要折对半，而铁矿石的价值要翻倍。这一波陆子野拿到了接近2万物资，他直接交易给了可可2000粮食，1300单位木材和石料，还有500铁矿石。这些物资足够可可将部落升级到中级，同时孕育池升级到2级。如此一来，他的1级兵种侏儒第3天就可以开始孕育40名了。可可作为自己的代工厂的，其他方面不用很强，但是生产力一定要跟上，毕竟自己未来的大军会越来越壮大，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勤，而可可是最佳人选。他的兵种等级低，孕育的数量大，而且这个家伙运气爆棚，指不定哪天又获得了什么新鲜玩意儿。陆子也从来不会做赔本买卖，只是可可目前表现出来的价值太顶了，没有这个家伙，自己就没有这些吹剑，更不会收获这么多拍卖物资，分出来2成收益。虽然有些资本家的心痛，但是理智还是战胜了贪婪。
可可收到这么多物资，当场就惊呆了。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物资，不敢相信这些东西属于自己。555，大哥哥，你确定这些东西是给我的吗？收下吧。最近你也辛苦了，拿这些物资完成部落晋级和玉玉池晋级，以后你将会拥有更多的侏儒战士，加上你可以装备淬毒剑矢，寻常敌人也威胁不到你了。好嘞，谢谢大哥哥。不过我的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为您生产装备上，只要你强大了，可可永远是安全的。真是懂事的好孩子啊！陆子野心中称赞。行，你忙吧，只要获得新的材料，我都会交易给你，你抓紧制造。可可知道了。马上就第3天了，我可以一次孕育40名侏儒，我马上就可以拥有80名侏儒来进行生产了，太棒了！和可可简单聊了几句之后，陆子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的狩猎队伍。他们如今的实力极为强悍，探索的范围也继续往外延伸了数百米。陆子野很清楚，在新手保护罩外围的100米范围，早就被自己的战斗队伍肃清了。等到7天之后，这些被肃清的范围将会被系统默认为自己的领土。扩大的领土的唯一方式就是征服，肃清上面的一切势力，系统就会认可你的占领。所以，如今自己狩猎队伍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开疆扩土。远处的一处高地，2头6星狮鹫对着自己的一群孩子们正在讲解狩猎技巧。孩儿们，作为高贵的狮鹫一族，凡是地上4条腿跑的，皆可为食。什么地精、矮人、侏儒、野猪、追风狼，不过玩具罢了。万千大川，我们都可去的。这片森林就是我们的猎场，记住了吗？猎！他们身后的10几头5星幼年期狮鹫皆是眼神狂热，恨不得立刻外出打猎。作为 A 级生物，他们制霸这片区域很久了。去吧，孩儿们，遇到难缠的敌人就挥动你们的翅膀暂时远离，父亲会为你们扫清一切敌人。猎！12头5星狮鹫振翅起飞，巨大的翅膀搅起尘土飞扬，他们排成长队掠空而去，飞行的方向正好是陆家屯。因为老爸告诉过他们，那边的生物都是食物，大可去得。另外一边的陆家屯大军正在稳步前行，寻找合适的猎物。刚加入战斗队伍的6星大地豹熊仿佛老大哥一样走在了最前面，身后是一众5星兵种。大黑熊揉了揉娘胎里带来的黑眼圈，是不是我太强了，都没碰到生猛的对头，寂寞啊。伟大的主说过，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要小心谨慎。4星地精一脸虔诚道。就在此时，在沿途巨树上警戒的丛林矮人前哨发出了惊惧的声音：快躲避，天空怪物出现了。与生俱来的恐惧让丛林矮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躲避。丛林矮人如此，地精如此，狂暴野猪和追风狼也是如此，他们都本能的惧怕狮鹫。猎！天空中传来令人惊惧的狮鹫啼鸣声。唯有实力强悍的6星大地豹熊看着这群5星狮鹫诧异道：我们为什么要跑？这句话让所有的战士停下了逃跑的脚步。远程指挥的陆子野此刻也适时命令道：一群蝼蚁，杀！忠诚度在此刻克服了天生的恐惧，丛林矮人和地精纷纷骑上风狼和狂暴野猪，紧握手中吹剑，为了部落，杀！天空中狮鹫翱翔，俯冲而下，地面上百兽奔腾，箭矢如织。3-4星地精丛林矮人掌控下的淬毒箭矢射程极远，那些狮鹫俯冲的过程中便是频频遭遇打击。几十套淬毒箭矢编织的防空网虽然称不上密不透风，但是对付这12头5星狮鹫已经绰绰有余。嗖嗖嗖，淬毒箭矢发出一声声破风啸叫，命中目标。巨大的狮鹫被打得连连啼鸣，身子摇摇晃晃。这些箭矢不光威力不俗，还特么有毒。狮鹫队伍的队形开始凌乱，尤其是冲在前面的一头狮鹫，直接被命中了10箭，一头栽在地面。巨大的冲击力和惯性让这头狮鹫在地面上翻滚了几十米才停下来，就毛掉了一地。5星淬毒对5星狮鹫的影响力不小，他浑浑噩噩的脑袋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一头6星大地豹熊就冲了上来，直接一个熊抱将其死死压制，随后力大无比的熊掌连续轰击而下。6星打5星，还是在地面，狮鹫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熊大锤他，宛如爸爸锤儿子，一打一个不吱声。陆子野此刻的队伍并不缺5星悍将，5星狂暴野猪一头，5星狼人一头，5星绿毒蜥一条，5星大地豹熊2头，还有一头6星熊老大。狮鹫被毒素影响之后，根本无法集中精神狩猎。放在平日，他们的绝招就是俯冲而下，利用利爪和锋利的会攻击目标。但是今天，他们不复往日威风，在毒素影响之下，他们意识模糊，速度变缓。而陆子野的队伍在暴风雕像的加持下，速度获得了一定提升，尤其是追风狼的速度非常恐怖，每次都能躲开他们的挥击。一头狮鹫歪歪扭扭滑翔而来，他瞅准了一头4星半兽人，正要袭击。一头6星大地豹熊暴吼一声，一跃而起好几米，直接来了一个空中拦截，将狮鹫拽入地面。一头狮鹫又跌入兽群之中，陷入群殴。
第23章，第3天，陆家屯空军大队成立，战斗十分激烈。狮鹫虽然受到毒素影响，但是毕竟是天空生物 A 级兵种，他们歪歪扭扭暴冲而下，巨大的冲击力让低于5星的战士纷纷避让，不少4星战士被力找先飞。但陆家屯战士的优势在于人多，只要狮鹫冲入地面，就很难2次起飞。一群战士蜂拥而上，群殴狮鹫。有一头狮鹫抓起一头4星的半兽人就想离开，准备把半兽人在高空中撕碎，可是10几名4星地精矮人一个跳跃飞扑，直接抓住了狮鹫的各个部位。巨大的重量让狮鹫难以起飞，地精和矮人不断撕咬狮鹫，就毛掉落一地，模样极惨。这群年轻的狮鹫心中极为震撼，老爸不是说好的都是食物，都是蝼蚁，食物还能反杀我们高贵的狮鹫？力！几头被半兽人的木棒砸得生疼的狮鹫发出啼鸣，他们在呼唤自己的父母，正是那2头6星的狮鹫。12头狮鹫死伤过半，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天空中传来尖锐的啸叫：“低贱的狗东西，放开我孩儿！”2头6星狮鹫掠空而来，一斩到达了10米。6星大地暴熊扭头看向空中的来敌，无所畏惧，如我部落者，死！毒箭再次狂涌，这一次目标更加集中，一轮齐射便是几十支毒箭，2头狮鹫频频中箭。啊！阴险、龌龊、肮脏的东西，我要撕碎你们！中箭后的狮鹫狂怒，齐齐俯冲而下。陆家屯战士立刻做好了战斗部署，5名5星战士去围攻一头，6星大地暴熊配合几名4星战士去解决另外一头，而那些5星狮鹫早已伤痕累累，由剩下的3、4星战士收尾足够了。力！狮鹫的双爪挥击而来，夹杂着巨大的惯性速度和狂暴力量。6星大地暴熊张开熊掌猛拍而去，以暴制暴。大地暴熊同为6星，力量上还真不惧狮鹫。砰！利爪与熊掌来回决力，轰击。狮鹫控制身体悬停在5、6米高的位置，与大地暴熊不断交手。可是毒素的影响加上大地暴熊的力量，令他越来越难以支撑这样的战斗姿态。他挥击翅膀想要遁入高空冲击俯冲，掀起的飓风令地面飞沙走石一片。大地暴熊看出了对方的目的，爪子牢牢攥住对方的利爪，暴喝一声滚。大地暴熊攥着狮鹫原地转圈，竟然将狮鹫直接甩了出去，后者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直接砸在了旁边的巨树上，树干断裂，草木倾覆一片。狮鹫的身体在地上滚了10几米才停下，它的翅膀也断裂了，无法展翅。如我部落，杀！旁边一群4星战士群起而攻之，狮鹫的惨叫接连传来。大地暴熊马不停蹄加入另外一头6星狮鹫的围猎战，战局已无悬念。陆子野看向虚拟光幕的眼神变得无比激动，我特么拥有空军了！为什么狮鹫的武力不算特别强大，却是可以成为 A 级兵种？因为它的特性是天空生物，拥有100%的移动速度增幅，比风狼高许多。配合上自己的风暴雕像，移动速度更加狂暴。而自己和其他领主不一样，其他领主只拥有一种兵种，而自己有无限可能，甚至可以做到兵种搭配。狮鹫太适合空战、远程突袭、高空侦察。一头5星狮鹫可以搭乘10名4星的矮人或地精，如果是6星狮鹫，搭乘的数量翻倍。未来自己可以用狮鹫组建空军，直接从空中发射毒箭，完成空对地降维打击，就问哪个家庭顶得住。以后看不惯谁，直接空军火速出动，发起打击。甚至如果自己的狮鹫足够多，还可以完成空降兵登陆作战，空地协同，一体化作战。妙啊！陆子野畅想美好未来之时，战报接踵而至。恭喜您，本次战斗您获得实物49单位。本次战斗您成功转化6星狮鹫 X2 头、5星狮鹫5头，他们已经加入您的部落。本次战斗3名3星地精晋级4星，1名4星地精晋级5级，5名3星丛林矮人晋级4星，1名3星半兽人晋级4星，2头3星追风狼晋级4星，2头3星绿毒蜥晋级4星，1头4星狼人晋级5星。击败强大的空中6星生物，令部落士气高涨，所有战士忠诚度+1，6星大地暴熊信心爆棚，忠诚度+5。这一战收获惊人，击杀了12头5星，2头6星，令许多战士都晋级成功，1头狼人晋级了5星，陆家屯又多了1名5星高级战力。而新加入自己的狮鹫足足7头，5头5星，2头6星，让人直呼刺激。一共14头转化成功7头，60%的转化率，这次发挥有点失常啊，理论上应该转化成功8头以上的。不过2头6星都转化成功了，这才是最赚的。2级孕育池内，一头头狮鹫腾空而起，水花溅起一大片，陆家屯空军正式成立。他们跃出孕育池，匍匐在地。伟大的主，请允许我们献上最炽热的忠诚，吾等将为主人征服天空。很好，很有精神，去吧，加入战斗队伍，履行你们的誓言。立！
施救战队划空而去，消失在茫茫夜色。而就在此时，第3天0点到来，无尽大陆进入第3天的战斗。陆子野的孕育池泛起一阵阵涟漪，20头2星地精接连宣誓效忠，加入了部落的采集大军。截止目前，陆子野的采集队伍已经拥有80名，其中2星地精30名，2星丛林矮人50名，十分强大。试问，谁能拥有一支强大的狩猎队伍，还能额外拥有一支80人的采集大军？别小看这些采集队伍，他们一天能为陆子野采集接近1000单位的物资。虽然陆子野交易获得收获更加恐怖，但是交易不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赚钱的，而生产队伍的物资来源是极其稳定的，不能丢。地底世界，可可一脸兴奋地拍着白嫩小手，欢迎加入我的部落哦！你们必须全心全意为我和大哥哥服务，打造更多更好的装备。如您所愿，我尊敬的主人。40名刚刚从2级孕育池走出的1星侏儒躬身一礼后，便是转身离开，加入了光荣的打工人队伍。可可的兵种是1星实力，所以2级孕育池每天可以孕育40名。看着自己部落的变化，可可乐开了花。放在1天前，他都不敢相信自己会拥有这一切。他对陆子野的感激之情已经洋溢在了脸上。大哥哥肯定需要好多剑士和皮甲，我得加班加点了。他握了握袖拳，鼓励自己道。施救大战之后，陆子野闲来无事看向了聊天屏幕，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居然有一名 D 级领主凭借陆子野的淬毒剑士在野外击退了另外一名 C 级领主的侵略。整个聊天频道都震惊了，纷纷求购淬毒剑士，当然也有人在咒骂陆子野，说他破坏竞争环境，让本来脆弱的人形生物得到了离谱的加强。第24章，孤狼部落再遭重创。卧槽，老子10头追风狼，2头4星，其余8星 C 级兵种啊！而且善于突袭，在野外遇到了一只20人的矮人，只有4头3星，其余全部是2星，我特么没打过，你敢信？要不是老子跑得快，要被那个恶心的毒箭全军覆没啊！这么离谱？不至于吧？那个剑士不就是初级装备，2星矮人应该发挥不出多少威力啊！你特么说的轻松，那个逼买的什么改进型号吹剑2星，那个毒真尼玛恶心！你来试试就知道了，老子4星风狼还没冲过去，他隔着几百米就给你来一发，老子的风狼走路都打偏偏，还怎么战斗？现在的奸商为了钱脸都不要了。你说谁呢？你敢说榜一大哥，小心被锤哦！今天可是第3天了，7天后就可以自由攻击了呀！老子怕个锤子，我在东区，他在中区，相隔不知道多少万公里，万一以后开启远程传送呢？啊，那个大哥，我承认刚才说话有点大声，你别生气，人多给点面子。卧槽，我是看出来了，牛逼的不是这个吹剑，毕竟是一个普通装备，牛逼的是那个毒啊，居然对强大的4星生物造成这么恐怖的影响。对啊，所以卖的那么贵，但是贵的有道理，我觉得值得，现在凑够钱了，就是不知道陆神什么时候才上架新品。你别说了，我都天天刷交易频道，就是怕错过新品，结果没消息了。嘿嘿嘿，我手里有一套吹剑2星，我说说这个装备的测评吧，有没有想听的？居然有人做产品测评，无数人纷纷表示有兴趣，毕竟吹剑2星已经成为了最近最热门的话题了。先说说价格，那是真的贵啊，我几乎掏空了自己所有家当。然后说说射程，基础射程150米，会根据使用人的实力逐渐提升，这个射程非常牛逼了，不用我多说。很中肯，继续。再说说威力，很一般，初级装备的威力增幅只有10%，也就是说这一剑的威力是使用人攻击力增幅10%的效果。继续，难得有一个如此详细的测评领主，我打赏你10物资了，继续讲。我也打赏了你5物资，交易给你了，继续。陆子也是真没想到啊，居然有人搞起了开箱测评，真是个人才。最后说说毒素效果，我只能用2个字形容，牛逼。谁用谁知道，4星生物被命中，几乎丧失60%以上的战斗力，变得又慢又迟钝，估计连3星都能打得过。要是3星生物被来上一发，等同于瘫痪。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它很贵，但是贵不是它的缺点，是你的缺点。自己反思一下，有没有好好打怪，有没有好好采集。够了，后面的不用说了，这就挖矿去，我也要入手一个。陆子也看到这样的结论，笑嘻了。他知道下一波售卖吹剑依然会爆火，只是这样的装备早晚会有人来抢占市场，早晚的事儿。等可可今天产量提升，交易给自己成品后，陆子也考虑多售卖一些。装备中最缺的是皮甲了，这个装备每一个战士都可以装备，在战斗中能减伤，效果明显。陆子也准备全军装备，就在刚才，他还以10物资1件的价格交易过来100张兽皮，转手又给了可可，让他代工。自己这边没有皮甲图纸，无法制造，有自己的代工厂，多是一件美事啊。
陆子野心中感慨道。他已经关闭了聊天频道，目光放在了前线的狩猎队伍上。搞笑的一幕发生了，有了施救之后，那些地精和矮人就不骑风狼和狂暴野猪了。刚晋级的那名5星地精坐在6星施救身上，对着身旁的伙伴道：“哈哈，这舒服多了，我都说了，黑猪的毛太刺挠。对，硌得慌。”甚至不少半兽人都坐上了施救，在空中挥舞着大棒，兴奋的不行。这些人形生物从来没上过天，今天如愿以偿了。但是陆子也发现自己的队伍朝着更外围的方向而去，自己部落可以掌控的范围越来越广了。陆子也不知道的是，再往里面走，就是孤狼部落魏青山的地盘了。没错，就是那个葬送了所有狼人的魏青山。此刻，魏青山眼神热烈，他耗尽家产，把之前所有抢劫来的物资全部都用上了，总算升级了2级孕育池。此刻，第3天到来，他终于等来了新一批狼人。要知道，他现在整个部落一个战士都没有了。B 级兵种每天可以孕育4头4星生物，现在他终于可以孕育8头了。8头4星狼人纷纷向他宣誓效忠。魏青山长吁一口气，去吧，勇敢的战斗，为部落带回财富，不计代价。狼人发出一声长啸，纷纷朝着密林而去。走出几步之后，魏青山想起来一件事，立马叮嘱道：“切记不得往东边走，因为陆子野的部落就在他的东边。他是真怕了，上一次的损失已经肉疼了很久了，也让他直接浪费了2天的时间。要是这一批狼人有个3长2短，他真不想活了。”现在魏青山改掉了一个习惯，以前的他不是打瞌睡，就是逛聊天频道，现在他改了，他再也不看了，他再也不打瞌睡了。上次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不留神，狼人被围歼了。此刻，他目光如炬，紧紧地盯着面前的虚拟光幕，注视着自己狼人的一举一动。天空传来一声啸叫，6星施救的视力极好，掠空而过的一瞬间，就发现了下方的8头狼人。坐在施救背上的5星地精身经百战，他是第1天就加入战斗队伍的，一直表现突出，所以晋级到了5星。他做了一个俯冲的手势，7头施救带着几10名战士立刻俯冲而下，同时地面的狂暴野猪、追风狼、大地暴熊也包了过来。狼人嗅觉灵敏，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立刻撤退。可是地上跑的哪有天上飞得快啊？2级风暴雕像加持下的施救宛如一道闪电，快速靠近狼人。这一刻，盯着光幕的魏青山彻底慌了，因为他看到了施救背上的那些恐怖地精、丛林矮人，怎么那么眼熟？等他查看兵种信息后，他的身体颤抖了起来，居然又是陆家屯的。特么的阴魂不散了是吧？老子往西边走也能遇到，还是同样的配方，还是同样的味道。狼人再次陷入了围攻，上一次的5星狼人还有一战之力，这一次的4星狼人在被吹箭命中后，5星地精从施救背上一跃而下，一爪拍飞了对方。狼人都打不过地精了。这一刻，魏青山跪在地上，抱头2次痛哭：“造孽啊！陆家屯，老子和你不共戴天！”悲痛的嚎叫响彻整个孤狼部落。已经第3天了，一个 B 级兵种的领主居然无兵可用，谁能比他惨？第25章8星矮人王的愤怒，反抗联盟形成。这场战斗2个字形容：碾压。区4星狼人已经完全不够看了。要知道，陆子野的狩猎大军5星都不少了，更别说4星。6星施救的利爪轻轻一挥，2颗新鲜的狼头飞出去10几米远，狼人都没来得及反应，身体笔直往后倒去。这次战斗成功转化5头4星狼人，只有一个3星战士晋级4星。对于陆子野，这样的战斗只是开胃菜而已，不值一提。但是当他发现狼人居然属于孤狼部落后，自己都忍不住笑了。难道这就是缘分？陆子野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个小插曲罢了。狩猎队伍继续深入，今天他们要去探索更远的距离。以前没这个条件，因为一旦太过深入，如果遇到强敌，很难保证撤退到部落中避难。但是现在有了侦察机制后就方便多了。有一头5星施救没有搭乘任何战士，飞在最前面进行侦察，就算遇到什么危险，凭借施救的速度也能及时返回。情况再恶劣一点，就算遇到飞龙，也就最多牺牲1头施救。大队伍继续朝前开进，陆子野也期待第3天能有更多的收获。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当初全歼100人丛林矮人部落的巨树下，一名极为强壮、体型到达 1.8 米的矮人，头戴皇冠，面有怒色，腰间挎着一杆金色火铳，看起来都威力惊人。他站在巨树下，闭着眼，周围1000名最低都是4星实力的矮人精英纷纷低头，不敢仰望。他们都清楚，他们的王怒了。探索周边，调查清楚是谁做的，我要亲手灭了这些入侵者。是，吴王。一支平均实力5星的丛林矮人侦察部队立刻四散而去，跳跃在巨树之间，身姿敏捷，横断山脉，绝壁之上，
8条红色飞龙冲进了一个岩洞，那里住着几十头吸血蝙蝠。岩洞里面传来了吸血蝙蝠的哀叫声。林婉盯着光幕，眼神坚毅。第3天，他也升级了2级孕育池，拥有了一天繁育4头5星红龙的实力。现在他拥有6星红龙4头，5星红龙4头，战斗力来到了接近2000。更令人兴奋的是，2头第1天孕育的红龙距离7星也不远了。到时候他的战力会提升许多。除了陆家屯，能与他并列的领主越来越少了。他现在很迷惑，为什么陆子野的战斗力能膨胀得那么快？不管你多强，只会让我更坚定地闯下去。林婉清冷的眸子下是坚毅的脸庞，陆子野成为了他唯一的追赶目标。可是他内心又很怕，有一点故作坚强的感觉，因为他现在看排行榜都不敢看陆家屯的战斗力，只看自己的。像极了考试后的学生，看分数都是用手捂着，一点点查看。他担心那种越追差距越大的情况再次出现。他多么渴望有一天自己查询自己战力的时候，忽然就提示成为第1名了。陆子野这边击杀了狼人后，大军继续往前侦查。这个时候，聊天频道的一条信息引起了陆子野的注意。中区的朋友们注意了，卧槽，不知道什么情况，来了一支极为强大的本土势力，见到领主兵种就杀，极为凶残。温馨提示，事发地点坐标3213、7217。啊，本土势力多大？我去看看能不能杀几个。1000人规模，地级兵种丛林矮人，装备有吹剑、火铳。卧槽，你是不是多打了一个0？1000人？不是，丛林矮人不是2星吗？我们附近部落的团结一下，也能干死他们吧？呵呵，很不幸的告诉你，这一支是精锐中的精锐，最低4星实力，他们的矮人王8星。当有人说出丛林矮人也有8星的时候，所有人惊呆了。丛林矮人在所有领主的认知中都是胆怯、弱小的物种，几乎是大家升级过程中最优先击杀的生物。而且这些矮人喜欢储存物资，简直人见人爱。但是现在，就是这样的弱小兵种居然打上门来了。所以我警告大家，出门狩猎的时候小心一些，他们现在发疯了一样。我还好，损失了2名采集工。我隔壁有一个部落的狩猎队伍准备来抢劫我的采集地，结果被团灭了。这样下去不行，未来这片区域的领主岂不是没办法发育了？不管是采集还是打猎，都不安生。新手7天之后，兽潮来临，我们这片区域死路一条。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团结周边区域的领主，一起围剿了这群矮人？反正都是死，不如拼了。我们需要 A 级大佬带头啊！谁来领导？我们一起击退强敌。陆子野也看到了这条信息，他甚至都已经猜到了原因，肯定和自己剿灭了100人的矮人部落，杀了他们的卫队长有关系。他还依稀记得那名卫队长临死的时候放下的狠话，说他的部族不会放过自己，还真来了。他对结盟没什么兴趣，他对自己一个人剿灭这1000人倒是很有兴趣。要知道，剿灭之后获得海量经验值不说，还他妈能获得一大批高阶的丛林矮人。矮人可以使用吹剑，不，好像他们还装备了火铳，自己是不是还可以获得火铳图纸？那个矮人王8星肯定能爆出图纸。陆子野心中已经有了计划，接下来的几天，自己的队伍利用空中侦察的优势，暂时避开这些矮人。等到自己拥有一战之力的时候，一个人灭了他们。因为现在的自己的确打不过，施救面对拥有科技武器的矮人，发挥不出优势。1000人用吹剑和火铳对付空中目标，不是难事啊。陆子也不愿意当盟主，想吃独食，但是依然有人站了出来。鄙人 A 级兵种领主，目前拥有8头火烈蜥，2头6星，其余5星。等2天后，我兵种晋级7星后，愿意和大家一起决一死战。卧槽，有 A 级大佬加入了，再来2个就好了。我也加入 A 级狂暴巨猿，8头，和上面老哥一样。2天后拥有7星实力的暴猿后，一起灭了他们。有了2个 A 级大佬带头，周边区域加入的领主瞬间到达了50多名，算起来兵力直接过1000了。他们惧怕8星的矮人王，所以决定在第5天，2位 A 级大佬拥有7星兵种的时候发起进攻。系统说过，高一个星级，实力强大2倍，但是他们忽略了，越高级的星级，这2倍的差距就越恐怖啊。第26章，泰坦巨蟒，恐怖如斯。矮人王复仇人类领主的事情在聊天频道吵得沸沸扬扬，绝大部分领主都是抱着吃瓜心态。毕竟这个世界太辽阔了，陆子野这一小片区域的不幸遭遇并不是普遍现象。而那些拥有高级兵种的领主，到了第3天，战斗力都获得了爆发式增长，因为这些领主大多数在第3天都晋级了2级孕育池，召唤了更多的高阶战士。兵种越往后，哪怕只是升级1星，都可以增加海量的战斗力。比如1星兵种才10点战斗力，升级到2星才20点，差别并不大。可是6星兵种晋级到7星，战斗力直接从320提升到了640。到了大后期，一个10的兵种
战斗力就达到了恐怖的5120。这个时候，高级兵种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如果你觉醒的是地级兵种，最多就只能晋级8星，没有未来。好在陆子也不用担心这个，他一切皆有可能，自己能拥有什么兵种，全看野外碰到什么。一句话就是遇强则强，实力不详。聊天频道中关于矮人王的信息，陆子也不是很在意，他反而在意交易频道出现的变化。因为自己的吹剑太火，今天终于出现了强有力的竞争者。之前也有人和自己竞争市场，联合生产出了吹剑，但是因为他们用的毒素太弱，没能抢过自己。可是今天他们再一次联手了一位神秘高手，去击杀了5星的绿毒蜥之后，同样生产出了5套淬毒吹剑，和自己的功效一模一样，同样也是挂在拍卖区里面拍出了天价。卧槽，终于有第2家售卖这种淬毒吹剑的大佬了，以后就不用死等一家了。有竞争对我们是有利的，价格一定会降下来的。不过听说这家店是3方合作的，一方有图纸，一方可以生产，还有一方是大佬提供了高级毒液，就是产量太低了，价格依然很高，要是产量多一点就好了。陆子也心中早有准备，这种事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还好自己之前提携可可，让他的代工厂变得繁荣，现在是时候展现产量的魅力了。当你没有这种商品的时候，我和你比质量，卖高价；当你有这种商品的时候，我和你比数量，讲实惠。陆子也立刻在聊天频道发出了如下信息：好消息，淬毒剑士2型进入量产阶段，即日起每天放出30套，需要的请每日1部拍卖区，竞拍时间从10分钟调整为12小时，起拍价调整为100单位物资起。陆子也计算了一下可可的产能，差不多一天可以生产50套淬毒剑士和60套皮甲。皮甲卖不出这么高的价格，而且自己还要大量装备，不会出手。但是吹剑是有富余的，陆子也可以拍卖20套，自己装备30套给生产部队，直到全员武装完毕。而竞拍时间的调整是因为市场迫使的，现在有了竞争者，以前的冲动消费已经不存在了，大家都趋于理性了。既然都理性了，那就让他们多竞拍一会，毕竟是刚需产品，不缺买家。陆子也估计价格也不会太低。果然，陆子也的信息刚刚公布，聊天频道就炸锅了，终于量产了！哈哈，我感觉我有机会了。起拍价格也降低到了100，真是良心啊！哈哈，你们都太年轻了，起拍价100是很低，但是成交价会是多少？谁知道呢？是啊，12个小时的拍卖时间，需要的领主都会竞拍，无尽大陆几亿领主，人形生物兵种的领主估计大几千万，需求量太大了。卧槽，听你们这么一说，这个淬毒剑士依然会贵得离谱。大概率是这样，一会看看就知道了。1小时后，可可按照陆子野的要求，先交易了20套淬毒剑士过来，剩下的部分晚一点交付。陆子野直接挂在了交易区，设定拍卖时长12小时，起拍价100。这一次大家都比较理性了，价格爬升得很慢，大家都想用最少的价格买到淬毒剑士，而且12个小时的拍卖还很长，大家都不急。可是陆子野更不急，他知道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的理性会一点点磨灭，他们会心痒难耐，最终还是会互相竞价。这1个小时，陆子野的狩猎队伍击杀了一群强大的4星5星为主的追风狼群。这一战转化成功10头4星追风狼，2头5星追风狼，收益颇丰。期间还有5名3星战士晋级4星，1头4星狂暴野猪晋级了5星。而就在这个时候，陆子野的采集地再次出现意外。随着自己生产队伍的庞大，陆子野的采集地也挖得越来越深。地精和丛林矮人的举动惊扰了地底休眠的恐怖生物。陆子野转移视角到采集队伍身上，他借助系统视角看到了幽暗的矿洞中有巨大的黑影在蠕动。地精和丛林矮人纷纷四散逃避，准备回部落避难。可是下一刻，一条条体型十分恐怖的巨蟒直接冲破矿洞，鱼贯而出，它们纷纷张开血盆大口，袭击生产队伍的战士。落在后面的几名地精直接被吞入腹中。那恐怖的巨蟒立起上半身就高达20米，有4、5米的直径，体长接近50米。死！他们吐着信子追击陆子野的战士，一个接一个战士被吞入腹中，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陆子野并没有召集队伍回来进行围剿这些可恶的生物，因为他通过系统看到了对面的实力，这生物正是 A 级兵种泰坦巨蟒。而光幕上光出现的泰坦巨蟒就有20多条，最低6星、7星的泰坦巨蟒占据大半，还不知道地底还有多少，会不会有8星甚至更高。面对这种级别的强敌，就算队伍回来也无济于事。陆子野从不打没有把握的仗，手握外挂，猥琐称霸。这一次幸亏生产队伍发现地底的异常比较及时，跑得也快。这些战士惊魂不定跑回部落，折损了20名，10名2星地精，10名2星丛林矮人。陆子野心中肉疼不已，这些战士平时可以像朋友一样调侃聊天，
忽然就这么走了，有种数不出的感觉。而更令人头疼的是，丢了采集地以后怎么办？这个采集地是周边最富饶也最近的采集地，怎么赶走这些泰坦巨蟒？陆子野的大脑飞快转动着。忽然，一个经典的成语从陆子野脑子里冒了出来：驱狼吞虎。那个矮人王不是正在寻找凶手？如果我的实力再强大一点，是不是可以主动暴露自己，将矮人王引诱到泰坦巨蟒巢穴，然后三方混战，自己凭借空中优势坐收渔利，转化巨蟒，转化矮人王，是不是就能实现了？陆子野的眼神充满了火热，他心中已有计较，要死一起死，就这么办。第27章，魏青山告密，部落最大危机。反抗矮人王的联军迅速成立，报名的周边领主越来越多，目前已经超过了30名。他们决定2天之后，也就是第5天到来之际，孕育池新兵种孕育之后，即刻发动总攻。孤狼部落，魏青山一脸激动，因为他凭借亮出自己 B 级兵种部落的信息后，成功加入了反抗矮人王的联盟。但是所有人并不知道他此刻已经一个狼人都没有了。魏青山加入这个联盟可不是为了什么反抗矮人王，他是为自己铺垫后路，他有一个精密的计划，可以挡住陆子野的愤怒，甚至灭掉陆子野。魏青山很清楚，陆子野一定是恨自己的，因为他的狼人第一次碰到陆家屯的战士就大打出手，因为这件事才有了第2次自己狼人的全军覆没，所以他料定陆子野不会放过自己。7天之后，自己将迎来陆家屯的复仇怒火。但是自己加入联盟之后就有操作空间了。联盟攻打矮人王的结果无非2种，胜利或失败。如果胜利了，魏青山将编造一个谎言，告诉这里最大的威胁不是矮人王，而是莫名其妙可以拥有多个兵种的陆家屯部落，告诉联盟陆家屯部落何其富有，就算他是榜一大哥，还能顶得住我们几十家的进攻。而且7天之后，如果我们不进攻他，等他更加壮大后，我们同在一个地区，难道他不会进攻我们？为了生存，也为了资源，这些领主一定会趁着陆家屯没有完全崛起的时候主动出击，不会坐视陆家屯越来越壮大。毕竟与虎谋皮不是一件好事。如果联盟失败了，魏青山就告诉矮人王，灭绝其部落的元凶就是陆子野，利用矮人王的实力一举击败陆子野。甚至如果那个时候联盟失败后还有残兵，魏青山愿意撮合双方联手进攻陆子野，任他再强又如何？魏青山一脸的激动，所谓时势造英雄，自己完美利用了当前区域形势，这个一石二鸟之计，别说前无古人了，后人也想不出这么优秀的策略啊！所有我失去的都会加倍拿回来，等着我，陆家屯的蠢货们！魏青山负手而立，看着空荡荡的孤狼部落，忽然觉得没那么伤感了。自从矮人王事件发生后，陆子野的狩猎变得缓慢了，每一次狩猎都小心翼翼进行侦查，然后快速完成狩猎后立刻转移，效率大打折扣。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大摇大摆出门了，毕竟1000名矮人精英的威慑力不容小觑，甚至还有带着火铳的8星矮人王。呼，陆子野坐在部落暴风雕像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马德，头上悬着一把剑的感觉真特么不爽。虚拟光幕中，狮鹫在高空巡航，侦察范围极广，后方的狩猎队伍潜伏在密林中警戒四周。拥有吹剑的战士几乎随时随地都做好了交战的准备，因为伟大的主叮嘱过他们，矮人部落正在威胁陆家屯的生存，每一个人都要时刻准备着。猎！一头狮鹫发现了远方的一个小湖泊，岸边绿草茵茵，几十头4-5星的追风狼正在饮水。陆子野立刻让空中侦察注意周边动态，如果没有矮人部落的探子，那就开干。陆子野现在急需扩大自己的队伍数量，接下来的大战将决定自己的部落的未来，只能赢不能输。陆子野甚至打算全民皆兵，就算是生产队伍中的2星兵种，到时候也要拿着淬毒箭矢给我顶上去。如果有200人左右的吹箭队伍，在地面和空中同时发起远程打击，配合掩护风狼、狂暴野猪、大地暴熊、狼人的冲锋，陆子也觉得1000人的矮人部落自己也不是不能胜。到时候比拼的就是谁的兵种数量多，质量更高，配合更好。还有地心的那些泰坦巨蟒，希望到时候能给力一点，让自己捡到便宜，一起拿下。陆家屯的战士对着下方的追风狼群立刻发动了突袭。天空中数十枚淬毒箭矢宛如暴雨一般激射而出，这些地精和矮人利用施救的空中优势，选择最好的射击位置进行空对地打击。7步以内箭矢的速度很快，但是70米外箭矢又快又准。尽管追风狼已经是极为敏捷的生物，但是4条腿哪里跑得过2只翅膀？而且这些地精和丛林矮人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各自瞄准自己的目标，给对方来了一发毒箭之后，立刻切换目标。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就是精准放毒，让每一头风狼都陷入毒素的负面效果下。至于击杀，还有大地暴熊和狼人这些大老粗来完成。
还有喜欢敲开别人心灵的半兽人也是一把好手。隔着光幕，陆子也清点了一下这群风狼的数量，竟然达到了52头，其中4星实力的风狼48头，5星实力的4头。陆子也总结了一下来到无尽大陆3天的狩猎经验，他发现越是靠近部落的区域，低级生物越多。比如第一天碰到的丛林矮人、狂暴野猪都是地级生物，越往外碰到强大生物的可能性越高，而且数量也越庞大。而这个无尽大陆不知道多么浩瀚，真的很难想象远离自己部落几万公里的地方会有什么样恐怖的生物存在。系统中提到的本土势力甚至存在王国、神国，目前还都没有碰到。目前出现最强大的本土势力，也就是1000人规模的矮人部落。这个世界大有可为啊！陆子野心中感叹道。这场战斗比较顺利，狩猎过程中，陆子野的狩猎队伍充分发挥了空中优势，将狼群彻底打乱了阵脚。在毒素的影响下，陆子野的6星狮鹫、6星大地豹熊宛如战神。这一战，陆子野成功转化了2头5星追风狼、32头4星追风狼，14名3星战士晋级到了4星，1名4星地精晋级4星，1头喜欢敲人的4星半兽人也晋级了5星。更离谱的是，陆子也发现那条升级到5星的绿毒蜥居然经验值又过半了，距离6星并不远了。这一战之后，陆子野的地面部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总兵力再次上升。4星地精 X7， 5星地精 X2， 4星丛林矮人 X21， 3星狂暴野猪 X10， 4星狂暴野猪 X19， 5星狂暴野猪 X2， 4星半兽人 X8， 5星半兽人 X1， 3星追风狼 X1， 4星追风狼 X52， 5星追风狼 X4， 3星绿毒蜥 X12， 4星绿毒蜥 X6， 5星绿毒蜥 X1， 4星狼人 X7， 5星狼人 X2， 5星大地豹熊 X2， 6星大地豹熊 X1， 5星狮鹫 X5， 6星狮鹫 X2。 生产队伍2星丛林矮人 X40， 2星地精 X20， 总兵力2250名，其中2星60名，原来是80名的，被泰坦巨蟒偷袭，损失了20名，这个仇一定要报。3星战士只有23名，大多数都晋级到了4星。4星战士多达120名，也是目前陆子野的主要力量。5星战士有21名，目前5星实力的兵种算得上高端战力，能发挥攻坚突袭的作用。而宝贵的6星战士只有3名，2头狮鹫，1头6星大地豹熊，是陆子野的宝贝疙瘩。至此，陆子野的总战斗力来到了16040，战力破万，全新的高度就此形成。大哥哥，你的皮甲30套，吹剑30套，我先交易给您了，剩下的我继续努力。陆子野收到了可可的信息，又可以装备一批战士了。陆家屯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崛起。幽暗密林中，丛林矮人王对着自己的10名精英卫队长下达了命令，既然这些肮脏的入侵者不现身，那就摧毁他们部落周边所有的采集地。10名手持吹剑的卫队长露出尖牙，眼神狂热，遵命。密林中立刻一阵骚动，1000人的大军闻令而动，一场腥风血雨正在袭来。第28章恐怖公告，世界 BOSS 神火信息。陆子野将获得装备全部给高阶战士优先装备。目前皮甲依然没有全军武装，但是淬毒箭矢已经装备到了战斗队伍中每一个地精和丛林矮人的手中，甚至连陆子野的生产队伍都装备了一些。而可可交易过来的这30套，陆子野打算先挂售拍卖，毕竟自己还在聊天频道说过，自己要每天放出30套，趁着现在价格高多卖一些。至于自己生产队伍需要的几十套并不难，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可可每一天都会增加40名打工人，效率只会越来越高。再过1-2天，大战到来，陆子野就可以完成所有人形生物都配备淬毒箭矢的目标。但是目前自己最紧要的事情就是疯狂狩猎，必须将自己队伍的平均实力提升上去，5、6星要成为主力，甚至出现几个7星战斗单位才能撼动1000人的矮人军团。陆子野的战斗队伍一路上放弃了许多小型战斗，因为性价比不高，放在平时肯定是随手就歼灭了，但是现在特殊时期，战斗就意味着有可能暴露，所以除非碰到非常有价值的目标，陆家屯的战士一般都是前行加侦查，非常小心。在临近中午的时候，也就是陆子野寄售拍卖的物品即将到达12小时拍卖时间，陆家屯战士碰到了令人满意的狩猎的目标。一群正在迁徙的半兽人小群落被发现，足足60多名。这群半兽人的实力普遍在4-5星，其中6星兽人有2头。半兽人这种生物，陆子不是第一次狩猎了，非常有经验。围猎开始，但是陆子野的眼光没有看向战场，他知道没有悬念。目前狮鹫这种空中力量发起对地面生物的打击，又有吹剑这种科技武器，几乎是降维打击。
陆子野的目光放在了聊天频道的一条世界公告上。世界公告：无尽大陆的争霸已经进入第3天，有领主战力破万，解锁了以下信息，还望各位领主知晓。第一，7天之后开启自由战斗模式，兽潮也将如期而至。第二，7天之后5大区的传送功能将开启，领主们可以通过付费传送功能到达5大区的几百个重要区域。第三，兽潮之后幸存的领主战力过万就可以报名参与世界 BOSS 的击杀比赛。世界 BOSS 击杀比赛在一个神秘空间举行，死亡的兵种在比赛后可以复活，比赛奖励根据对 BOSS 造成的伤害发放，造成伤害越多，奖励越高。第四，部落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其实就是神火火种，也是每一个部落未来晋级神国的重要资源。积累足够多的神火，可以让王国晋级神国。神火火种的获取有2个渠道：歼灭本土势力或领主。公告一经公布，立刻引来了轩然大波。啊，这个狗比规则开放了5大区的传送功能，居然要让我们全蓝星领主自相残杀，互相掠夺神火。你是眼瞎吗？不是说神火的获取有2个渠道，你可以杀本土势力啊！笑死，你太高估人性了。为了活下去，很多人都不会去进攻强大的本土势力，而是把矛头对准那些弱小的蓝星领主，容易太多了。包括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信没有人和我一样的想法。陆子也微微蹙眉，他也赞同这个领主的说法。世界上最不可直视的只有2样东西，太阳和人心。直视太阳会刺目，直面人心会心寒。而似乎大部分人都在回避这一条信息，转而讨论其他几条公告信息。看来大家心中都有数，这种事不适合讨论，但是每个人心中都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成王败寇。卧槽，世界 BOSS 赛和我以前玩的游戏很像啊，没想到自己也能切切实实参加一次。BOSS 赛不会死亡兵种，看来是一种福利，让大家根据造成的实际伤害拿到奖励。可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福利？这可是真实的世界，为什么还会复活兵种？让我们不断参加这个 BOSS 赛，目的是啥？楼上的阴谋论了，这个世界没准就是一个游戏世界呢。别讨论了，人家需要战力过万，你有？目前来看，战力过万的就陆家屯一家，但是7天之后应该不少吧？毕竟随着孕育池等级的提升，每个人可以招募的兵种越来越多了。是的，7天之后开放领土了，领土到达10平方公里，还可以晋级高级部落，可以升级3级孕育池。早晚有一天，大家都可以参加的。对于世界 BOSS， 明显大家讨论的热度就高多了，所有人都在猜测为什么会有世界 BOSS 赛，或者猜测奖励是什么。只有陆子野心中有一个大大的疑惑：世界 BOSS 万一被我杀死了，会不会成为我的兵种？这特么怎么计算？总不能让世界 BOSS 也成为我的帮凶吧？要是真的可以这样，那特么就太刺激了。一时间，陆子野甚至还有点期待 BOSS 赛快点到来了。就是不知道这个所谓的世界 BOSS 到底到达了什么等级？王级？神级？理论上，一个王级肯定不够看啊。虽然强大，但是被这么多领主围攻，顶得住。起码是神级以上实力。陆子也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判断：拥有神级的世界 BOSS， 那是什么感觉？陆子也激动地搓了搓手。闲逛了一趟聊天频道之后，陆子也看了一眼自己寄售的淬毒剑士拍卖情况，价格从起拍价100涨到了500了，30套都有人在拍卖。只不过现在距离最后成交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所以没有以前那么激烈。我先不急，到时候他们会急的。现在大家对未来越来越恐惧，各种压力接踵而至，这样的装备绝对有旺盛的需求。20多分钟之后，与半兽人族群的战斗也落下了帷幕。这一战歼灭了4星半兽人50头，5星10头，6星2头，其中成功转化了4星半兽人30头，5星5头，6星1头。不算特别理想，4星的转化率合格了，但是5、6星的转化率都没有达到60%，这个该死的几率设定，陆子野口中咒骂道。这一战，全军有7名3星战士晋级到了4星，11名4星战士晋级到了5星，而那条5星绿毒系的经验值又飙涨了1截，他竟然成为了全军升级最快的战士，到达了6星。这也意味着陆子野拥有了6星毒素的淬毒剑士。不过这一次，陆子也不打算对外出售这么高版本的毒剑，凡事要留个底，这玩意要是用来对付自己，也是很有威胁的。第29章，半人马战士加入陆家屯。歼灭了这只半兽人兽群之后，陆子野的大军又陷入了谨慎的狩猎侦察阶段。陆子野看了一眼自己的拍卖时间，还有30分钟就要到了。临近拍卖结束，拍卖价格来到了800，而陆子野也发现竞价的频率也开始密集起来了。那些潜在的用户们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每一个人都想着最后阶段抄底，可是需要淬毒剑士的领主太多了，涨价已经开始了。看着自己的装备竞价价格越来越高，陆子野已经准备再次大赚一笔了。这段时间拍卖装备，再加上自己的采集工辛勤劳作，
石料和木材都超过了 2.5 万单位，其中食物更是多达 4.6 万单位，铁矿石 1.5 万。因为食物的消耗比较大，同时来源也更容易，价值更低，所以库存量最大。而铁矿石相反，库存最少。这还是自己给了可可一部分物资用于晋级2级孕育池后剩下来的。没想到在蓝星的时候是个穷鬼，在无尽大陆居然富得流油了。陆子野心中感慨道。陆子野的脑海中还一直在浮现最近聊天频道中有一个领主的疑问，那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世界 BOSS， 为什么会复活？从蓝星招募领主进攻无尽大陆的世界 BOSS 目的是啥？真的只是游戏吗？陆子也觉得应该没那么无聊。不过当前自己也无法解开这些幕后的秘密，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解决掉矮人王还有采集地的泰坦巨蟒，同时拿下新手7天后的宝箱奖励，第1名可是暗金宝箱，非常令人期待。30分钟的拍卖时间转瞬即逝，最终30套淬毒剑士全部拍卖成功，每一套的价格都在1000左右。也就是说，光这一波，陆子野就赚了3万物资。没有任何犹豫，陆子野继续采购了一些兽皮，并给了可可各项物资2000单位，一并交易过去。正在地下世界监督自己侏儒加班生产的可可，看到了自己获得了这么多物资，瞬间惊呆了。虽然他知道陆子野赚得更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帮陆子野生产只是为了寻求庇护，等价交换，不应该再获得这么多东西。大哥哥，这也太多了吧？没事儿，你也辛苦了。接下来可能我们的产量还需要提升，你的部落还得继续壮大。侏儒虽然武力不强，但是擅长生产。等传送开启后，我可以帮你打下一部分领土，让你晋级高级部落和3级孕育池。可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哥哥竟然要帮自己壮大部落。他转过头看向自己的80名侏儒，握紧小拳头，傲娇道：告诉你们，我们的大客户说了，要帮我们晋级高级部落，所以不准偷懒，给我加班生产。明天我们就拥有120名侏儒战士了，大家加油，晚上加餐。遵命。一群挥汗如雨的侏儒战士也是来了动力，继续埋头苦干，为陆家屯的崛起添砖加瓦。谁说低级兵种没前途？抱大腿照样崛起。这样的思维模式已经在可可的宣传下迅速感染了整个部落。那达草原上，一头狮鹫在天空盘旋。没错，它来自陆家屯空军大队。这是陆家屯的战士第一次这么远离自己的部落，深入到了直线距离部落6公里外的草原地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几个方向上，陆子野的空中侦察都发现了丛林矮人王的队伍，陆家屯战士不得不从另外一个方向狩猎。此刻的狮鹫一脸的兴奋，因为他发现了这个草原上奔跑着上百头 B 级兵种，传说中的半人马战士。半人马战士极为骁勇善战，擅长团队作战，集群冲锋。他们的种族天赋是速度可以转化为一定比例的攻击力，也就是跑得越快，攻击越高。这样的种族天赋配合陆家屯的风暴雕像，简直是绝配啊！天空中的狮鹫悄然盘旋离开，带着这样的消息直奔大队伍。什么？半人马？一头5星半兽人战士听到狮鹫的侦察汇报后，一脸兴奋。一旁的大地暴熊不解道：为什么你这么开心？那名半兽人战士摸了摸脑袋，不好意思道：听说女半人马可好看了，我想康康，他们到底是人头马身，还是马头人身？嘿嘿。狮鹫心中无语，笨蛋，肯定是人手马身啊！但是他的脑袋不受控制的开始脑补出马首人身的女半人马战士长什么模样了，只能说太狗血了。半兽人一脸失望，那没事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走走走，干他们！我们老朱家要战斗！一群狂暴野猪已经迫不及待的嗷嗷叫着。一场针对半人马战士的围猎战斗正式打响。这群半人马战士实力在4-6星，其中4星50头，5星50头，6星6头。虽然比陆家屯的战斗力相比还是差了些，但是对于其他部落，想要以极小代价拿下这群半人马战士也并非易事。也就陆子野的部落比较奇葩，拥有狮鹫空军配合搭载地精、矮人、吹剑这种空对地打击力量，才能克制。检查吹剑，准备登上狮鹫，发动空袭。最为老练的那名5星地精大手一挥，所有的丛林矮人和地精纷纷携带6星毒素的淬毒吹剑跳跃到了狮鹫的背上。猎！狮鹫发出一声长鸣，强有力的翅膀连续扇动，一头头狮鹫宛如垂直起降的战机一般从密林中逐一起飞，场面极为壮观。为了部落，地面上半兽人、狂暴野猪、狼人、绿毒蜥、追风狼、大地暴熊纷纷响应战斗号召，朝着纳达尔草原快速机动。他们的任务是狮鹫在完成对半人马的空中打击，释放毒箭都，拦截半人马逃跑的路线，发起最后一击。陆子也看着光幕中掠空而行的狮鹫，高举吹剑在天空挥舞啸叫的地精、矮人，地面上奔腾前行的地面战士，心中无比激动。
自己的部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空地协同战斗模式，战斗力远远不是字面上 1.6 万能概括的。凭借武器和兵种混搭的优势，陆子野的军队实际发挥的战斗力远远超过表面。而当自己拿下这群半人马之后，战斗力还将迎来一次飙升。矮人王是吧？泰坦巨蟒是吧？咱们走着瞧。陆子野对未来的大战充满了期待。第30章，前方精灵领地，凡俗生物退避。天空中，狮鹫啼鸣，在100米高的高度掠空而行，俯冲而下。地面上，半人马战士手持长矛，怒视高空中的威胁。一头领头的半人马挥舞长矛。可恶的东西！大家立刻随我回到森林，进入密林，他们就不敢追击了。嚯！上百半人马战士笑叫着跟随头领一起朝着远处的密林狂奔去。他们不是第一次遭遇狮鹫，都有自己的战斗经验。以前碰到狮鹫都是采取这种策略，在密林中，那些密集的树枝成为了天然的防空屏障，体型庞大的狮鹫无法俯冲攻击。可是这一次，他们失算了，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天空中的狮鹫居然拥有空对地武器。下一刻，狮鹫追击而来，天空中同步传来了破风声。涂抹了6星绿毒吸毒液的淬毒吹箭宛如雨下，那些箭矢在高速飞行的狮鹫上发射而出，威力和速度更加狂暴。呜吼！地面上一头头半人马中箭之后发出嘶吼，有的直接摔倒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然后艰难起身继续逃逸。可是这样的箭矢太多了，太密集了，而且狮鹫的速度极快，就在半人马群的头顶上盘旋，宛如噩梦萦绕。在前方就是森林了，半人马军团似乎看到了希望，只是他们觉得身体越来越沉重，脚步越来越迟滞，身体也越来越不听使唤。一些5星实力的半人马甚至连奔跑都变得吃力了，他们脑袋昏昏沉沉，仿佛随时都会倒头就睡。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在森林与草原的交界地带，陆家屯的地面部队早已埋伏就位。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果然，半人马都是人手马身。埋伏在草丛中的半兽人失望道：“一会先截住先头部队，大家出击的时候一定要果断，直接掀翻他们，不要给任何逃跑的机会。”6星暴熊挥舞着大熊掌吼道：“必须的！”那当然。身后的一众战士纷纷响应，而那些实力在6星的强大战士已经悄悄来到了队伍的最前沿，他们准备将强力的半人马先头部队先截住，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要知道，半人马军团中也有6头6星实力的战士，不能小觑。咚咚咚，马蹄声越来越近，埋伏的战士们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体内兽血沸腾，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领头的半人马率先踏入了包围圈，6星大地暴熊直接跃出草丛，硕大的熊掌扇向半人马脑袋，6星半人马来了一个悬崖勒马，整个马身立了起来，发出一声嘶鸣。而大地暴熊原本冲着脑袋去的那一巴掌，被这个立马动作躲避开，直接落在了马脖子上，将其拍得横飞倒地。就是现在！6星暴熊暴喝一声，身边的陆家屯地面战士冲锋而出。6星半兽人对着面前的半人马战士来了一个当头暴喝，对方躲避不及，挨了一闷棍后，直接身体一僵，宛如触电般倒地不起。6星狼人的利爪刺入半人马的身体，用力一划，一大片血肉飞到了空中。天空中2头6星狮鹫也纷纷俯冲到低空，用力爪将几头想要继续逃逸的半人马掀翻在地。几十头狂暴野猪露出獠牙冲锋，而至重重的与半人马军团撞击在一起。追风狼速度狂暴，追着那些想要突围的半人马一顿乱咬。马儿嘶鸣，百兽怒吼，战场上瞬间一片血雨腥风。双方都十分骁勇，没有一丝退让之意。只是陆家屯这边准备充分，在毒素的加持下占尽了上风。拿下！坐在部落中盯着光幕实时战斗画面的陆子野兴奋地站了起来，口中激动道：“现在战场上只有10几头半人马在两军冲锋过程中突围成功，跑向了森林。领主系统中有一个地图功能非常神奇，这个地图宛如一个雷达地图，只显示你探索过的地图。目前陆子野的地图信息已经比较丰富了，陆家屯部落外4-5公里的范围几乎探索了一个遍。而这一次深入到这个地方，又解锁了那达草原的地图信息。此刻自己的队伍追击逃逸的半人马，解锁了那片神秘的森林信息。这片森林叫艾泽之森，几十头追风狼和狂暴野猪撵着10几头逃逸的半人马战士，即将进入艾泽之森。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生，森林中几十枚箭矢精准命中了闯入森林的那10几头半人马，半人马直接倒地不起。陆子野隔着光幕都能感受到那些箭矢的强大威力。那不是吹箭，而是真正的弓箭。箭头是金属打造，箭尾有羽毛作为稳定翼，制作精良，连同一头追击的狂暴野猪一起被这些箭矢命中。
陆家屯的追击部队立刻停住了脚步，同时远处的陆家屯战士也发现了异常，纷纷赶来助阵。六星狼人、暴熊、绿毒蜥、狮鹫，他们作为最顶尖的战士，站到了第一排，双眼凝视着森林之内。滚出来！大地暴熊看到被重伤的狂暴野猪后暴怒道。而艾泽之森里面也传来了一道高傲清冷的声音：前方精灵领地，凡俗生物退避。伴随着高冷的声音，同时出现了50-60个人影，他们身披金甲，有的手持弓箭，有人手持利剑，竟然是精灵。陆子野心中感叹，精灵可是传闻中的 A 级稀有兵种，天生5星实力，而且到了完全体之后还能远渡海外险境进行进化。他们的头发是银白色的，无论男女都长着瓜子脸，长相俊美，五官极其精致，清冷的脸上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气。陆子也不喜欢这种清高的表情，就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他钱一样。领头的精灵7星实力，是一个女的，她的腰间挎着一柄尚未出鞘的精灵长剑。显然她看到这么多高级兵种还混搭在一起战斗的场面，也有些吃惊。换成平时遇到这些生物，她都不用思考，直接杀了便是。凡俗生物怎可与精灵匹敌？但是今天她理智了一点，因为她不得不承认面前这支军队很强，如果拼杀起来，自己这边实力虽然强悍，但是绝对两败俱伤。六星狼人一把抱起地上重伤的狂暴野猪，双眼赤红，发出一声长啸，因为这头4星野猪没救了。虽然狂暴野猪皮糙肉厚，但是4星的实力无法硬抗对方终极装备长弓的连续攻击。狼哥，为我报仇！大黑猪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后，眼睛无力闭上。身后的陆家屯战士齐齐发出怒吼，他们几乎在一瞬间完成了攻击阵型的转换。6星大地暴熊甚至伏低就要冲杀上去。森林中的带头女精灵大惊：你们要做什么？他没想到自己已经展示出了如此强大的武力，这群莽夫难不成还敢进攻？一头狮鹫悬停在队伍阵前，鹰眼如炬，老子要将你高冷的脸蛋撕碎，要让你跪在无主的面前忏悔你的罪孽。陆家屯战士全体都有。好，在！所有战士热血沸腾相应道。这一刻，他们准备与高傲的精灵玉石俱焚，让他们知道再高贵的物种见血也会死，而莽夫也有尊严。杀！2头狮鹫振翅而起，发出号令。第31章陆家屯轰炸机，全力备战。女精灵惊了，她从未见过这么彪悍的军团。她身后的一众精灵战士也无法淡定，一向高冷倨傲的脸色终于露出了一丝惊诧。他们立刻拉弓搭箭，准备战斗。近战的精灵战士纷纷抽出精灵战刀、长剑。陆家屯战士暂时撤离，这仇我们记下了，留句话给对面。这艾泽之森，我们终将踏平。在部落中观战的陆子野制止了战士们的行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森林内部还有多少精灵战士，连对方底细都没有摸清楚就杀进去，太冒险。而且无尽大陆的竞争已经来到了关键时候，接下来要打的硬仗太多了。主的命令下达，众战士也纷纷清醒过来。狼人抱着已经咽气的狂暴野猪转身离开，半兽人收起了高高扬起的木棒，并冷冷道：吾主有言，这艾泽之森，我们终将踏平。话音落下，一众战士纷纷掉头离开，每一个人目光坚定，他们坚信主的惩罚终将降临这片罪恶的森林。女精灵惊叹这群凡俗生物的纪律，刚才还气势汹汹，怎么这一刻又说撤就撤了？到底他们的头领是谁，能做到如此权威？看着这支狂暴的军团离开，所有的精灵长吁了一口气。女精灵看向身边的副手，通知女王陛下，边境有异族入侵，我建议放弃这片森林，这里本就是刚刚打下来的偏远之地，没有必要坚守。是。一名精灵战士领命离开。艾泽之森中心地带，距离刚刚发生变故的地点上千公里。这里有一座风格瑰丽的巨大古堡，古堡的大殿王座之上，一名头戴王冠的精灵女王聆听着来人的汇报。她长得极其冷眼，一袭半透明的精灵长袍将身材尽显，可竟然给人一种不敢升起任何欲望的感觉，神圣而威严。你说公主建议放弃边境据点？女王很难相信自己的耳朵。回陛下，确实如此。哪支队伍很强？与我精灵远征战士相比如何？精灵女王反问道。自然是我族的远征战士更加强大，要知道我族远征战士最弱也是6星实力，而他们最强大的战士也不过6星罢了。只是来汇报的战士迟疑接下来的话要不要说。你但说无妨。米娅公主担心的是，这支军团极其特殊，由多种凡俗生物组成，而且凝聚力极强，拥有协同作战的能力。他们对主的忠诚和强大的纪律是我们从未见过的。难道精灵族就没有忠诚之士了？女王冷笑道。自然不是，吾等誓死追随陛下，
踏平一切凡俗势力，早日回归海外险境。既然如此，答案很明了，继续驻守边境，远征的步伐一刻不能停息。如果我们的实力不够强大，那些恐怖的巨兽终将踏平无尽大陆。女王凝色道：“遵命。”陆子野接收着系统的战报，心不在焉。没想到自己周边强敌环绕，又多出来了一个精灵族。这一战牺牲了3头4星狂暴野猪，转化了25头4星半人马钻石，25头5星半人马战士，3头6星半人马战士，有10几头半人马是被精灵族击毙的，无法转化。这一战还有23个3星战士晋级到了4星，14个4星战士晋级了5星，5个5星战士晋级了6星。新晋级的6星战士分别是狂暴野猪、狮鹫和半兽人，还有追风狼。这一战之后，陆子野的战斗队伍已经没有3星战士了，最低都是4星。同时，在对半人马战士的战斗中，陆子野获得了初级图纸长矛。这种武器适合半人马和一些可以双持武器的种族，比如地精、矮人、半兽人等等。但是陆子野没有打算让地精和矮人更换武器，不过半兽人可以考虑更换一波装备。4星半人马 X25， 5星半人马 X25， 6星半人马 X3， 4星地精 X7， 5星地精 X2， 4星丛林矮人 X18， 4星狂暴野猪 X26， 5星狂暴野猪 X5， 6星狂暴野猪 X1， 4星半兽人 X40， 5星半兽人 X12， 6星半兽人 X3， 4星追风狼 X50， 5星追风狼 X7， 6星追风狼 X1， 4星绿毒蜥 X14， 5星绿毒蜥 X5， 6星绿毒蜥 X6， 4星狼人 X6， 5星狼人 X3， 6星狼人 X1， 5星大地豹熊 X2， 6星大地豹熊 X1， 5星狮鹫 X4， 6星狮鹫 X3。 队伍再一次变强，而第3天也过去了大半光景，还有5小时就要进入第4天了。陆子也记得第5天到来之时，那个所谓的联盟就要发动对矮人王的讨伐了。而今天周边许多领主的采集地都被矮人王袭击了，更是加剧了双方的矛盾。陆子野的采集队伍今天都没有外出采集，陆子野没有冒险，他也不差这一天的采集收益。陆子野现在满帽子都是精灵族手中展示出来的那些武器，有终极武器长弓、精灵长剑、精灵长刀，这些武器不少都可以装备给自己的军团。长弓比吹箭的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可以取代吹箭，而且同样可以淬毒。那些长刀长剑也可以装备给半兽人，让他们放下木棒。对了，还有他们身上穿着的金属铠甲也是终极装备，这玩意可以武装整个军团，意义重大。果然，精灵族是强大的智慧种族，竟然拥有这么多装备图纸。与精灵的第一次接触，陆家屯吃了亏，丢了颜面，但是保住了所有战士的性命。不是精灵善良，而是战士们足够强。如果他们刚才露出胆怯，可能精灵会采取不一样的策略，反而是这群战士的无畏让对方心中没了底。还剩下5个小时，陆家屯的战士暂时避开了艾泽之森，而是往另外一条路线穿越纳达草原继续侦查狩猎，同时顺道回部落。而陆子野则是将长矛图纸交给了可可，要知道这东西造出来又可以拍卖了，名字也可以换一换，淬毒长矛。在陆子野这里，一切皆可淬毒。陆子野不知道的是，在大军狩猎的路径上，一群猎食人正与一群入侵了自己领地的独角野牛鏖战。猎食人 B 级兵种，他们的身体可以不断分裂生长出石块，他们擅长投掷，臂力超群。他们竟然出奇的适合与狮鹫合作，疯狂往地面投掷石块，成为空中轰炸机。第32章，人美心善，说干就干。去死吧，傻大个儿！一名6星猎食人身高2米，从自己身上揪出一块巨石，对着前方一头独角野牛猛砸而去。巨石差不多200斤，直接轰击在独角野牛的面门上，独角与巨石相撞，巨石碎裂成几十块碎片的同时，独角野牛也不堪重击，轰然倒地，发出一声哀嚎。独角野牛同为 B 级兵种，但是这种生物的天赋都点到了防御上面，具备极强的防御。它们的皮革也可以制作皮甲，而且一头牛可以产出3单位的初级皮革，比狂暴野猪的产出高。猎食人是不吃肉食的，他们以食料为食物，拥有这种兵种的领主日常消耗比较大，因为1单位食料等于2单位食物。这群猎食人非常懂得战术，他们就站在斜坡上，凭借地形优势疯狂倾泻手中巨石。一头6星的猎食人甚至制造出来一块直径1米的大石球，从斜坡上翻滚而下，沿途撞击了不少的冲锋而上的独角野牛。在野外，领地是神圣的，无论本土势力还是领主们，都会为了领地杀得头破血流。今天的情况便是如此，独角野牛迁徙中闯入了猎食人的领地，
双方见面几乎没有任何沟通，人美心善，直接开干。独角野牛防御不低，但是智商也不高。明明猎食人站在斜坡高地，他们还疯狂地逆地形向上冲锋，挨了不少打。这些猎食人的巨石威力不俗，力度刚刚好，猛逼又伤脑，不少独角野牛被砸得头破血流，嗷嗷叫。而另外一边的陆家屯军团已经接纳了新加入的几十名半人马战士，开始沿着既定路线继续侦查狩猎。他们原计划在第4天到来之际再完成一次狩猎，并回到部落进行1个小时的休整进食。刚才如果不是吴主下令撤退，我一定要将那些高傲的精灵脑袋给拧下来当球踢。六星大帝暴熊气呼呼道：“吴主一定有更远的考虑，不过老子看到那些精灵就来气，装什么清高，那一脸的孤傲，真恶心。”狮鹫愤愤道：“杀了我老朱家的战士，这仇我记下了。下一次吴主攻打艾泽之森，我要冲在最前面。”六星狂暴野猪低头哼哼道，一棵歪脖子柳树挡住了他的去路，直接被他用獠牙连根挑飞。连你特么都敢歪着脖子嘲讽我！如果柳树能说话，一定会极为委屈道：“首先我没有惹任何人，其次老子也没嘲讽你啊，脖子歪是天生的。哎，马然，把你长矛给我耍耍，我这棒子给你玩。”六星半兽人将自己的大木棒递了过去。他是一个社牛，面对刚加入队伍的人马，一点没有边际感。但是半人马就不一样了，他眉头一皱，扭过头去：“我们不熟，还有我不叫马人，我是人马，或者叫我半人马战士。”半兽人点点头：“好的，马人。”你特么！半人马一脸的震惊，这人是脑子不好使，还是故意的？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的狮鹫盘旋落下：“兄弟们，来大活了！前面有60多头独角野牛和猎食人打起来了。独角野牛虽然吃了亏，但是皮糙肉厚，伤亡极小。咱们要不要一锅端了？”“好啊，好啊！刚刚加入部落，我人马族还没有建功立业呢，这一次胜利就献给吴主当见面礼了。”一旁一群半人马战士激动道。面对战斗，这群家伙就正经起来了，快速商量好了策略，准备连同独角野牛和猎食人一并收拾了。而陆子野这边看到了光幕中商量战术的陆家屯战士，颇为满意。这群人越来越骁勇了，关于战士自己已经不需要操心了，只需要把握大方向即可。而可可这边又送来了40套皮甲和20套淬毒剑士，陆子野大家等战士们归来之后进行武装。大哥哥，可可有很努力在生产，我的侏儒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好在部落现在好吃好喝供着，他们积极性依然很高。对了，长矛的打造也在进行了，明天可可就能交付40只长矛，矛头是铁制的，十分锋利。很好，辛苦了，需要什么材料尽管开口，我这边全力支持。前几次大哥哥给我的材料我都还没有花光呢，可可这边物资很足的，放心吧。对了，大哥哥，最近有附近很多的领主添加我的好友，还询问我一个问题，是不是认识陆家屯部落？我保持了警惕，回答说认识，在战力榜上看到过，但是不熟，毕竟榜一大哥怎么会认识我一个1级兵种的领主呢？而且我还申请加入了他们的抵抗联盟，到时候可以知道一些他们的内部消息。他们既然在打听你的消息，可能会对你有什么行动。路子也觉得小丫头挺厉害的，脑子活络，警惕性也够强。这群人打听我做什么？真是奇怪，路子也目前猜不透对方的意图。可可，你做得很对，不过我好奇，他们怎么会让你一个1级兵种的领主加入反抗军？嘿嘿，有钱能使鬼推磨嘛。我给了一个叫魏青山的中间人几百物资，他举荐了我，说我拥有不错的后勤支援能力，我便是进去了。现在他们有一个反抗军的战略群，里面已经有50名领主加入了，各星级的兵种的总兵力到达了1100多，等到第5天到来，估计能突破2000，我觉得应该可以战胜矮人王。那可不一定啊。啊？为啥？毕竟2000打1000，优势在我呀。可可不解，因为这个联盟太松散了，如果矮人王足够强大，他们反而会团结。可是正如你说的，2000打1000，他们都会认为志在必得。那么问题来了，谁当前锋？谁享受战后利益？这些都是问题。陆子野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可可立马秒懂了。大哥哥真厉害，可可懂了。反抗联盟不团结，可是敌人就不一样了。8星矮人王拥有绝对的统治力，矮人部落个个拼命追随，真打起来，矮人部落的战术统一，思想统一，战斗力会很强。当然强了，要是不强，早被我陆家屯自己吃下了。陆子野心中暗忖道。而且矮人部落拥有终极武器，目前人类领主对于终极武器的威力没有正确的认识，到时候是要吃大亏的。以后可可也要为大哥哥造终极武器、高级武器。好，你先去忙生产，我这边还有点事，保持联系。好嘞，可可懂事得很，知道大哥哥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再打扰。而陆子野这边已经看到了自己的陆家屯空军已经发起了突袭，他们要趁乱拿下猎食人和强大的陆战兵种独角野牛。
陆家屯战士并没有等独角野牛和猎食人打得两败俱伤才动手，他们得到了主人的命令，让陆子野立刻突袭这两个兵种。陆子野的想法很简单，等他们分出胜负后再突袭，虽然更加容易获胜，但是这两个兵种战斗死亡后，自己转化的数量也会降低，而且大军长时间在这里潜伏等待进攻时机，也增加了暴露的风险。权衡利弊之后，陆子野决定立刻突袭。大军闻令而动，施救空军一往无前冲在最前面，进行无差别淬毒箭矢射击。地面上，大地暴熊等6星战士冲在最前面，其余兵种紧随其后。要知道，现在的陆家屯大军光是6星战士就拥有足足15名，实力强悍。想当初，陆子野还非常羡慕那些拥有 A 级兵种的领主，他们每天直接孕育5星兵种。而这3天以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拥有了15个6星战士，5星战士现在更是直接来到了65名，何其强大！而征服了这群防御力极其强大的独角野牛，以及拿下猎食人，组建自己的空中轰炸大队之后，那泰坦巨蟒和8星矮人王的问题似乎也可以解决了。看着自己的部落战士冲向独角野牛和猎食人，陆子野已经开始展望未来了。斜坡上的猎食人看向高空中俯冲而来的施救空军，惊疑不定道：“还有高手？”而斜坡下那些笨重的独角野牛承受了这个智商不应该承受的打击，自己本来被猎食人已经砸懵逼了，怎么现在天上还下起了箭雨？怪疼！这些狂暴的独角野牛每一头的体重都达到了10吨，说实话，被这玩意儿顶上一发，与被卡车撞了没啥区别。随着陆家屯面对的敌人越来越强大，陆子野之前拥有的追风狼、狂暴野猪这种地面生物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大集团作战冲锋的需求了。因为无论是追风狼还是狂暴野猪的属性都偏向于综合，追风狼速度快，攻击也不俗，而狂暴野猪速度一般，防御不错，攻击也还可以。大地暴熊、半兽人、半人马都偏向于攻击型，所以陆家屯急需一种能扛能冲锋的肉坦，而独角野牛在这方面是个中翘楚。猫122，独角野牛承受双重打击，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势，不少野牛从斜坡上滚落下来，沿途掀起烟尘无数。陆子野的大军一部分从山脚发起攻击，另一部分被施救空运到山顶，在几轮毒箭齐射之后，他们空降到高处，配合山脚的冲锋部队来了一个两面夹击。猎食人和独角野牛开始溃败，而陆子野已经准备好了接收新的部落战士。第33章，第4天到来，部落首批7星。激烈的战斗终于落下帷幕。这一战，陆子野发起冲锋的队伍中牺牲了2名4星半兽人，1头4星狂暴野猪，他们死于猎食人的狂轰乱砸或者独角野牛的铁蹄践踏。但是此战，陆家屯的收益十分丰富。首先成功转化5名6星猎食人、10名5星猎食人、50名4星猎食人。而皮糙肉厚的独角野牛，陆子野转化成功5头6星、15头5星、30头4星。在歼灭了如此庞大的2支兵种后，陆子野的队伍迎来了新的一波升级。最值得一提的是，队伍中出现了部落首批7星战士，一共2个，7星绿毒蜥和7星大地暴熊。陆子野知道，当一部分6星开始晋级的时候，其他6星距离晋级也不远了。除此之外，还新晋级了6名6星战士、11名5星战士。此战之后，陆家屯的实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就在此刻，第4天到来，陆子野的孕育池诞生了20名全新的2级地精，加入了生产队伍。陆家屯一共拥有战士如下：4星猎食人 X50， 5星猎食人 X10， 6星猎食人 X5， 4星独角野牛 X30， 5星独角野牛 X15， 6星独角野牛 X5， 4星半人马 X25， 5星半人马 X25， 6星半人马 X3， 4星地精 X7， 5星地精 X2， 4星丛林矮人 X18， 4星狂暴野猪 X25， 5星狂暴野猪 X5， 6星狂暴野猪 X1， 4星半兽人 X38， 5星半兽人 X12， 6星半兽人 X3， 4星追风狼 X50， 5星追风狼 X7， 6星追风狼 X1， 4星绿毒蜥 X14， 5星绿毒蜥 X5， 6星绿毒蜥 X6， 4星狼人 X6， 5星狼人 X3， 6星狼人 X1， 5星大地暴熊 X2， 6星大地暴熊 X1， 5星狮鹫 X4， 6星狮鹫 X3， 一共拥有4星战士246名， 5星战士91名， 6星战士34名， 7星战士2名。生产队伍2星丛林矮人 X40， 2星地精 X40， 总兵力453，战斗力48000。我的天哪！陆子野看到自己的战斗力已经接近5万之后，发出了惊呼。
短短3天，陆家屯已经恐怖如斯了，而且兵种齐全，具备强大的协同作战能力。接下来的各种大战，陆家屯也是时候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震撼了。这场战斗还获得了155单位的食物和88单位食料，210单位皮革，赚得盆满钵满。此刻大队伍已经回到部落，加上生产队伍，一共453名战士。陆子也一下子觉得部落热闹起来了。狂暴野猪和大地豹熊没事在石阶上蹭痒痒，狮鹫撵着追风狼满场跑，半兽人和半人马在探讨作为半人生物的心得和彼此器官的差异。地精和丛林矮人在独角牛宽厚的背上玩滑梯，还有几个调皮的2星地精坐在他的独角上荡跷跷板，嚷嚷着要蹦高高。独角野牛猛地一仰头，直接将地精送上天，然后被天空中的狮鹫稳稳接住。妈妈，我要玩这个！下面一片欢呼，一群的精和矮人都嚷着要玩，自觉排起队来。几十名生产队伍的战士从仓库搬出来丰盛的食物，让狩猎队伍的战士们大快朵颐。7星绿毒蜥在用力分泌毒液，制造7星淬毒吹剑和毒矛。看到此情此景，陆子也感叹自己的部落已经不能用生机勃勃来形容了，简直是丧心病狂，路子狂野啊！几家欢喜几家愁，人类的悲欢总是不尽相同的。红龙部落，林婉看着从孕育池里面腾空而起的4头崭新出炉的5星红龙，一脸的激动。已经第4天了，他现在一共拥有12头红龙，其中第1天招募的2头红龙都已经7星了，第2天招募的2头红龙和第3天招募的4头红龙也都6星了，今天又获得了4头5星崭新红龙，自己的战斗力直接飙涨到了3520，短短4天战力3520了。林婉很满意自己的成绩。要知道战力榜开启的时候，全服最高也就是陆家屯，也才1000多。虽然后面陆家屯的战力过万了，但是林婉有自信，按照这个速度，自己早晚追上。2天没看战力榜了，他潜心狩猎，一心变强，他足够努力。今天他怀着激动的心，开启了系统光幕，目光小心翼翼看向了战力榜。他从下面开始往上看，果然自己的排名并列第2，但是能与自己并列的人只有51名了。可见就算是同属 A 级兵种的领主，自己的实力也是最拔尖的行列。第1名不用想了，一定还是陆家屯，不过相信他和自己的差距应该缩小了一些吧。林婉的目光继续往上看，战力榜第1名陆家屯，总战斗力48000。林婉，他不可思议地揉了揉眼睛，仿佛确认自己没看错。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我 A 级顶尖兵种，奋斗4天才3000多，还没你领头多。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越来越大了。他解开身上的衣服，感觉这些都是累赘，他太累了，将自己半个身子浸泡在了郁郁池中，陷入了自我怀疑。而地底世界的小小部落里面，可可手舞足蹈，欢迎着自己的新成员。40名1星侏儒战士一个接一个从2级孕育池中宣誓效忠于可可。可可叉着小蛮腰，无论他怎么假扮威严，那有些婴儿肥的脸蛋上显露出来的只有可爱。我们部落的生产任务很重，长矛、皮甲、吹剑都要继续生产。我们的大哥哥接下来很可能要经历几场大战，陆家屯兴，我们则兴；陆家屯亡，我们则亡。这当中的利害关系，你们懂了吗？100名侏儒齐齐点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加油！整个部落都开启了大生产模式，所有岗位加班，各项装备正在快速从小部落批量产出。目前陆子野的大军最缺的就是皮甲，大量的新战斗单位需要装备这种初级装备来提升生存率和坦度。半兽人数量不多，基本已经换装了长矛，还是淬了7星毒的长矛。可以说被这种武器戳中了，那是相当哇塞的。5星以下的敌人几乎能当场变成小儿麻痹症。只是新的问题出现了，陆子也发现部落战士什么都好，但是空军太弱。目前陆子也只拥有7头狮鹫，5星的3头，6星的4头。6星狮鹫一展超过了16米，搭载地精、矮人这种小体格，几十名都不成问题。但是你换成大地豹熊、半兽人、狂暴野猪这种庞大生物，就做不下几头了，更别说独角野牛这种庞然大物。所以这样的狮鹫可以看成现代战争中的歼击机，装备了一些攻击武器，机动性、攻击性都不错。但是陆子也更需要一支远程战略运输机，可以发起大规模的空降作战，能一次运送上千、上万的陆战单位发起突袭。所以龙族生物是陆子也一直以来非常渴望的兵种，体型更加庞大，运输能力更强，安全性也很高。就是不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有没有这个运气征服一匹飞龙。不，目前陆子野的空军问题只需要多增加一些狮鹫就可以搞定了。于是陆子野叫来了自己部落里面的那一群狮鹫。这群狮鹫恭恭敬敬来到陆子野面前，用翅膀护在自己胸前表示礼仪。屋主，能有什么为您效劳的？
陆子野满意点头，这些狮鹫为自己征战许多场了，最低的忠诚度都来到了83。军队中忠诚度最高的是第一批地精，已经来到了91点。陆子野发现，忠诚度越高，增加也越难。传闻忠诚度到了100之后，能激活 20% 的额外战斗力，到时候可以验证一下。你们最近的战斗非常骁勇，而作为天空种族，你们对于部落非常重要。陆子野先是肯定了这群狮鹫的贡献，让几头狮鹫一脸的高兴。为屋主效命是我们的荣幸。很好，我需要更多的狮鹫加入我们的部落，你们有这方面的信息吗？让狮鹫去找狮鹫，然后击杀转化，听起来很荒诞，但这就是系统的强大。只要是被陆子野转化的兵种，都不会认为自己是狮鹫族的，而是陆家屯的。就像他们的口号，我是陆家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们都愿意为陆家屯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这群狮鹫听了之后，不但不觉得奇怪，反而异常兴奋。他们认为狮鹫能被主人认可才是最大的荣幸，他们巴不得天底下所有狮鹫都效忠于主人。屋主，在东边的绿谷住着一只狮鹫，数量100有余，我等愿为主人拿下它们。100多狮鹫，太好了！按照 60% 的转化率，部落起码能增加60多头狮鹫，空军将达到非常可观的规模。想到这里，陆子也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下令陆家屯战士听令，休整结束之后，进军绿谷，拿下狮鹫群落，注意沿途侦察，利用吹箭在他们熟悉的天空中击落他们。遵命！陆家屯部落战吼一片。陆家屯第一场空战即将来临，以狮鹫对狮鹫。不同的是，陆子野的狮鹫可是装备武器的，那些7星淬毒吹箭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以对地攻击，也可以空对空发射。第34章激烈空战，凌晚目睹。全部落唯一一头7星绿毒蜥对着长矛吹箭一顿喷口水，他是陆家屯的宝藏男孩，职业喷子，备受大家尊敬。陆家屯战士在为大战做最后的准备。半兽人手持刚刚被淬毒的长矛，激动道：“我的矛可是淬过毒的！”一群半人马战士也是激动无比，将长矛舞得虎虎生风。而地精和丛林矮人已经开始登基，他们作为此次空战的主力，每个战士配备了100发淬毒毒箭，弹药充足。猎食人休整完毕，吃掉了陆子野100单位食料后，也开始登上狮鹫，他们也是本次作战的攻击主力。要知道猎食人投掷的精度和伤害都极高，如果这个世界有运动会，猎食人轻轻松松可以拿一个投掷铅球的冠军。地面部落也会参加这次空战，他们负责将那些受伤跌落地面的狮鹫逐一斩杀。乌拉拉拉拉！战士发出一连串独特的战吼，下一刻狮鹫腾空而起，地面半人马战士奔腾前行，追风狼侧翼跟上，大队伍朝着绿谷快速机动。陆子野正在期待着绿谷一战即将到来的惊喜，没想到另外一个惊喜先来了。系统信息不断闪烁，陆子野知道是可可来消息了，但他打开看到信息的瞬间，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哥哥，大哥哥，好消息啊！今天系统忽然提示我，因你部落连续大量生产装备，掌握了大量装备生产心得，您获得终极建筑图纸高温熔炉。陆子野惊了，他在世界频道都没有看到过有人售卖终极图纸，不管是装备图纸还是建筑图纸都没有，这可可居然系统送他一张。终极熔炉图纸对于装备打造非常关键，只有高温熔炉才能生产出金刚比金铁更加坚硬的金属，是用来制造弓箭箭头、钢甲、钢盔等装备的核心材料之一。没等可可开口，陆子野直接主动询问道：“很好，制造这个熔炉需要多少物资？我马上给你交易过去。你可以早一些熟悉这个熔炉的作用和使用，为以后生产更加精炼的装备打基础。”看到陆子野的信息，可可有点不好意思开口，觉得自己好没用，什么东西都是大哥哥给自己，自己啥时候能给大哥哥一些好东西啊？犹豫了一会，他还是不得不开口说出了实际需要的物资数量。没办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制造这个终极熔炉需要石料4000，金铁2000。大哥哥，石料我这边还剩800，金铁500，您少给我一些。陆子野直接原数交易了过去。不用少给，那些物资你自己也有需要，你只需要把精力投入到装备研制和生产中去。7天新手期已经快结束了，到时候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敌人还未可知。可可看到陆子野的信息，直接开心到翘脚，因为大哥哥居然说我们也就是没把自己当外人了，而是自己人。他激动地回复：“大哥哥，可可知道了，我一定要为部落制造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装备，加油，加油！”遥远的绿谷，天空一片晴朗。这里是一个山谷，谷中植被茂盛，鸟兽繁多。天空中时不时有狮鹫展翅翱翔，盘旋高空，准备狩猎地面上那些潜在的猎物。远处12头巨大的红龙隐蔽在谷内一个入口处，窥探着绿谷内的一切动向。其中2头7星红龙体长来到了20米，极为巨大。这是来自凌晚部落中的红龙，在寻找狩猎时机。
就算强大如林婉，也不敢轻易发动对狮鹫族群的进攻，只能耐心等待落单的狮鹫。首先，这群狮鹫数量庞大；其次，这群狮鹫中的头领也拥有7星实力。如果贸然进攻，林婉的12头红龙并不占据优势，如果出现一定的伤亡，林婉是无法接受的，这是他的全部家当啊！对于陆子野之外的所有领主，获得兵种的唯一途径就是孕育池，每一个兵种都是宝贵的。做好警戒，只要进入斩杀范围，立刻拿下猎物。今天的狩猎任务很重，你们要时刻保持战斗状态。林婉在红龙部落中远程对自己的红龙部队下达了命令。不多一会，一头狮鹫滑翔而过，进入了林婉的埋伏圈。这些战斗经验极为丰富的红龙，从第一天厮杀到了如今，从未遇到对手。他们腾空而起，2头7星红龙一马当先，以更加狂暴的速度追上狮鹫。后者大惊，试图逃逸，并且发出了巨大的啼鸣声，进行呼叫支援。下一刻，锋利的龙爪直接刺入这头6星狮鹫的血肉，牢牢将其钳制。7星红龙巨口一张，对着狮鹫的脑袋猛然撕咬而去，一颗头颅与脖颈分家，鲜血从天空洋洋洒洒滴落。而这群红龙开始转移埋伏地，毕竟再不转移，一群狮鹫就会闻声而来。红龙战斗经验丰富，对于狩猎驾轻就熟。林婉很满意自己队伍的狩猎表现，可是下一刻，他看到红龙的兽童中出现了一丝惊骇，他们迅速隐蔽，逃离了现场，直奔红龙部落，压根没有准备继续换地点狩猎狮鹫。什么情况？林婉心中不解，他下达的命令可是继续狩猎，而不是班师回朝啊！利用系统功能，林婉开启了视野分享。通过红龙的视野，他看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距离800米外，天空中几头狮鹫滑翔而来，而狮鹫的背上居然搭载着一群装备精良的地精、矮人，还有猎食人。这是什么非主流搭配？还能这样子？而林婉通过系统的功能看到了这些兵种的基础信息，他们竟然是来自陆家屯，一个当前最为神秘的部落。更令人震撼的是，地面上一群半人马挥舞着亮闪闪的长矛，冲在最前面。而地面队伍竟然拥有2名7星战士，6星战士多得数不过来，5星是常态，4星是意外。整个几百人的大军，竟然4星是最低的配置。这是一支什么样的神仙队伍？林婉整个人都懵了。不是兵种只能一种吗？这个陆家屯觉醒的是全家福吗？品种这么丰富，而且他们来这里干嘛？总不会是来攻打自己的吧？林婉的眼睛睁大，他想到了一个可能，这陆家屯不会是来团灭绿谷狮鹫的吧？第35章，林婉蛰伏，透露重大秘密。这个时候的林婉终于懂了，怪不得他总是战力榜第一，怪不得自己怎么追都是差距越追越大。自己就几条龙，人家是兵种1条龙服务，啥都有，怎么比？林婉不笨，他开始猜测到了一点玄机。他认为陆家屯拥有这么多兵种，应该是因为陆家屯领主的强大天赋。毕竟无尽大陆当初的兵种觉醒规则说得很清楚，觉醒自己的唯一兵种。只是林婉想破脑袋都想不出陆家屯领主的天赋到底是什么，能获得这么多兵种，跟疯狂动物园似的。这一刻，林婉已经没有半点要和陆家屯攀比的心思了。人就是这样的，在没有看清形势之前，觉得我也行，但是一切明朗之后就会明白，打不过就加入才是硬道理。而他这里还偏偏有一个针对陆家屯的大秘密，因为魏青山找过他，聊了许多关于剿灭陆家屯的计划。毕竟自己是并列战力榜第2的存在，他也被高调邀请加入了反抗联盟，要参加针对矮人王的战斗。而魏青山陷害陆家屯的计划，林婉不置可否，因为他不确定对方到底什么来路，不可能表态。这样的定力，林婉是有的。到了现在，他已经有了计划，那就是如果陆家屯需要外援，自己将第一个加入。毕竟这种事越早，收益越大，也越容易被信任，成为元老级盟友。林婉没有让红龙撤回部落，而是让红龙来到了绿谷的边缘，居高临下俯瞰即将发生的绿谷大战。他想要看看陆家屯这种混合兵种的实际战斗力如何。根据他的估算，陆家屯战士应该可以拿下全部狮鹫，但是会牺牲100-200兵种。毕竟平均实力都是5-7星的100头狮鹫，还是天空生物，并不好对付啊。战斗已经打响，陆子野为数不多的7头狮鹫率先发起了攻击。他们在300米高度对着绿谷内一处狮鹫巢穴发动了突袭。那些猎食人齐齐朝着下方猛砸石块，同时地面部落已经杀入巢穴，利用毒矛开始攻击那些在地面休憩的狮鹫。巢穴内的狮鹫瞬间被惊起一大片。这些石块、吹箭、射程也太远了吧！通过系统中红龙视野观战的林婉惊叹于陆家屯空军的实力。他觉得自己的12头红龙如果遭遇了他们，与他们为敌，可能会被全歼。因为人家拥有远程攻击手段，自己的红龙却没有。画面中，不少狮鹫被地面部队突袭后，迅速腾空加入战斗。
可是天空上那些可怕的石块和毒箭同样致命，不少狮鹫中毒后，身体开始不听使唤，飞行的姿态歪歪扭扭，难以升空。不少5星狮鹫甚至直接撞向地面，撞向崖壁，场面一片混乱。毕竟那可是7星毒素啊，来自部落最靓的仔，职业喷子，升级模范标兵7星绿毒蜥同学，这就是7星毒素的含金量。那些被袭击后紧急升空的狮鹫被砸得蒙圈，毒箭更是防不胜防，整个狮鹫巢穴悲鸣一片，极为凄惨。林婉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他本以为最多是一场惨胜，可是自己看到的是一场碾压的胜利，这就是兵种搭配的强度吗？全新版本玩法，这场战斗更加坚信了林婉内心的想法，就算不能成为盟友，但是绝对不能成为敌人。接下来的战斗，林婉是揪着心看完的。100多狮鹫啊，竟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太惨了。他看到陆家屯的战士不光是空军强大，装备先进，战斗意志也是顶尖的。他们分工极为明确，每个战士都有自己的职责，而且坚定不移在执行自己的职责。这么复杂的多兵种军队，战斗起来却是一点不乱，甚至拧成了一股绳，让战斗力更加凶悍。那些从高空跌落下来的狮鹫，首先被独角野牛一顿乱顶，践踏蹂躏。因为狮鹫就算还有战斗力，还能反抗，也无法对独角野牛这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体重10吨的愣头青兵种造成致命伤害。被独角野牛蹂躏之后，就是狂暴野猪和追风狼的一顿招呼，狮鹫身上的旧毛都被撕咬得不剩几根，然后便是半兽人和半人马手持长矛前来收尸。而大地豹熊实力强悍，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极少数没有被毒箭攻击还拥有战斗力的狮鹫。整场战斗历时39分钟结束，陆子野一共转化了7星狮鹫1头，6星狮鹫35头，5星狮鹫30头，收获极其丰盛。队伍中一大批战士也获得了升级，20名4星单位晋级5星，15名5星单位晋级6星，2个6星战士晋级7星，都是天空作战的狮鹫。截止目前，陆子野拥有的7星狮鹫就足足3头了。战斗中获得食物303单位，在狮鹫巢穴中发现了木材400单位，收获不少。屋主牛逼！天空中，猎食人和地精、矮人站在狮鹫的背上，对着下方战士振臂高呼。下方战士也是群情激昂，纷纷高呼荣耀属于陆家屯。就在大队伍准备打扫战场后继续前进之时，天空中一个巨大的身影掠空而来，7星红龙。陆子野通过战场视野瞬间发现了来者的信息，而且这不是野外生物，而是来自红龙部落。陆子野对红龙部落有点印象，不就是曾经在聊天频道被人们追捧的灵丸女神？不过陆子野才不管什么女神不女神，他准备砍死这条红龙，自己正发愁部落中没有龙族生物呢。准备战斗！狮鹫空军立刻升空准备迎战，但是那条红龙却没有战斗的意思，它隔着500米就降落地面，没有贸然靠近陆家屯的战士。红龙将利爪收敛，将平日高傲的头颅也垂下，远远对着陆家屯战士的方向低头施礼道：尊敬的陆家屯领主大人别误会，吾主有要事相商，我们来自红龙部落。陆子也愣了一下，这是来示好的？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好友申请，筛选了一下红龙2字，果然有一个好友申请。陆子也除了可可没有加任何人，他也不记得自己拒绝过多少人的好友申请。通过了红龙部队的申请，陆子也想听听这个人说什么。而林婉看到好友通过后也丝毫不敢废话，他知道这个时候要体现自己的价值，直奔主题道：陆家屯领主您好，反抗同盟中有人想要陷害您。陆子也看到陷害2字来了精神。陆子也最怕死了，尤其怕被人惦记，所以这种人一定要先弄死。于是他反问道：你说说看，而且我凭什么相信你？第36章专属进化果实熔岩之心。陆子也并不会因为对方一句话就轻信对方，鬼知道这个红龙部落的领主是不是上演的苦肉计来试探自己的虚实。但是陆子也不排除对方是真心想要与自己结盟，而且大概率是如此，只是行事要小心一些，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林婉看到陆子野的信息并不意外，在无尽大陆，所有人都是为了活下去，任何意外导致的结果可能都是覆灭，所以在这里是非常难获取别人的信任。您放心，既然我选择追随你，就会给出足够的诚意。我先给你一些内幕消息，您自行判断真伪。好，如果我发现你有半句假话，你的这条红龙就留下吧。有免费的情报，陆子也自然不会拒绝，自己也警告了对方别耍任何心眼，管不管用先不说，先警告一波。而林婉也将孤狼部落魏青山如何联系自己，商量借用反抗联盟的力量，在7天后准备围剿陆家屯的过程151时告诉了陆子野。陆子野内心觉得这个情报大概率是真的，因为孤狼部落的确和自己有仇恨，对方先入侵了自己的采集地，然后自己崛起后反手灭了对方所有狼人兵种，而且魏青山担心陆家屯战士7天后报复灭了他的孤狼部落，
所以狗急跳墙想要借刀杀人的动机是成立的。你告诉我这些，想要得到什么？别告诉我，你人美心善，无欲无求。看到陆子野的回信，林婉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这个家伙的话难听，但是既然已经这么说了，证明自己的话对方还是相信了。林婉便是小心翼翼回复道：我看到了您部落的兵种十分强大，装备也遥遥领先，我希望能和您成为朋友或者盟友，未来如果我有危难，希望能得到您的出手援救。陆子野心中哑然一笑，和自己想象的差不多，每个人都想好好活下去，结识强者，自己也一样，如果碰到比自己更强的人，也不愿意为敌。这个世界无限辽阔，谁也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远的不说，就是7天新手期之后，防御屏障消失，到时候无尽大陆会是怎么样的腥风血雨？几亿领主，到时候能有多少活下去，犹未可知啊。看到林婉的请求后，陆子也思考了片刻，回复道：那得看未来的你有没有足够的价值了。目前根据你提供的消息，我只能答应出手一次，而且是在我自己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如果你想继续保持你口中所说的朋友或者盟友关系，你就必须展现更高的价值。我懂，所以我决定，如果您想要对谁动手，红龙联盟12头红龙任凭你差遣。好，你的话我记下了，同时谢谢你的情报。陆子也留下最后一句话后，便是不再关注聊天框，倒是对方这12头红龙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会用上，怎么表现就看他自己了。对于陆家屯，这支力量能用最好，但不是必需品。结束了绿谷的战斗，陆子也心情很好，自己的空军一下子得到了极大提升，解决了燃眉之急。刚好可可又给自己交易过来了一批装备，皮甲自己留着用，多出来的淬毒吹剑，陆子也继续挂售，累积资源。资源这个东西从来不会嫌多，以后花销的地方可多了去了。陆子也的淬毒吹剑继续以拍卖模式出售，不同以往的是，这个时候售卖吹剑的商家已经有10几家了。无尽大陆每过一天，诞生的图纸都在增加，这些人也想分一杯羹。不过陆子也比较鸡贼的地方在于，其他商家好不容易合作开发出5星毒素的淬毒吹剑，陆子也将自己的吹剑又更新到了第3代吹剑3型号，采用了6星毒素。要知道陆子也自己用的可是7星毒素，众所周知，外贸版都比自用版要低一个档次，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装备的领先嘛。就当陆子也设定好拍卖价格的时候，看到久违的聊天频道以疯狂的频率在讨论一个热点事件，陆子也进行了围观，就连他自己也被震惊到了。尼玛，我直接惊呆了，交易区居然在拍卖进化果实熔岩之心，据说可以让猎食人这个兵种得到一定程度的进化，成为熔岩巨人，可以投掷火热的可爆炸的熔岩石。卧槽，我他妈第一次知道兵种还可以进化，猎食人是 B 级兵种，岂不是可以进化到 A 级？没那么简单啊，看那个物品说明只是获得一定的进化程度，估计要吃好几个才能进化到 A 级，那也很有用啊。几亿领主才爆出这么一个进化物品吗？为什么前几天没人拿出来？还是爆出来这个东西的人都悄悄在使用？你想多了，兵种有几百种，哪有那么好运？爆出来的进化果实刚好是自己可以用的，牛逼牛逼！那么岂不是说，就算1级兵种也可以通过服用进化果实到达 S 级兵种？那是理论上啊，你从1级兵种开始吃进化果实，要吃多少才能进化到 A 级？倒是那些 A 级兵种的大佬资源多，有机会将自己的 A 级兵种进化到 S 级啊！陆子野的脑海中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原来兵种是可以通过服用进化果实进化的。几亿领主目前在交易区才看到了一个进化果实，可见爆率是何其低下。但是这玩意可以让猎食人进化成为熔岩巨人，投掷出去的也不再是普通石块，而是可以爆炸产生高温范围伤害的熔岩石。这意味着陆家屯的空军拥有了真正的轰炸能力，而陆家屯接下来要打的硬仗极有可能是那种大规模的集群作战，拥有这样的轰炸能力，可以说简直拥有了降维打击的能力。所以这个物品陆家屯必须拿下，无论竞争多么激烈，志在必得。陆子野看了一眼自己的各项物资，好家伙，食物 8.4 万，木材 5.7 万，石料 6.3 万，铁矿石 3.2 万。家中有良心不慌，来来来，拍卖区走起，请亮出你的价格。陆子野直接进入系统的拍卖区，参加了这次针对熔岩之心的拍卖。第37章，加入光荣的进化吧，大聪明。陆子野进入拍卖区之后，看到价格表示不慌，没有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起拍价格2万价值物资，也就是2万木材、石料，或者4万食物，也可以1万铁矿石，都是等价。拍卖的时长定在1小时结束，距离开始拍卖还有15分钟。陆子野庆幸自己今天逛了一圈交易区，不然就错过这么刺激的道具了。一想到自己的几十名猎食人进化成为大聪明熔岩巨人，在天上不要脸似的往地面丢雷老母，陆子野心中就无比激动。而进入拍卖房的人多达1000多人，
要知道，拍卖人还设定了进入房间都需要交纳50单位的资源作为门票，这是比较罕见的操作。但是人家的东西真贵啊，而且刚好又是第一个拿出来拍卖的人，场面确实火爆。陆子也算了一下，这个逼光是门票收益就到达了5万单位物资，比自己卖装备来的快多了。牛逼！陆子也心中给对方竖起了大拇指，同时也给陆子也提供了一个思路，以后自己搞到那种刚需道具，自己用不到的又很珍贵的，一定也要这么玩。几亿领主当中，兵种是猎食人的，估计1/5的概率，也就是差不多整个无尽大陆有50万这样的领主。但是并不是每个拥有猎食人兵种的领主都会来拍卖，有的人资源不多，知道没机会就不花这个冤枉门票钱了。还有的领主可能压根就没有看到拍卖信息，没有参加。拍卖房内很热闹，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火药味十足了。各位，这东西我很需要，能不能给一个面子让我拿下？不给？你多大的面子啊？要这么多人让着你，门票钱你来全部倒贴吗？我巨石部落有盟友31名，7天新手期结束，大家早晚会碰到的，这东西以后多的是，能先让一让吗？哟，7天新手期结束后你要怎么地？打我，老子就要拍，谁强谁有理，你特么吓唬谁？蝌蚪身上纹青蛙，你在秀你妈？巨石部落没听过，真嚣张啊，搞得我这个战力榜591名都不敢吱声了。卧槽，楼上真的假的？B 级兵种猎食人，你能冲到战力榜591名？求攻略，求你妹！拍卖开始了。随着拍卖倒计时结束，聊天框立刻哑火了，不再逼逼，而是直接开始竞价。系统：巨石部落出价3万单位物资，1分钟无人加价将进入3秒倒计时，拍卖将提前结束。那个之前叫嚣的很厉害的巨石部落，直接将价格从2万提升到3万。其实这样也没错，反正1小时的拍卖时间，大家都会不停涨价，还不如直接拉高出价，让一部分没有太强实力的直接打消念头，同时也彰显自己志在必得的决心，让一部分人打退堂鼓。但是熔岩之心的诱惑力还是太大了，拍卖房只是沉默了几秒钟，就有人出价了。系统：顽石部落出价35000单位物资，1分钟无人加价将进入3秒倒计时，拍卖将提前结束。系统：巨石部落出价5万单位物资，1分钟无人加价将进入3秒倒计时，拍卖将提前结束。没想到这个巨石部落还真的有点实力，直接干到了5万物资，而且这个人还很嚣张地放下了一句话：刚才不是有一个战力500多名的在鬼叫，出来走2步，来走2步啊！你们是没去查战力榜吗？看看巨石部落是不是并列351名？巨石部落这次的叫嚣没人回应了，估计是真有人查询了排名，发现对方说的是真的，而且这个人是真的有钱，还组建了联盟。就在陆子也准备入场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考验一个人可靠度的最佳办法就是借钱。陆子也直接打开了聊天框，点击红龙部落发去了消息：在吗？借1万物资给我。陆子也不说干嘛，反正就是一个借钱，就看你给不给了。还在山巅打野怪的林婉看到这条消息，有点没转过弯来。这就是榜一大佬吗？恐怖如斯，动不动就借东西，张口就是1万。1万他倒是有，毕竟是 A 级兵种中的佼佼者。这段时间除了升级部落建筑，林婉就没什么开支，存了3万多物资。林婉反反复复确认信息是来自陆家屯部落的，而不是骗子冒充的之后，内心很挣扎的回了一句：没问题的，我马上交易给你。林婉觉得这个榜一的路子有点摸不透，自己什么好处都没捞到，又是提供免费情报，又是借钱，就差身子没给他了。呸！我为什么要这么想？怎么自己处处倒贴啊？路子也欣然接受了对方交易过来的1万物资，他打算拖个10天半个月再还，这样更能考验一个人。就这么办了。陆子也拿到了白嫖的1万物资后，直接加价到7万。系统：陆家屯部落出价7万单位物资，1分钟无人加价将进入3秒倒计时，拍卖将提前结束。陆子也一出手，拍卖房的画风立刻诡异起来了。还有高手！卧槽，直接干到7万了，比巨石部落还猛。而这个时候，巨石部落的那个领主也发话了：这位朋友，我前面的话你是没看到吗？建议你聊天信息重新看一遍，确定自己要不要和我竞争。而陆子也直接笑了，回了一句：我看你妹。而拍卖房的人从系统拍卖信息中也立刻反应了过来，哈哈，原来是榜一大哥来了，牛逼啊！巨石部落的大佬，上啊，别怂，不就是榜一？什么？榜一？快跑吧，孩子！估计巨石部落的已经内心在忏悔了，我承认我刚才说话有点大声。哈哈。而陆子也出价之后，40秒内都无人再出价。榜一大哥的面子要给的，我黑石部落让了，我精明部落也让了，巨石部落也让了，刚才冒昧了。
陆子野心中无语，这些人真的鬼精鬼精的，明明没钱出嫁，话却是说得很漂亮，但是场面话还是要说的，自己也不能乱得罪人，成为众矢之的。陆家屯多谢各位承让了，新手7天之后，有兴趣的可以来我陆家屯坐坐，在下不胜欢迎。客气客气，一定登门拜访。一阵没有必要的寒暄之后，系统进行了倒计时读秒，而陆子野也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熔岩之心。系统，恭喜您在拍卖场成功拍下兵种专属进化果实熔岩之心，已放入您的仓库。陆子野从石阶上蹭一下站了起来，远程发布命令，所有战士立刻呈火速回营的整顿，猎食人准备迎接光荣的进化。第38章不足为虑，榜一兵种是猎食人。陆子野成功拍下了梦寐以求的熔岩之心。他在自己的部落仓库看到了这个玩意儿，一句话描述：震撼。本以为这东西只是一个小道具，结果居然是一块直径5米多的巨型石球，它就静静躺在自己的仓库中，发着红光，通体通红，宛如烧红的玻璃球，表面上还有一些火焰形状的云纹，看起来十分生动，好像下一秒就要喷涌出一般。可是陆子野并未感受到一丁点热浪，似乎它蕴含的能量需要特殊方式才能激活。这块熔岩之心起码有20吨重，按照系统的说法，需要将它帮运到孕育池中，然后激活。猎食人只需要浸泡在池水中，就可以获得进化，成为熔岩巨人。而且最为神奇的是，陆子野以后在狩猎新的猎食人，只要被成功转化为帮凶，他们将直接在孕育池以熔岩巨人的形态出现在部落中，属于是一劳永逸了。根据系统说的进化指导，B 级的猎食人获得熔岩之心的进化之后，获得 50% 的进化进度，也就是如果有机会再买到一个熔岩巨人的进化道具，他们将彻底摆脱 B 级兵种，成为 A 级兵种。对于兵种晋级，陆子也不强求，反正碰到合适的就买。自己的主要战力来源还是依靠野外击杀转化，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直接了。这一次之所以对熔岩之心这么上心，是因为能让自己的空军拥有一项逆天的攻击手段，属于士质的提升，不能错过。以前搭配施救的空军不是丢石头就是吹箭，现在不一样，还能丢雷。陆子野的军团行军速度很快，回来也很快，几百号军队齐齐回到了部落。生产队伍的战士很自觉给这些狩猎战士端来了食物，让他们得到快速休整。而陆子野则是命令大地豹熊过来搬石头，那玩意估计得10几吨，也只有这些莽夫才能将它弄到孕育池里面去。6、7星的大地豹熊简直和起重机没啥区别，没费什么劲儿就完成了陆子野交代的任务。巨大的熔岩之心泡在孕育池里面，泛着红色的光泽。部落战士纷纷投来了奇异的眼光，他们不知道主人搞一块大石头究竟要做什么。所有的猎食人战士进入孕育池，你们将获得全新的力量，只要为部落而战，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加入光荣的进化。陆子也对着部落的战士疯狂洗脑灌鸡汤。虽然这些战士忠诚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发自内心的战斗狂热和服从命令去战斗是2个概念。陆子也要借着这次进化告诉所有部落战士，你们的主很强，可以赋予你们全新的力量。一群猎食人一跃而起好几米，直接窜进了孕育池，嘴里兴奋地大叫着，感恩无主恩赐，无主牛逼，愿为部落煽风点火。而那些没能获得进化机会的战士眼珠子都快掉地上，那叫一个羡慕嫉妒啊。我大黑猪一家跟随无主从幽暗密林东头砍到西头，为啥老朱家没机会进化啊？大地豹熊也是一脸的嫉妒，早知道是给那群石头疙瘩进化用的，我就不给他搬了。嘿嘿，玩笑归玩笑，无主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七星师就用阴鸷的眼神看向这群酸掉牙的部落战士，这些家伙就是一群逗逼，经常互黑，但是打起仗来配合的十分默契。下次我得冲快点，没准就有机会进化了。半人马挥舞着手中长矛感叹道，你还是别进化了，现在还有一半像人，要是从人马进化成牛马了，你就哭去吧。一旁的半兽人坏笑着说道。而孕育池内突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声音，那叫一个凄惨。猎食人的身体是由不规则的石块组成的，当他们进入孕育池后，陆子野便是开始了进化。熔岩之心立刻溶解在水中，孕育池立刻变成了一个红色的水潭，宛如沸腾的岩浆。那些灼热的液体从猎食人体表的裂痕触窜了进去，开始疯狂改造净化他们的身体。原本是灰褐色的猎食人开始变得有光泽，粗糙的体表实质皮肤变得更加坚硬。这个过程效果明显，但疼是真的疼，就连勇敢无畏的猎食人都忍不住发出惨叫。卧槽，太惨了，跟他妈杀猪似的。远处观望的半兽人浑身打了一个冷战，你他妈骂谁呢？6黑狂暴野猪直接一獠牙将骂猪的半兽人顶飞出去20米。好在进化的过程并不漫长，也就10来分钟就完成了。系统，恭喜您成功将65头猎食人进化为熔岩巨人，体型获得增大，
体质变得更加强悍。熔岩巨人拥有自我增生熔岩石的能力，并将其投掷而出，造成范围爆炸伤害。系统，您的熔岩巨人获得 50% 进化进度，兵种等级介于 B 级至 A 级之间。如果您对其再进行一次进化，熔岩巨人将晋级为 A 级兵种，熔岩泰坦，基础星级提升1星。懂了。也就是说，下一次进化后，他们将变成 A 级兵种，而且4星的熔岩巨人会自动变成5星，5星的变成6星。陆子野心中暗喜，这一波提升很大。此刻，65头熔岩巨人已经走出了孕育池，池水也恢复清澈。拜谢无主进化之恩，我等定将为部落开疆扩土，死战到底。这群进化后的熔岩巨人眼神狂热，一个个都亢奋的不行，纷纷跪拜陆子野。陆子野看向部落外的一棵巨树，你去试试威力。被点名的是一头6星熔岩巨人，他立刻领命出列，快速走出部落的防护屏障，手中快速增生出一块硕大的红色熔岩石，然后对准大树飞掷而去。大树距离熔岩巨人起码还有200米，但是熔岩巨人天生擅长投掷，不偏不倚，正中巨树的树干。轰！熔岩石爆裂而开，那棵巨树的树干直接炸开，连同旁边几棵树木都一起遭殃，齐刷刷倒下。卧槽！半人马也学会了部落的震惊语，张大嘴巴半天都没能接受这个事实。孤狼部落，魏青山一脸兴奋，太好了！哈哈哈！之前他在反抗联盟中到处渲染陆家屯威胁论，可是不少人虽然想动手，但是榜一大哥的威慑力不是吹的，不少人都表示需要观察，需要等待，真正能动手的没几个。现在好了，陆子也拍下了熔岩之心，魏青山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天大的谎言，他会跑去反抗联盟，宣扬陆子野的兵种不过是 B 级猎食人而已，不然他怎么会天价购买进化道具？至于他为什么是榜一，应该是天赋能力很强，拥有一大批猎食人。魏青山心里可是清楚得很，陆子野的兵种是一支混合兵种，强得离谱。但是为了铲除这个威胁，为了自己能活下去，他坑死多少人也不介意。魏青山脸上洋溢着诡异的笑容，默默打开了系统光幕。他在反抗联盟的连天群中发出了一条精心准备的信息。他内心无比兴奋，就问这一波借刀杀人，谁能挡住？第39章碟中谍，伏击反抗联盟。魏青山将信息发到反抗联盟群内后，里面立马炸锅了。我去，一直被万人敬仰，吹嘘的榜一大佬竟然只是 B 级兵种，可是人家几万战斗力啊，就算全是5、6星的猎食人，也有好几百头了吧？楼上的，你肤浅了，兵种决定了上限，你的猎食人数量多，我们是可以通过召集盟友来抵消他的数量优势的。群里有60来个领主了，还怕他几百个猎食人？也是，如果他契约的是黑龙或者红龙、地龙，我们都不太好下手。A 级兵种的战力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只是憨憨猎食人，那就好说了，我们可以用数量碾压他，甚至我们群里面还有2名 A 级大佬，兵种质量上也能压制。看着群里面的人逐渐上道了，魏青山知道机会来了，他立刻祭出了自己的杀招。诸位，我觉得咱们确实有机会掀翻陆家屯部落，但是机会只有一次。何出此言？区区猎食人，什么时候都能给他致命一击，怎么可能机会就一次？魏青山循循善诱，先勾起别人的好奇心，然后立刻解释道：大家想一想，他能用 B 级兵种遥遥领先战力榜，肯定是因为有强大无比的天赋啊，让他的猎食人族群十分庞大。而今天他又天价拍下了进化道具熔岩之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想要快速将猎食人进化到熔岩巨人，然后进化成为泰坦熔岩，那个时候他就不再是 B 级兵种了，而是让各位都望而生畏的 A 级兵种，要数量有数量，要质量有质量，谁还能敌？魏青山的话直接让所有人都猛然惊醒，然后纷纷表示言之有理。魏青山老弟说的确实没错，而且根据魏兄弟提供的信息，陆家屯的位置我们也知道了，距离上次被灭的丛林矮人部落并不远，所以明日就是第5天了，我们大家进行最后一轮孕育兵种，然后大军集结先杀矮人王，再一举摧毁陆家屯的采集地，并封锁陆家屯部落。有道理，我们不能再让陆家屯发展下去了。现在虽然7天保护没有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先封锁陆家屯，让他的狩猎部队和采集部队无法外出，这样一来7天保护期一过，我们立刻将陆家屯连根拔起。忽然激动起来了，可是我感觉人家能成为榜一，一直遥遥领先，一定是有点东西了，我们直接和人家宣战会不会太冒险了？楼上的，你太肤浅了，所谓风浪越大鱼越贵，收益和风险永远成正比。我们这个联盟如果凭借此战将矮人王拿下，而且还解决了榜一大哥，从此以后我们这个联盟之名将会响彻整个无尽大陆。而你们各位都是元老，以后加入我们联盟的领主不计其数，背后的利益大家应该都懂。妈的，无尽大陆上遍地是大王，
短暂又辉煌。成王败寇，干完事儿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所有人都决定冒险一战。我反抗联盟，一战定乾坤。我已经仿佛看到咱们联盟未来制霸整个无尽大陆的光明未来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势力的崛起都要经历一次重大的转折事件，而这一次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榜一大哥刚好成为了咱们的垫脚石。诸位，这一次我们注定起飞。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今天大家都好好准备一下，明日0点一过，行动开始。这么快就要行动了？林婉心中惊讶不已，他是没想到这群人真的敢直接发动对榜一大哥的战争。也对，这群人没见过陆子野的真正实力，自然不会想到他的可怕。自己之前也是一样，还妄图追上陆子野，结果差距越来越大，直到有幸见到了陆家屯的军团规模，自己才如梦初醒。林婉刚才在群里面一直附和着他们的倡议，自己没有暴露，是时候获得陆家屯的绝对信任了。林婉打开了系统聊天界面，将群内发生的一切事情全部告诉了陆子野。此刻的陆子野正在查看自己的军团再次去野外狩猎，他还想看看熔岩巨人的狩猎表现，结果被林婉的信息分了神。看完信息的陆子野内心直呼卧槽，榜一大哥都没导出欺负人，结果其他人直接组团要撅榜一大哥的后腚，世界太疯狂了，耗子给猫当伴娘。你把信息告诉我，肯定有你的想法，说来听听。陆子野把问题抛给了林婉，既然他选择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自己，相信他心里已经有了打算了。陆家屯的兵力我是见过的，我觉得他们绝不是你的对手，只是这场战看怎么打了，胜利肯定属于你，只是损失或多多少的差别，毕竟他们也有61家领主，总兵力1500以上，这还是今天的数据，明天0点到来，这个数据估计会超过1800，其中不乏 A 级兵种，而我红龙部落自然不会自取灭亡，明日他们会偷袭你的采集地，你正面迎敌，我会在后方发起对他们的偷袭，前后夹击之下，他们不会有一个兵种可以生还。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只是路子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个女人，万一自己正面迎敌，刚好掉入他们包围圈了呢？我凭什么信你？谁又知道你是不是来套路我的？假龟想，真诱敌。林婉心中无语，还要怎么样你才信？我都借你1万了，你总不会还要借？林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下一秒，陆子野已经开口了：你需要抵押4万物资给我，如果你使诈，就算我打不过对面，你也血亏。而且你一旦战场上反水，我优先击毙你的红龙。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试探，如果合作愉快，未来你是我的盟友。林婉听到盟友2字，才忍住没有骂人，思考了片刻后，他同意了陆子野的方案。他也知道第5天到来后，注定一场血雨腥风，而无尽大陆截止目前最震撼的战斗就要打响了。第40章，手遇英雄生物，荆棘之处。陆子野前前后后拿了林婉5万物资，这次如果林婉能在战斗中确实完全倒向自己，为自己而战，那么这个人确实可以作为盟友了。因为在无尽大陆，其他事情可以作假，唯独生死大战来不得半点虚假。陆子野收下了对方交易的物资后，便是将目光放到了狩猎小队那边去了。第4天已经过半，明天0点之后，那个所谓的反抗联盟就要发起对矮人王的攻势，同时还会包围封锁自己的部落。不得不说，心很大，但是也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啊。陆子野打算今天去更远的地方狩猎一波，距离越远，碰到的生物也会越强大。之前自己保守发育是因为实力不够，而且危机感不是很迫切，现在有必要去探索一下更远的位置区域了。反抗联盟、精灵族，这些都是后患，陆子也必须提升自己到足够强大才能应付。精灵族7天后估计会有动作，但是反抗联盟明天0点就会有动作，自己不会坐以待毙。陆子也打算联合林婉，在反抗联盟发起对矮人王的战斗之时忽然突袭，这就是有空军的好处啊。而反抗联盟与矮人王的交战地点，陆子也不知道，但是林婉知道啊，这就是有盟友的好处。估计反抗联盟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心心念念要来封锁自己，限制陆家屯的发展。结果不用等他们封锁，陆家屯的战士会主动出击。君子报仇10年不晚，而我陆子也报仇，从早到晚。光幕中，狩猎小队沿着部落的西南角方向一路开进。陆子也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四面楚歌了，东边不能去，有他妈狗日的精灵在等老子；西边容易遭遇矮人王，怎么老子这么多敌人？西南角目前还是一片净土，陆子也很少从这个方向探索，因为那边的森林极为茂密，日光都无法穿透，阴暗潮湿，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森林。这种地方跑出来几只阿飘都不奇怪。这种密度的森林，施救在天空中视野受限，根本观察不到什么，只能采取滑翔姿态与地面队伍保持协同并进，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可以互相照应。平时喜欢骑在施救背上的丛林矮人，
这一次，他们选择作为前哨，在高大的巨树上来回攀越前进，相当于队伍的针眼，提前通风报信。呜呜！前方森林传来低沉的呜吼，那声音十分奇怪，比独角野牛的声音还低沉，仿佛来自远古的吟唱，而且这声音穿透力极强，在这片森林不断回响。警戒！警戒！几名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的七星战士立刻摆开阵型，所有人都齐刷刷看向前方声音来源的方向，那里一片黑暗，各种植被遮天蔽日，无法看清。矮人小队正在前往勘探，掩护我。3只丛林矮人从3个方向探查而去，这十分危险，但是为了保证大队伍的安全，他们是最为适合做前出侦察的兵种。施救小队搭载熔岩巨人，已做好地面轰炸准备。天空中几十头狮就搭载着熔岩巨人在目标上空来回盘旋，只要有危险目标出现，他们会第一时间发动地面轰炸。独角野牛小队已经完成外围坚守，任何敌人胆袭击我们，就让他尝尝牛角的滋味。一群体型巨大、体重到达10吨的独角野牛将大队伍保护在了身后，他们四蹄弯曲，脑袋低垂，独角朝外，做好了随时抵御攻击的准备。而狂暴野猪、追风狼、半兽人这些兵种都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跟在独角野牛身后。陆子也看到这一幕，惊叹于他们的战斗素养，简直跟读了兵法一样牛逼。看到队伍严阵以待的模样，陆子也都跟着紧张了起来。有一说一，刚才那个声音确实有点唬人。视野切换到了几个丛林矮人上去，陆子也感觉自己在树梢上来回跳跃，这种感觉就和戴上了3D 眼镜一样。嗖嗖嗖，空气中传来急促而有力的破风声，噗呲噗呲噗呲，肉体被洞穿的声音接连传来。陆子也共享的是丛林矮人的视野，此刻他感觉天旋地转，身体从树梢上不断跌落。很明显，3名丛林矮人遭遇了袭击，坠落地面后，迎面冲过来10几头独角野牛，他们立刻以肉身围成了一个圈，将受伤的丛林矮人保护起来。而速度更快的追风狼直接叼起伤员，朝着后方飞奔而去。从丛林矮人受伤到成功掩护撤退，陆家屯战士只用了10秒。而陆子也现在才看清了3个丛林矮人的伤势，他们的身体被长达半米的木刺穿透，鲜血流了一地。没错，就是那种木质的尖刺，像极了森林中那些荆棘木刺，可是哪有半米长、手臂粗的木刺？谁家荆棘这么粗？而被这种荆棘命中后的糟糕情况可想而知。其中一名5星丛林矮人被命中了3枚木刺，一枚穿透了身体，留下一个血洞，直接没了气息，当场死亡。那可是5星的战斗单位啊，也扛不住3发这样的荆棘木刺。另外2名情况稍微好点，没有被命中要害，也只挨了2发，但是直接进入重伤状态，被其他战士放在一头施救后背上送回部落疗养。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这么猛啊？陆子野看向那片诡异的森林，心中充满了疑惑。而陆家屯的战士被这种偷袭行为直接触怒了，给我把他轰出来，为兄弟报仇！一头7星大地豹雄怒吼道。天空中10几头施救背上的所有熔岩巨人直接怒了，他们的身体内红色的岩浆血液疯狂流转，手中长出了一枚巨大的熔岩石。下一刻，他们朝着那片可恶的森林投掷而去。天空中宛如下起了流星火雨，一枚100来斤重、脸盆大小的熔岩石轰然砸下。随后，原本死寂的森林传出一阵阵爆炸声，那些熔岩石处碰到物体后轰然碎裂，熔岩迸射了一地，随后便是烈火焚烧巨树。那些巨木被烈火焚烧后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一些隐藏在森林中的鸟兽纷纷四散逃避。而陆家屯的大军将目标区域牢牢封锁，就等着那罪魁祸首现身。火势越来越大，树木不堪烈焰焚烧，纷纷倒下，阳光穿透进来，视野开始变得清晰。而烈焰中有一个身高20多米的巨物挥舞着长鞭，发出阵阵怒吼。这个怪物模样像一棵柳树，只是它身上长的不是柔顺的柳条，而是荆棘密布的触手。就是它没错了。陆家屯战士一点点缩小包围圈，准备猎杀这个罪魁祸首。而陆子也利用系统查看了对方资料，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竟然不是普通兵种单位，而是传说中的英雄单位，一种极为罕见又强大的存在。第41章鏖战英雄单位第5日战争。英雄单位，一种区别于任何兵种的存在。英雄单位不属于任何势力，游荡于野外。人类领主或者本土势力想要招揽这种英雄单位，必须投其所好，逐渐积累好感度。当好感度到达100%，就可以成为你的麾下。英雄单位数量稀少，也无法通过孕育池培养，但是战力十分强大。系统的理论描述是一名英雄单位可以轻松战胜同星级20名战士，可以约2星战斗。也就是说，一名7星的英雄单位可以与9星的兵种战斗。而陆子野面前这个英雄单位就是 A 级英雄单位荆棘之处，
目前是幼体期末期状态，才6星实力，但是他已经可以与8星的战士比划比划了。矮人王也是8星实力的兵种，这幼体期的树人也敢上去过2招。别人需要慢慢讨好这种英雄生物，与这种生物慢慢接触交流，培养好感度。路子也就不用了，直接拒绝交流，杀了转化更加直接。虽然只有60%的成功率，但是路子也现在也没有时间去培养好感度了，而且用什么培养，需要消耗多少时间和物资，路子也懒得去了解。杀了我的丛林矮人，老子就用你来抵命！下一刻，战斗直接打响。由于大火把树林烧出了一大块空地，天空中的狮鹫此刻有了攻击视野，直接吹箭安排，几十发吹箭对准荆棘之处爆射而去，几十道破风声呼啸而至。那荆棘之处竟然将几条触手舞得虎虎生风，竟然将吹箭抵挡了绝大多数。英雄单位果然牛逼啊！陆子野心中暗叹，他还是第一见到有一种兵种拥有这般能力，战斗素养比一般的兵种要强大许多，怪不得是可以越2星战斗的存在。不过并没什么卵用，陆子也看到这个荆棘之处的身上依然被命中了4、5枚吹箭，那可是7星淬毒过的呀。而下一刻，系统的提示音让陆子也觉得英雄单位有点耍流氓。系统注意注意，您的攻击目标是木系生物，拥有解毒功能，绿毒吸毒素无法造成影响。啊，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老子的毒竟然失效了！几十枚吹箭只命中了几箭，没有毒素效果，光吹箭的物理伤害不足以对这样的英雄的单位造成足够的杀伤力，况且负责吹箭射击的这些兵种还是只有5星的地精和矮人，伤害不足。既然吹箭无效，狮鹫搭载的熔岩巨人则是准备将他炸死。谁知道天空中的狮鹫刚刚俯冲而下，准备新一轮的轰炸，那荆棘之处便是朝着陆家屯的军阵冲了过去。这样一来，天上的狮鹫就不敢进行轰炸了，避免误伤。好，看到对方只有1人，还敢单枪匹马冲陆家屯这边几百人的军阵，一头7星大地暴熊直接二话不说冲了上去。哞！几十头皮糙肉厚的独角野牛也冲了出去，4蹄翻飞，宛如卡车一般。半人马战士们，随我冲锋！一头6星半人马挥舞，长矛领着半人马战士纷纷冲杀了过去。其他战士也不甘落后，纷纷操起武器围攻了过去。要知道，这荆棘之处高20米，足足7层楼高，平时看起来颇为强壮的大地暴熊，竟然一时间对比起来很苗条。大地暴熊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7星的实力让他征战这么久以来还从未吃过亏。在靠近荆棘之处后，大地暴熊双膝微曲，随后整个身体宛如炮弹出膛一般爆冲而起，腾空7、8米高，巨大的熊掌对着荆棘之处的腰部横拍而去。大地暴熊想得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他的熊爪子还没碰到对方，只见一条长达15米的荆棘触手横空扫来，带着尖锐木刺的触手直接拦腰拍击在大地暴熊身上。嗷！大地暴熊疼得嗷嗷叫。但是悲惨的故事还在继续。那条强壮有力的触手将大地暴熊拍飞之后，另外一条触手又将其卷起，然后猛砸到地上。轰！大地暴熊将地面砸出一个5米见方的大坑，而荆棘之处还没有罢手，再一次扬起触手，准备梅开2度。放开那熊大！几十头6星战士也冲了过来，有半兽人，有人马，有追风狼，有狂暴野猪。下一刻触手狂舞，一匹人马被拍飞到几十米外的树林中，撞断了一株大树才停了下来。半兽人高举长矛猛刺而去，而那恐怖的触手直接卷走长矛，朝着陆家屯的战士队伍中随便一扔，那长矛破空而去，将一名狂暴野猪刺穿，直接重伤离场。太他妈可怕了！这就是英雄单位吗？陆子野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对方恐怖的战斗力和压迫感。不过随着加入战斗的人越来越多，局面开始越来越有利了。那荆棘之处虽然可怕，但是他毕竟才6星，无法做到一击必杀。就算是部落中的5星战士，他也做不到一击毙命。何况现在陆家屯的战士多半都在5-6星，无法秒杀，而陆家屯的战士又不断涌现，荆棘之处没时间去补刀那些受伤的战士。这样一来，陆家屯的大军受伤的多，但是死亡的目前才1个。而陆家屯的战士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只要有战士受伤，立马离场，采用车轮战的方式进攻。而全军最耐揍的10吨级独角野牛冲了上去，这些家伙能硬扛3次攻击都不死，给荆棘之处造成了极大困扰。就在荆棘之处被独角野牛缠住的时候，一群追风狼搭载着半兽人冲了上去。噗呲噗呲，长矛不断在荆棘之处的身体上划开一道道口子，捅开一个个血洞，绿色的汁液从伤口缓缓流出。那荆棘之处的眼神从愤怒变成了惊恐，而陆子野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兴奋。
如果拿下这个家伙，第5天到来，相信那些反抗联盟的家伙会很意外吧。60%的转化率，求求你了，别让我失望。第42章，荆棘之处加入陆家屯。20米高的荆棘之处被陆家屯几十名战士围攻，只要有人受伤，立马退下换人继续上。如果不计伤亡，直接硬刚，早就拿下了。但是车轮战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死亡，毕竟这些战士最低都是4、5星，来之不易。万一死一个6、7星的，路子也会更加肉疼。明日就要大战了，路子也要避免战前大量减员。而至于明天的战斗，路子也一定会下死手，毕竟死对面10个，老子还能转化6个，这些敌人的兵种会成为自己翻盘的筹码。到时候对面会直接一脸懵逼，自己的战士越打越多，就问你怎么破。路子也对自身情况进行了一次分析，自己遇到势均力敌的敌人，或者稍微比自己强大一点的敌人都不惧，反正杀死对方能转化帮凶，只要对面的实力没有超过自己太多，形成碾压态势，路子也永远不会输。之前路子也不敢和8星矮人王贸然交战，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自己的兵力和矮人王没办法比，可能自己团灭了也才转化对面几10号人，那样是无法撑住的。而且转化出来的兵种抵达战场还需要一点时间，这中间也存在变数。路子也还在为明天的战斗思索之时，地面忽然传来一阵颤抖。20米高的英雄单位荆棘之处终于被围殴致死。来了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路子也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玄学的几率问题太折磨人了，如果自己100%转化几率就不用担心了。系统的信息如期而至，路子也打开虚拟光幕，然后用手捂住眼睛，留一条缝儿，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往下看，他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声了。系统，恭喜您击杀英雄单位荆棘之处，你转化成功，获得6星英雄单位荆棘之处。6星荆棘之处，忠诚度70，忠实，状态幼体7，末期，当前战力6星，种族优势自然之力。荆棘之处可以吸收大自然的力量，提升实力，拥有自己独特的进化途径。进化途径自然系，评级 A 级。成了，成了！这么变态的东西居然是自己的战斗单位了。路子也紧握双拳，激动地垂向旁边的一头2星地精打工人。地精敢怒不敢言，继续埋头做事。路子也通过刚刚那一战已经感受到了英雄单位的强大，而现在这样的单位竟然姓陆了。部落内部巨大的孕育池内忽然波涛翻涌，一群生产队伍的2星地精和丛林矮人被这样的动静吓得纷纷尖叫。尽管他们很怕，但是依然围在了路子野周围，誓死护主。水池中，一个硕大的脑袋露出水面，头顶2片绿叶，一双眼睛小得出奇，与巨大的脑袋比起来极不和谐。随后4条15米长、长满尖刺的荆棘触手也露出水面，那些荆棘触手在空中乱舞，上面的尖刺锋利无比，随时都可以发射杀敌。部落中唯一牺牲的那一头地精便是死于这木刺。根据系统描述，目前6星实力的荆棘之处，一条触手可以发射5枚尖刺，4条触手一起挥舞，能发射20枚尖刺。这些尖锐的木刺可以在5分钟内重新长出来，这就是自然系生物的强大之处。但是路子也最喜欢的是自然系生物的另外一个特征，它们不需要消耗粮食，每天站在地上发呆一会，用根须吸收土壤养分，同时晒晒太阳就可以补充体力。白嫖真香，路子也心中窃喜。拜见无主，我叫2金条，还是个100岁的宝宝，未来我将为部落死战到底。路子也惊了，100岁了，还在幼体期，以后发育进化之后真不知道会成长到什么地步。而那些留在部落中负责生产的2星地精、丛林矮人们发现这样的庞然巨物竟然也是主人的战士，他们发出了兴奋的尖叫声，围着2金条转起圈圈来。几个胆大的丛林矮人直接跳到了2金条的身上玩耍，他们坐在15米长的触手荡秋千。2金条直接懵逼了，这群家伙怎么这么自来熟？下一秒他便是发出了奇怪的笑声，啊，好痒！你们什么素质？直接往人家身上跳，一点边界感都没有，哈哈！快下去，痒啊！哈，我们不熟啊！达面，救命！我都100年没笑过了，专业憋笑100年，除非忍不住。地面上几个地精非常兴奋地对着2金条嚷嚷道：“大个子，我要举高高！”2金条直接收起尖刺，触手变得光滑无比，直接卷起10几个地精往身上一丢，任由他们胡闹。路子也看到这一幕，也是忍俊不禁。这些家伙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气氛不错。外面的狩猎队伍还在继续探索，路子也让2金条玩了一阵之后，便是命令他加入大队伍一起狩猎。就在这个时候，可可发来了信息：“大哥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120人侏儒全部装备了咱们的7星淬毒吹剑，可可现在也很强大呢。还有，
今天打造的吹剑和皮甲我已经交易给您了哦，请注意查收。陆子也惊了，这段时间可天天加班打造装备，他使用的是自用版本的吹剑，7星淬毒，毒素威力比外面卖的要大得多。虽然是1星兵种，释放的吹剑攻击力很垃圾，但是这个毒素作为控制来使用的话，120人的吹剑部队也能发挥极为惊人作用。想到明天的战斗，陆子也尝试性问道：可可，明天我有一场战斗，需要你的吹剑部队来帮帮场子，你意向如何？让一个部落的全部兵种前来助战，换成其他人一定不会答应。但是可可是个例外，他全心全意跟着陆家屯混，而且这几天他觉得自己的小部落全凭大哥哥的照顾，发展越来越顺利了。于是可可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回复道：哇，可可终于有机会帮到大哥哥，要多少人？什么时候开战？可可一定照做。很好，明天0点，你的120名侏儒全部配备好吹剑，在我给你的指点地点集合，我会去接你的部队。陆子也打算让凌晚的飞龙去搭载这一群侏儒，直接形成战斗力。到时候加上自己的地精、矮人，明天的空军少说能1秒钟发射几百吹剑，直接饱和打击。就问阁下怎么破？第43章决战反抗联盟，恐怖陆家屯军团。可可非常干脆答应了明天的战斗，而且他完全不用操心的听大哥安排完事了。而明天的战斗地点还没确定下来，需要等凌晚这个内应打听到消息。陆子也没用自己的施救去接可可的侏儒军队是有原因的。第一，虽然凌晚大概率靠谱，还有押金在自己这里，但是明日一战事关生死，自己贸然去集合点，万一是陷阱怎么办？万一凌晚出卖了自己怎么办？命只有一条，陆子也无论怎么小心都不为过，狗命要紧。第二，可可去比自己去更安全，就算是陷阱，谁会为难一群小侏儒呢？而且可可本人也不用去，就算侏儒被团灭了，那种低级兵种2级孕育池1天都能孕育40个，恢复起来很快。而且可可的侏儒都是主要待在家中生产，死亡了损失也不大，而自己的可是实打实的战斗兵种，死了可惜。今天的狩猎情况非常糟糕，陆子也在2金条所在的那片森林来回搜索，都是一无所获。估计是因为刚才与2金条战斗的时候，那一场轰炸的动静太大了，让周边的野外生物都逃避了。加上2金条这种英雄生物的出现，更是没什么野怪敢出来遛弯了。而晚上0点，反抗联盟就要行动了，所以今天的狩猎提前几个小时结束了。陆子也让大军早一些回到部落休整，以全胜状态出战。在等待部落战士归来的这段时间，陆子也查看了一番自己的全部实力。6星英雄单位，荆棘之处；4星熔岩巨人 X45，5星熔岩巨人 X15，6星熔岩巨人 X5，4星独角野牛 X25，5星独角野牛 X20，6星独角野牛 X5，4星半人马 X20，5星半人马 X28，6星半人马 X5，5星地精 X9，5星丛林矮人 X18，4星狂暴野猪 X10，5星狂暴野猪 X18，6星狂暴野猪 X3，4星半兽人 X35，5星半兽人 X15，6星半兽人 X3，4星追风狼 X45，5星追风狼 X10，6星追风狼 X3，5星绿毒蜥 X18，6星绿毒蜥 X6，7星绿毒蜥 X1，5星狼人 X8，6星狼人 X2，5星大地暴熊 X2，6星大地暴熊 X1，7星大地暴熊 X1，5星狮鹫 X30，6星狮鹫 X39，7星狮鹫 X3。生产队伍：2星丛林矮人 X40，2星地精 X40。陆家屯总兵力345，战斗力69680，战斗力7万了，整整7万啊！其中6星战士就多达73名，7星战士5名。更牛逼的是，陆家屯还有一个英雄单位，堪比8星的实力。这一刻，陆子也对明天的战斗更加有自信了。而部落战士也陆续归来，他们齐刷刷看向陆子野，眼神充满了敬畏。高大的2金条走在最前面，他的身上挂满了地精和矮人。所有战士纷纷对陆子野躬身行礼，拜见无主。陆子野微微点头道：今天让你们提前回部落休整，是因为明日将迎来陆家屯部落最为关键的一战。部落战士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的主人这么严肃，纷纷眼神变得炙热起来。明日有几十个其他部落的领主将发起对我们部落的封锁，他们的目的是将陆家屯无法发展，慢慢折磨致死。你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吗？愿意看着部落一点点衰落下去吗？2金条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挥舞着满是荆棘的触手，用低沉的声音怒吼道：绝不！一群半兽人高呼着：兽人永不为奴！半人马战士前足腾空，横矛立马发出一道嘶鸣，碾碎那些杂碎。大地暴熊一巴掌拍碎地面的一块青石， TM 的熊的力量。所有战士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愤怒，这一刻兽血沸腾，全员血怒。
不让陆家屯发展，那特么都别活了，干！陆子也满意点头，全体休息，4小时后我们星夜出发，一战定乾坤。吴主万岁！吴主牛逼！陆家屯威武！荣耀终将属于陆家屯。红龙部落林婉在虚拟光幕前十分专注地查看群内的每一条战斗部署。此刻，反抗联盟军的作战群里面，盟主正在协商着4小时后的战斗部署。截止目前，这个群一共有65个成员了，而今天集结的队伍多达2700名，其中3星实力900名，这些都是炮灰，用来吃伤害的；4星战士有1200名，这些是主力部队；5星战士450名，这些算比较高端的战力，是核心；6星战士140名，7星顶级兵种10名。群内反抗联盟盟主豪情万丈道：今天我们共襄盛举，以2700名战士之威剑指矮人王部落，同时一举消灭我们这片区域的最大威胁陆家屯部落。诸位有没有信心？必须有啊！我已经想象得到，我们封锁陆家屯，制裁榜一大佬后，我们声名远扬，整个无尽大陆都会响彻我们联盟的名字。从今天以后，谁听到反抗联盟都得掂量掂量。明天之后，陆家屯不再辉煌，能见证榜一走向灭亡，也算是幸事，以后说不定载入无尽大陆史册。这一波优势在我，机会就此一次，诸位共勉！冲冲冲！对了，盟主，今天我们进攻点在哪里？选择在什么地方发起战斗？听到战斗地点要公布了，林婉竖起了耳朵。今日我们将在幽暗森林西北角坐标4116、5621发起对矮人王的进攻。0点30分，各位完成第5天的兵种孕育后，立刻前往集结点。收到，明白。冲！林婉立刻把集结地点告知了陆子野，而陆子野直接回了一句：好，你提前出发，前往小小部落去接我一个朋友的侏儒战士，到时候你用飞龙做载具，配合他的侏儒战士与我一起剿灭反抗联盟军。好！林婉嘴里答应的爽快，可是陆子野的话听起来都令人震撼。他面对几千人的围剿，竟然要反围剿对方全部部落。真不知道明天以后，无尽大陆其他领主知道这场战争结果后会是什么感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第5天到来，陆家屯会成为无尽大陆唯一的话题。第44章，为了部落 vs 为了联盟，该来的还是来了。无尽大陆第5天0点，所有部落领主都美滋滋地从孕育池中开始孕育新一批兵种，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而幽暗森林西北角2700大军已经悄然集结，他们除了留下当天孕育的新兵种没有带来，其余兵力都倾巢而出了。从 A 级兵种到 D 级兵种，应有尽有。上百只 C 级吸血蝙蝠、A 级狮鹫在天空盘旋，地面上风狼、狂暴野猪、半兽人，甚至还有稀有的 A 级黄金圣狮在嘶吼。联盟群内所有参战领主看到如此庞大的军团，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热血沸腾。此情此景，给我一种万物竞发、勃勃生机的感觉啊！这一战必定写入无尽大陆史册。干他奶奶的榜一大哥！嘿嘿，从进入这个世界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联盟或者个人发动过战争，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看着群里面自嗨的各个领主，正在指挥飞龙前往指定地点接头的林婉忍不住摇头。这群人谁给的勇气和自信啊？唱勇气长大的吗？希望一会别唱征服啊！而在交战地点的密林中，一株长相奇异的荆棘生物在2个小时前就蹲在这里了。它隐藏于密林之中，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没有丝毫违和感。它就是二荆条，自然系生物，拥有一个特殊的能力，那就是自然隐蔽。只要自己不攻击别人，人类领主是查看不到它的信息的。这也是为什么陆子野之前收服二荆条的时候，一直无法发现它的原因。直到二荆条被熔岩巨人轰炸后，主动现身才暴露了。陆子野在部落中共享二荆条的视野，将对方的一举一动、战术布置看得清清楚楚。好家伙，来了这么多人，还好我技高一筹，有所准备。此刻陆子野的5星狮就 X30， 6星狮就 X39， 7星狮就 X3头，搭载着配备7星淬毒箭矢的地精、丛林矮人以及几十头熔岩巨人，已经朝着战场腾空而去。陆子野的地面部队速度自然跟不上空军，已经提前2个小时发出，在距离战场外1公里地方埋伏。这些地面单位没有二荆条的隐蔽能力，只能远距离等待陆子野的命令。林婉的飞龙到了第5日，一共有16头，其中4头是刚刚招募的5星，6头6星，6头7星。7星的飞龙当中有2头即将晋级8星，也就是第1天招募的那2头。林婉知道这一战之后，如果自己的飞龙没有损失，铁定晋级2头8星，其余飞龙也会相应晋级。风险与机遇并存，林婉是一个很果断的女人，她决定这一战与陆子野合作，就不再犹豫，直接带着所有飞龙参战。飞龙在小小部落外面缓缓降落，
等在这里的120名手持吹剑的侏儒战士看到这一幕，都非常震惊。这些战士还从未出门过，天天在家搞生产，见到飞龙后便是叽叽喳喳议论开了。哇，这是飞龙吗？这就是主人说的那个大哥的朋友来接我们了。主人的大哥哥真牛逼，大哥哥牛逼就是小主人牛逼，小主人牛逼就是部落牛逼，所以这些飞龙牛逼等于我们牛逼。是你懂推敲的。而小小和林婉两个女人通过共享视野看到对方的情况，也纷纷惊呆了。首先是小小，他没想到大哥哥随便叫一个朋友来助战都是顶级兵种，数量不少，还有7星的存在。作为没见过世面的他内心是非常佩服大哥哥的。他觉得这个红龙领主虽然厉害，但是大哥哥随便叫过来的都这么厉害，大哥哥更厉害。然后是林婉，他一直以来作为 A 级红龙领主是非常看不起低级兵种的，骨子里傲上了天。可是他看到了小小的部落竟然是最垃圾的1级兵种，但却是中级部落，隔着新手保护罩。他看了最离谱的一幕，这个部落竟然有2级熔炉，还有其他的建筑也2级了，孕育池也2级。更离谱的是120个侏儒战士全部装备了吹剑。林婉看这个吹剑不一般，应该就是陆子野经常在拍卖的那个吹剑2型。配合这些吹剑，100多战士齐射，就算是 A 级兵种也很头疼，因为这个吹剑有毒啊。他似乎懂了，好像这个小小部落就是陆子野的生产基地。他真的好稳健啊，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了，还搞了后方生产线。林婉心中惊叹，跟着陆子野混，果然能发达呀。林婉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小小看到了对方的部落名字，心想要不要加好友。他又担心对面嫌弃自己太弱了。就在这个时候，一条好友申请信息刚好发了过来，申请人红龙部落林婉。小小没想到他的实力就算是 A 级红龙领主也不得不认可了。天哪，他竟然加我了！小小用颤抖的小手通过了申请，并且立马发去了消息。姐姐好，我叫小小，多多关照。笑脸，没事，你自己也很强的，我们回头聊，现在办正事要紧。可爱 in。 林婉从对方2句话离不开一个表情包的聊天风格猜测，应该是个小女孩，当然也不排除抠脚大汉伪装的，那样路子也太惨了。10几头飞龙搭载着小小部落的120名吹剑侏儒战士掠空而去，他们的交战时机在陆子野发起突袭之后，从后方薄弱处突然进攻。而小小在飞龙起飞后立刻给大哥哥发去了信息，这是陆子野特意叮嘱的，他要确保行动没有任何差错。大哥哥，飞龙刚刚离开，一共16头，我部落中120名战士也全部出动了。大哥哥，我很好奇，今天我们的敌人是谁啊？这么强大吗？需要我们出动这么多兵力？陆子野一直没有告诉小小娇战方是谁，怕吓尿了他。你一会就能看到了，一切按计划进行。好，期待 in。 小小倒是想看看到底是那个领主不要命得罪了大哥哥，他做梦都没想到不是一个领主，是特么一群。密林之中，矮人巢穴，50多名最精英的6星矮人卫队长齐刷刷看向坐在藤蔓交织的王座上的矮人王。矮人王与这群卫队长都有一个特征，腰间挎着一柄终极武器火铳。吾王，那些可恶贪婪的异类竟然主动发起了对我们的攻击。吾王，他们人多势众，但是就我观察，这一战我们主场优势，地形熟悉，并非不可取胜。吾王下令吧，给这些异端一些教训，他们灭我们族人在先，上门挑衅在后。矮人王缓缓转身，拔出手中火铳，怒目圆睁道：我矮人一族虽然出身微末，但能屹立于无尽大陆，都是因为我们精诚团结。今日我们就该让那些入侵者付出惨痛代价，为了部落杀光他们。杀！矮人巢穴内铁屑沸腾，1000多名矮人战士纷纷冲出巢穴，占领早就经营好的战斗位置。而洞穴外，反抗联盟群内盟主云淡风轻道：为了联盟，屠了这群渣子！杀！为了联盟！2700大军奔涌向前，冲入矮人部落领地，大战骤起。第45章，矮人王，外地人怎么可能打过本地人？矮人族对这片森林了如指掌，他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这里狩猎战斗。部落遭遇攻击，这些矮人战士第一时间各就各位，占领战斗位置。树上、树洞内、斜坡高地的岩石上，到处都是矮人战士。他们手持吹剑，精英卫队长更是提着火铳，准备凭借有利地形展开防御，等对方进攻受挫之后，立刻发动反攻。天空中，反抗联盟的狮鹫和吸血蝙蝠率先闯进了矮人部落。咻咻咻咻咻！密林中，四面八方都传来了破风声，密集的吹剑对着天上的蝙蝠和狮鹫就是一顿乱射。林深草密，剑雨遮天。狮鹫还好，毕竟是 A 级兵种，最差都是5星实力，何况今天已经是第5天了，这些狮鹫大多都是6-7星实力。那些3、4星矮人的吹剑让狮鹫抓狂、愤怒，
但是还不至于立刻暴毙。但是 C 级兵种吸血蝙蝠就抗不住了，他们的服翼上到处都是血洞，惨叫着在天上转圈圈。下方可是好几百名手持吹剑的矮人战士啊！过了10来秒，这些吸血蝙蝠便是顶不住了，宛如断线风筝一般不断撞入密林。这些要么在空中就死亡或重伤的吸血蝙蝠掉落地面，迎接他们的便是矮人战士的尖牙利齿，他们没有丝毫的怜悯，补刀致死，甚至很多蝙蝠都被扯碎了。反抗联盟的每一个领主从来都是在野外狩猎，哪里见识过这种阵仗？看到上百只吸血蝙蝠当场暴毙，几个该兵种的领主瞬间崩溃了。谁他妈说的空军先进去？我操你大爷！老子50头蝙蝠全死光了，老子就不该信你们，也不该加这个联盟，图个毛啊！狗屁的为了联盟，现在活下去都成问题了。我也死了40头，操！不管怎么说，这场战斗赢了，必须优先分我们资源。造成牺牲的领主立刻不乐意了，换成谁都难受。憋了5天的兵种一下子没了，受潮来了怎么办？之前被联盟的毒鸡汤灌得上头了，现在许多领主看到这一幕才知道，战斗是残酷的，死亡也是真实的，不少人都开始想打退堂鼓了。关键时候，联盟的盟主站了出来，战争哪有不死人的？现在后退，对方乘胜追击，我们牺牲更大，快速拿下才是解决办法。战斗胜利之后，我们用资源换发展，升级部落孕育池之后，兵种孕育数量翻倍，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别废话，施救军团看准那些密林中的射击位置，给我揪出那些射手，地面部队立刻冲锋，缓解空军压力，给老子杀！盟主的话让这些领主暂时打消了顾虑，战斗继续。天空中的施救一边忍着吹剑的剧痛，一边快速俯冲。之前吸血蝙蝠的死亡也并非毫无价值，至少丛林矮人的射击位置都基本暴露出来了。天上的施救军团看准了那些射击位置，快速俯冲上去，准备利用他们的利爪和尖喙撕碎这些可恶的丛林矮人。可是当这些施救距离丛林50米的时候，一声声整齐的轰鸣声传来，砰砰砰砰，几十名精英卫队长纷纷露头，手持火铳瞄准俯冲而来的施救，就是一轮齐射。吹剑和火铳各有优势，吹剑轻便，射速快，射程远，轻轻松松攻击几百米外的目标。但是火铳的射击距离只有30多米，但是威力大很多。这些卫队长是6星实力，在实力的加持下，火铳得到微弱增幅，可以打击40米外的目标，而矮人王8星实力可以射击50米外目标。所以之前的吹剑只是诱饵，让人类联军想要拔出矮人的火力点，等他们靠近之后，威力强大的火铳立刻教他们做人。一轮齐射之后，天空中到处都是飞溅的鲜血，还有一地的旧毛。那些体型庞大的施救，身体上到处都是血淋淋的血洞，火铳利用火药发射弹丸，被命中后都是千疮百孔，十分可怕。但是施救毕竟是 A 级兵种，肉很多，大部分都是重伤，中度伤势便是立刻回撤。而人类联军的地面部队虽迟到但到，掩护施救的撤退。说白了，一开始如果地面与空中协同进攻，也不至于地面部队还未赶到，空军先完蛋了。而共享2金条视野的陆子野看到这一幕，心中窃喜，等双方的低级兵种死差不多了，中级、高级兵种也差不多负伤之后，老子一波带走，全部捡漏。不急，不急，再观察。地面在颤抖，2000多地面部队嘶吼着冲进了矮人部落，气势骇人。嗷呜！一头狂暴野猪跑着跑着惨叫一声，然后消失了。原来他踩中了陷阱，掉了进去，而陷阱下面全是锋利的木刺。4星狂暴野猪当场失去战斗力，进入重伤状态。野猪、疯狼、蛮牛跌落陷阱的不计其数，战场上一片哀嚎。初级装备野兽陷阱，这个装备威力巨大，但是布置起来非常耗费人力，就适合低级人口众多的低阶兵种部落，比如小小部落。而矮人部落足足1000多人，而且经营这个部落多年，拥有不少的陷阱。一株高达100米的巨树的主树干上被人工挖掘出一个树洞，矮人王通过这里瞭望远处的战场，一脸自信。可笑，外地人怎么可能打得过本地人？今天谁来了，都给我留下！我说的。第46章，还有高手。陆家屯还敢主动进攻？此刻，矮人王自信爆棚，一种这种人类领主也不过如此的感觉油然而生。战场上，风在吼，马在笑，反抗联盟在鬼叫。完了，完了呀！这矮人联盟一看就是有所准备，陷阱太多了。早上不就是你在说什么一片万物尽发，勃勃生机的场面犹在眼前，现在爽了？勃勃生机没了，要死不活的兵种倒是一大堆。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追风狼跑得快，已经踩了20个陷阱了，不能退。这个时候陷阱踩一个少一个，大家让低星的单位冲前面，探出一条安全通道。大家注意，收拢阵型，
我们命令大军走一条直线，跟着前面的路径走，这样就不会到处踩中陷阱了，会大大降低损失。有道理，有道理。调整阵型，开搞。战场上人数占优的反抗联盟大军以一字长蛇阵继续冲锋，这样的确保证了存活率。前面少量的兵种跌落陷阱，后续的军队则是避让开，快速通过了遍布陷阱的领地。300米外的矮人阵地上，一名精英卫队长大手一挥，齐射。几百名矮人在吹箭的最远射程上开始了第一波齐射。嗖嗖嗖嗖，箭矢掠空而去，阵地上不断传来箭矢穿透肉体的噗呲声。联盟群内，人类领主惊讶地看到冲在前面的几头狂暴野猪直接变成了刺猪，身上扎满了吹箭箭矢。地面部队吸引了大部分火力后，天空的狮鹫发起了对矮人阵地的突袭。几头狮鹫直接将丛林矮人从树上撕扯而出，锋利的爪子直接洞穿了矮人的身体，还有一些矮人在空中直接被撕碎，血肉洒落了一地。就在一头狮鹫闯进领地内那棵最高的巨树范围，准备将树枝上几个隐藏射击的丛林矮人撕碎的时候，一只强壮有力的手臂直接抓住了凌空袭来的狮鹫爪子。矮人王现身，他的身体只有狮鹫1/20大小，但是强大的力量让他直接将狮鹫从空中拽了下来。砰！矮人王抓住狮鹫的爪子，将它狠狠砸向了身后的巨树树干。裂！狮鹫吃疼惨叫，他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要碎了。矮人王随手将狮鹫往地面一丢，后者重重摔下。这一幕被反抗联盟的人类领主看到后，也是惊得体无完肤。他们想象过8星矮人王有多强，但是从没想过会这么强。卧槽，我的6星狮鹫！太可怕了，他竟然硬生生将狮鹫拽下来，然后砸死了。还没死，还有一口气。滚啊！这他妈和死了有什么区别？而下一刻，矮人王从几十米高的树枝上直接一跃而下落在奄奄一息的狮鹫身旁。他掏出腰间火铳，对准了狮鹫脑袋，面色坚毅道：“犯我部落者，其罪当诛。”砰！火焰喷吐而出，还夹带着威力强劲的弹珠。那6星狮鹫的脑袋当场开花，成为了无头狮鹫。杀人诛心！这一击在心理上直接鼓舞了丛林矮人的士气，同时还狠狠地打击了人类领主的嚣张气焰。而面对前方汹涌冲锋而来的人类联军，矮人王大手一挥，准备肉搏战。他身后的几十名精英纷纷拔出腰间火铳，等待对方途径到近距离后，便是发动肉搏战。人类军团已经冲入矮人领地，避无可避，正面对决的时候到了。而那几百名吹剑矮人战士在对方冲进领地的最后关头，要尽力多打出几轮齐射。嗖嗖嗖嗖，箭雨倾盆，朝着冲锋的人类军团而去。200米了，不少狂暴野猪和蛮牛以肉身杀出一条通向矮人领地的血路。100米了，就连追风狼也倒下了不少。不少野兽在高速冲锋过程中见倒地，巨大的惯性让尸体往前翻滚了10几米才停下，地面一片狼藉。50米了，火铳！准备矮人王暴喝一声，他身后的精英卫队长也纷纷将火铳瞄准了前方的人类军团。40米，砰砰砰，火铳齐射，弹丸横飞。那恐怖的火铳在野兽的身上破开一个个血窟窿，甚至带飞一大片血肉。一头头狂暴的野兽被弹丸灌入身体了，一头栽倒。年轻就是好啊，倒头就睡。坐在部落中共享2金条视野的陆子野看得津津有味。这终极武器看得陆子野十分眼馋，是时候鸟枪换炮了呀。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陆子也知道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人类联军在冲锋路上虽然牺牲了大几百号兵种，但是冲在前面的大部分都是低星的兵种，而后方的主力部队即将杀入矮人领地，到时候双方恶战之时，就是自己偷袭之际啊！嗷呜！一头追风狼一跃而起，直接扑到2名还在吹剑的矮人战士，锋利的尖牙瞬间刺入矮人的脖子。而这些矮人战士也非常凶狠，拔出腰间短刃，同时刺向追风狼的腹部。肉搏战还是开始了，场面变得十分血腥。狂暴野猪不断用獠牙刺穿矮人的胸腹，矮人战士也不断一刀接一刀，将匕首没入野兽的要害部位。3头7星的黄金圣狮子，2头7星狮鹫将矮人王团团围住。这是盟主的命令。俗话说得好，想要活得长，擒贼先擒王。本来准备调集全部7星士兵的兵种一起围猎矮人王的，可是那些精英卫队长悍不畏死，为矮人王拦截掉了一大批进攻队伍。吼！3头黄金圣狮张着血盆大口扑向矮人王，同时天空中2头7星狮鹫一前一后悬停半空，围住了矮人王，利爪同时袭去。黄金圣狮体长8米，3米多高，体重5吨有余，这么强大的扑咬换成6星生物，估计几个回合就能击毙。但是面对汹涌扑而来的敌人，矮人王双脚猛踏地面，整个人往后飞快倒退，
同时手中的火铳直接塞进了第一头扑来的黄金圣狮血盆大口。砰！子弹穿口而过，弹丸从脑后飞出。黄金圣狮先到一头，另外一头黄金圣狮也后发而至。危急之际，矮人王另外一只没有握火铳的手臂直接挥拳而去，这拳没有技巧，只有蛮力，直接砸在黄金圣狮的脑袋上。而黄金圣狮还在半空中做扑咬姿态，挨了这一拳后，直接扑通一个狗吃屎栽倒在地，但是伤势不重。但是另外一头黄金圣狮直接一口咬在了矮人王的大腿上，前后两只七星狮就一个抓前胸，一个挠后背。矮人王瞬间鲜血喷涌，暴怒与剧痛之下，他再次一枪干掉撕咬自己的黄金圣狮，同时拖着两头狮鹫一起在地上翻滚。由于矮人王战斗的时候故意选择的一个斜坡有利地形，这一滚直接朝着下方一棵巨树而去。观战的陆子野心中大惊，那棵不是树啊，是二金条，好像机会来了。第47章二金条，我对你掏心掏肺。陆子野一下子站了起来，目前矮人王被围攻受伤了，实力不如之前，而二金条本身就是6星英雄，实力媲美8星普通兵种，加上二金条隐藏得很好，突然发动袭击的话，矮人王这位老同志再强也顶不住年轻人偷袭啊。而且双方肉搏战打到现在，死亡不多，但是受伤的很多，战力下降厉害。自己这个时候发动突袭，收益最大，斩杀双方的人马都可以转化，不管他是否受伤。人美心善，说干就干。陆子野立刻在3人的临时作战群里面发出了讯息，红龙立刻起飞，袭击南边出口，让他们没有退路。此刻群内最为震惊的莫过于可可了，他从一开始就惊呆了，他做梦也想不到陆子野的敌人会是一个联盟加一个矮人王部落，现在他居然还要主动出击。你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也太逆天了。可可还一脸懵逼都不知道怎么回复的时候，林婉已经回复了，收到，搭载120名从侏儒战士的红龙军队已经出发。画面中几十头红龙搭载着手持7星淬毒吹剑的侏儒战士已经腾空而起，而陆子野也直接对自己的部落远程下达了命令，地面军团从森林后方直接杀进去，狮鹫军团与地面军团协同杀入，为地面军团炸开一条血路。矮人王部落1000米外，陆子野的所有地面军团收到命令后立刻奔腾了起来，半人马、追风狼、半兽人、狂暴野猪一起奔跑，气势骇人。虽然他们的速度很快，但是依然跟在独角野牛的后面，只有这哥们才是真正的陆战坦克，肉的一逼，安全感满满。狼人一边跑一边大吼道 ：“TM 的狼的力量！”旁边的大地豹熊一脸无语：“草，别他妈学我台词，老子想不出新台词，想要装逼自己想一句。”而另外一边的空地上，熔岩巨人、地精、丛林矮人正在登基，70多头狮鹫发出一声啼鸣，振翅高飞。他们在空中排成箭头形编队，朝着目的地掠空而去。地精、丛林矮人手持吹剑，一脸兴奋：“让我们猎杀那些亵渎我主的罪人吧！”熔岩巨人们的身体已经开始预热，大量的岩浆血液疯狂流动，他们左右手都捧着一大坨熔岩石，只要达到目标上空，立刻执行轰炸任务，往死里砸！看看是他们头铁，还是我们的石头硬。另外一边的二金条得到了一条特殊命令，击杀矮人王。20多米高的二金条看着从山坡上一边战斗一边翻滚下来的矮人王和两头狮鹫，冷笑道：“我会对他们掏心掏肺的。”陆子野听得一脸懵逼：“你们很熟吗？掏心掏肺？”他没想到二金条的掏心掏肺是物理意义。砰！矮人王拽着两头狮鹫滚落山坡后撞击在二金条身体上，山坡上还有2头黄金圣狮冲了下来。矮人王翻身起立，正准备掏出火铳击毙面前受伤的一头狮鹫，他的喉咙发出奇怪的声音，连呼吸都困难。2条带着荆棘的触手直接一条勒喉，一条束缚身体。而此刻的矮人王此刻已经被触手提了起来，整个身体悬空10几米，双脚离地，浑身无力，恐惧就占领内心高地。矮人王不知道背后是什么大恐怖，他受伤了，连扭头想看一眼身后的情况都做不到，因为这触手劲儿真特么大。矮人王手中的火铳都被另外的触手缴械，而还有一条触手直接末端长出尖刺，从后背捅了进去，从胸前穿了出来，一颗鲜红的心脏穿在木刺上，甚至还在跃动。陆子也惊呆了，真掏心掏肺。矮人王缓缓闭上了双眼，王的一生就此结束，真是应了无尽大陆的那句话：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他从未想过今天这场战斗会败，更不会想到自己不是死于正面的敌人，而是死在一个老鹰比手中。2头黄金圣狮看到这一幕有点懵，怎么还有帮手？就在他们愣神的一瞬间，10几枚木刺暴袭而来，又粗又硬，无法淡定。黄金圣狮想要躲避，
奈何实力不允许，本身实力就不如二金条，再加上之前的战斗又负伤，那些木刺可比矮人吹剑带劲多了，直接洞穿了他们的身体。地上2头狮鹫正要振翅高飞，2条触手将其强行拽了下来，然后恐怖的一幕出现了。二金条竟然用2条触手分别捆住狮鹫，使劲往地上不断砸，像极了浩克砸洛基的名场面。咚咚咚咚，狮鹫被一次次砸在地上，地面都出现了2个大坑，二金条才停了下来。但是他发现一头狮鹫还在喘气，立马又补了2下。天空中，红龙在嘶吼，陆家屯空军在咆哮，地面上百兽奔腾，大地在颤抖。陆家屯军团来了！这一幕，天空中的飞龙也看到了，可可和林婉共享视野也看到了，他们整个人都不好了。怎么领主还能拥有英雄生物？怎么他一个人的兵种像个动物园？花里胡哨，什么都有。而黄金圣狮和狮鹫2种 A 级兵种的死亡，也让反抗联盟群内沸腾了。二金条动手的时候，已经显示出了信息，他竟然来自陆家屯。说好的拒封锁陆家屯，怎么变成人家突袭我们了？不对劲，这特么太不对劲了。没等反抗联盟群内做出反应，轰炸开始了。第48章，陆家屯出征，寸草不生。天空中的狮鹫以300米高度飞行，这个高度规避了矮人部落的吹箭射程。那恐怖的熔岩石不要钱一般疯狂落下，地面火光一片，尘土飞扬，甚至连巨树都倒伏了一大片。爆炸中不断有战士被炸飞到空中，又重重跌落，也不知道是哪一边的人主打一个公平公正，无差别轰炸。丢雷老母啊！站在狮鹫背上的熔岩巨人大叫着乱丢熔岩石，好想射点什么。那些地精和丛林矮人同样在狮鹫背上疯狂释放吹箭，他们的吹箭比那些从地面释放的吹箭可要厉害多了，因为他们居高临下，同时狮鹫滑行的加速度让他们释放的吹箭速度更快，威力更强。这可让地面上的那些矮人部落战士和反抗联盟战士遭了不少老罪。只见地面上的植被已经全部被点燃，连丛林矮人视为家园的那一株100米巨树都在熊熊燃烧。敌方的那些狂暴野猪、野牛、半兽人、丛林矮人嘶吼着从火海冲出，那些粘稠的岩浆附着在他们身体上，模样极惨。陆子野的系统已经开始抽风了，各种击杀报告就没停过。地面上，丛林矮人对着天空愤怒嘶吼，可是他们那些吹箭和火铳根本够不到天空中的那些狮鹫。反抗联盟群内已经炸锅了，这是陆家屯的人，怎么这么多？谁他妈告诉我们他的兵种是熔岩巨人？这些狮鹫、地精、矮人哪里来的？还是他们会丢炸弹的熔岩巨人？就这样的兵力，我们还要去封锁别人？脑子抽风了吧？楼上的，这是盟主的意思，你别乱说话。盟主就是个沙比，操，老子说的就是盟主，反正我兵种都死光了，还不能骂一句？对，盟主就是沙比，大沙比。反抗联盟瞬间大乱，甚至有内讧的趋势。不少人将怒火发泄到了盟主的身上，毕竟现在的情况和他当初画的饼可差距太大了。别骂了，别骂了，大家快调整部队，准备战斗吧！外面还有陆家屯的地面部队冲过来了。就在这时候，群内有人发送了一张战场入口处的实况截图，陆家屯的地面部队几百号大军已经冲了进来。卧槽，这是独角野牛，目前已知的地面最强肉盾兵种。我的天，他们怎么那么多6星单位？7星的也还有，他到底觉醒了什么天赋？兵种这么多，收手吧，我们收手吧。投降不丢人，可是我们投降，人家乐意吗？没机会了，拼吧。想法是好的，可是我们还有这个实力吗？本来能打下矮人部落就很吃力了，现在又多了一个陆家屯。别他妈逼逼了，杀怪杀怪，他们冲上来了。只见矮人部落的入口处，一大批陆家屯战士冲了进来。独角野牛一牛当先，牛头伏低，独角一挑，将挡在面前的一头联盟狂暴野猪直接挑飞。3、4头风狼想要挡住独角野牛，直接被横冲直撞，直接击溃。而陆家屯的军团不止野牛一个兵种，那些半兽人手持7星淬毒的长矛，跟在独角野牛后面，疯狂刺杀那些挡在前面的敌人。长矛飞扬，敌人被扎了个透心凉。陆家屯追风狼速度快得吓人，他们种族天赋本来就是奔跑速度增幅，再加上部落建筑暴风雕像的增幅，速度更盛。只见他们疯狂奔袭，直接窜入了矮人部落内部，一跃而起，4米高，9米远，朝着那些矮小的丛林矮人飞扑而去。啊！一个个丛林矮人直接被扑倒，锋利的狼爪和獠牙将他们的身体洞穿。狂暴野猪组成了黑色冲锋队伍，开始围剿那些被烈火焚烧的敌人，猪突猛击，威力惊人。高大的狼人甚至一爪子将草丛后面的准备吹箭的丛林矮人揪出来，直接在空中将其撕扯成了2半。7星大地暴熊的力量极为恐怖，他怒目看向身前一名对着他开了一枪的精英卫队长，
然后一巴掌呼了过去，对方横飞出去几十米，肝胆欲裂。反抗联盟大乱，许多领主的兵种都开始各自为战，没有了一开始的阵型，这让他们的联盟军看起来更加脆弱。而矮人部落现在群龙无首，战斗也没了章法，一些矮人还沉浸在老大死了的震撼之中，没有醒悟过来。就在一些联盟战士准备且战且退的时候，战场的另外一边，10几头红龙搭载着120名侏儒战士拦住了他们的去路。120名侏儒战士齐齐发射，天空中箭雨倾盆，彻底断了他们的后路。这一战，大局已定。红龙部落的孕育池边，一双大长腿泡在池水中的林婉已经保持这个姿势10分钟没有动弹了。他被眼前的战争场面彻底怔住了，这一切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他觉得陆子也有能力取胜，但是做梦都想不到会是这么碾压的姿态。一个人对抗2个强大敌人，一个是1000人级别的部落，一个是人类领主联盟。以后他是不是要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林婉庆幸自己早早放下高傲的姿态，庆幸自己低调处理了与陆子野之间的事情，尤其是让自己借钱2次，他差点就拒绝了。还好啊。这个时候林婉一点不心疼钱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当初要是格局低了，就得罪了这么一位恐怖的存在。林婉看了看水池中自己的苗条长腿，然后回想起陆子野的所作所为，陆子野这大腿可真粗啊。此刻的林婉发出了灵魂感叹，而小部落中可可的小嘴儿张成了林字形，他晃了晃小脑袋，让自己从震惊中惊醒。天呐噜，这就是大哥哥的实力吗？这也太疯狂了。可可一想到那些大黑熊、大黑猪、大黑牛，内心就激动的不行。他决定以后要全力做好大哥哥的后勤工作，大哥哥想要什么都可以，只要自己有的都可以拿走。第49章8星矮人王加入，泰坦果实。蝼蚁，给我死！一道闷沉而古老的声音传来。二金条加入了战场，他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张开自己的4条触手，上面密密麻麻的木刺，看得让人瘆得慌。可是下一刻，这些木刺便是爆射而出，将挡在二金条面前的7、8头反抗联盟的战士直接洞穿。开玩笑，6星英雄单位你也敢来？不看看什么家庭？但是二金条杀死了矮人王，所有矮人部落的战士都得知了这个信息。那些忠诚的王的仆人开始朝着二金条靠拢，50名精英卫队长，现在还剩下30来个。他们手持火铳，怒目圆瞪，就是这个怪胎杀死我们的王！为了吴王杀！一群卫队长手持火铳冲了过来，此刻他们的眼里只有二金条。二金条挥舞着长长的触手，蔑视他们的叫嚣。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试图反抗，杀！二金条的触手长达15米，还拥有发射木刺的能力，而且英雄单位的生命值高得离谱，等同于8星的实力，不是这群6星卫队长能碰瓷的。尽管他们手持终极武器，噗噗噗噗，重新长出来的木刺再一次激发，虽然数量比刚才那一次少了许多，但是威力不减。冲在前面的卫队长直接倒地不起，那些木刺甚至穿透了他们的身体后，还能继续飞行几十米，其威力可想而知。砰砰砰，火铳齐射，二金条4条触手立刻交互在一起遮蔽身体，刹那间那些触手上面木屑纷飞。6星实力加上终极武器的加持，还是足以破开二金条的防御，让触手的表面被炸开一层层的树皮。可是自然系生物恢复能力很强，那些绿色的汁液开始附着在伤口表面上，修复伤势。嗖嗖嗖，二金条奔袭的过程中，4条触手宛如弹簧一般爆射而去，直接洞穿了几名精英卫队长的身体，扎了个通透。然后二金条满是嫌弃的将尸体抛飞，继续攻击下一个目标。这场战斗几乎已经没了悬念，陆子也悬着的心也松了下来。他现在只是在等战斗结束后的最终战报了和转化数据了，当然还有那些让人着迷的装备图纸。这一战过后，陆子野的军团将迎来一次大发展，终极武器将列装自己的军队，以及这个1000人部落被自己攻陷之后能超加多少物资，真是令人期待啊！众所周知，丛林矮人最喜欢藏物资，是最勤劳的种族，陆子野也喜欢有存款的种族。战场上，红龙部落、小部落组成的联合空军和陆家屯施救空军已经完成了2个方向的汇合，他们将地面大军直接驱赶到了极小的范围，并进行了新的一轮打击。但是现在地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了，陆家屯的战士和敌人交战在一起，已经无法进行大规模空袭，会有误伤，只能进行手术刀一般的精准打击。接下来的清剿任务只能交给陆家屯地面部队进行了。这和现代战争一样，无论什么战争，无论双方的空军多么强大，导弹多么精准，想要攻克一个目标地点，最后还是要地面清剿。这场战斗，7星毒素发挥的功劳依然非常显著，空中的那些淬毒箭矢和地面半兽人、半人马的毒矛都让敌人吃不消，简直是降维打击。陆家屯的战士咆哮着在矮人部落内疯狂践踏，
摧毁着他们视野内的一切残敌。天空中，红龙与狮鹫同行，击杀任何一个妄图逃逸的野兽。下一刻，无论是陆子野、林婉、可可，还是反抗联盟的每一个领主，他们都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矮人部落中最雄伟的、最高大的那一株巨树，在陆家屯空军的连续轰炸之下，在熊熊火光中轰然倒下，残敌也相继被一一肃清。0点50分开战，此刻天边已经泛起微光。凌晨5点30分，战斗正式结束。陆家屯大获全胜，反抗联盟和矮人部落全军覆灭。可可在战斗群中立刻欢呼：“我们赢了！”林婉也是立刻祝贺陆子野：“恭喜陆领主大获全胜！这一战，明日将响彻整个无尽大陆。你应该庆幸自己的选择。”而陆子野则是在暗示林婉不要耍什么小心思，你应该庆幸自己站在了自己这边，不然今天被一网打尽的包括你。激动的战报也接踵而至，但是陆子野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劲爆。系统，恭喜您取得战斗胜利，本次判定被您击杀的单位一共1814名，其中成功1050名被成功转化，他们包括4星狂暴野猪 X210、5星狂暴野猪 X70、6星狂暴野猪 X10、4星追风狼 X150、5星追风狼 X40、6星追风狼 X8、4星半兽人 X162、5星半兽人 X48、6星半兽人 X8、5星狮鹫 X20、6星狮鹫 X12、7星狮鹫 X2、5星黄金圣狮 X8、6星黄金圣狮 X5、7星黄金圣狮 X1、4星丛林矮人 X280、5星丛林矮人 X90、6星丛林矮人 X25、8星丛林矮人王 X1。好家伙，直接多了1000多战士，其中不乏7星、8星的战斗单位。敌方总共参战的兵力达到了3800多，不过先前的战斗让双方都损失了不少，还有被红龙和侏儒战士击杀了少量，所以陆子野击杀的数量只有1814名，也不少了，一个人干掉了一半。但是系统的战报还没有结束。系统，本次战斗中，战场收获以及对矮人部落的探索中，你一共收获174510单位食物，51317弹材，59913单位石料，20931单位铁矿石，缴获火铳 X55套，缴获吹剑 X1200套。系统，你获得终极装备图纸火铳，发财了，发财了呀！不过这次火铳要由自己来造了，之前是低级装备无所谓，而且自己的人数有限，现在一点不缺人了，核心科技自己来，可可那边可以为自己提供物料供应，基础加工就行。一时间，陆子也觉得未来可期啊！这一战之后，部落的实力直接提升了几个档次，而且真不知道天亮。好，无尽大陆会是什么反应啊？就在这个时候，可可在群内发来了消息：大哥哥，你看排名频道有人在拍卖泰坦果实，是好多兵种的进化材料之一，而且还适用于你的熔岩巨人2次进化，那不是熔岩巨人可以变成 A 级兵种了？陆子也心中大惊啊！缺啥来啥，自己的熔岩巨人岂不是可以群体升一星，还能晋级 A 级兵种了？第50章，陆家屯震慑四方，全服道歉。陆子也现在可谓是肥得流油，如果有机会进化自己的兵种，肯定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他看了一眼交易频道的那个所谓的泰坦果实，拍卖在1小时后进行，完全不用着急。根据系统的描述，进化果实分为2种，一种是专属进化，另外一种是特性进化。而一个兵种想要晋级1星，必须进行2次进化，一次是专属进化，比如上次的熔岩之星。这种专属进化道具价格要低一些，因为需求量不高。就拿熔岩之星来说，虽然上次竞争也激烈，但是也只有实力的领主，而且是契约了猎食人的领主才有需求。而特性进化道具就不一样了，它适合多个兵种的2次进化，需求量极大，参与竞争的领主也非常多。好在自己现在拥有足够的资本去角逐这样的道具。泰坦果实就和它的名字一样，应该是让进化的目标变得更加强壮、巨大，完成进化。这样的特性进化道具不光只有泰坦果实，还有一些元素类的、毒素类的、速度类的、力量类的，适合不同的兵种。而这个泰坦果实就适合10几个兵种的进化，适用性极好。把拍卖的事情先放一放，陆子也直接命令2金条带领大军在周边进行继续探索，毕竟升级打怪才是主题，这样的行动永远都不会停下来。最令人的激动的系统升级报告也来了，本次战斗几乎让所有参战的兵种获得了不错的升级，4、5星的就不说了，光是升级到6星的就多达31名，而升级到7星的单位多达9名。不过原来已经是7星的单位并未升级到8星，就算是英雄2金条杀了那么多敌人，也没有升级7星英雄。看起来这种高等级单位想要升级需要的条件很高啊。通过晋级升级后，
陆子野现在的军团已经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强度和规模。6星英雄单位，荆棘之处；4星丛林矮人 X270，5星丛林矮人 X113，6星丛林矮人 X40，8星丛林矮人王 X1，5星熔岩巨人 X55，6星熔岩巨人 X8，7星熔岩巨人 X2，5星独角野牛 X40，6星独角野牛 X10，5星半人马 X40，6星半人马 X13，6星地精 X9，4星狂暴野猪 X200，5星狂暴野猪 X146，6星狂暴野猪 X31，4星半兽人 X180，5星半兽人 X25，6星半兽人 X10，4星追风狼 X170，5星追风狼 X65，6星追风狼 X21，5星绿毒蜥 X10，6星绿毒蜥 X10，7星绿毒蜥 X5，6星狼人 X8，7星狼人 X2，6星大地暴熊 X2，7星大地暴熊 X2，6星狮鹫 X95，7星狮鹫 X9，5星黄金圣狮 X8，6星黄金圣狮 X5，7星黄金圣狮 X1。生产队伍：2星丛林矮人 X40，2星地精 X60。不开玩笑，接受了这批帮凶之后，陆子野现在对抗一个100人规模的领主联盟已经很轻松了。而且等自己搞定了那个泰坦果实后，所有的熔岩巨人将会进化为熔岩泰坦，到时候他们的平均星级要上升1星，也就是说，老子的55头5星熔岩巨人将变为6星，8头6星变为7星，而经过这次战斗的2头7星熔岩巨人要成为8星了。加上刚刚转化的矮人王，8星单位直接变成3个，还有一个媲美8星的2金条。2金条经过这一战积累了过半的经验值，到时候2金条成为7星之后，自己就拥有了一个可以抗衡9星单位的兵种。牛逼！牛逼！陆子野都不得不夸自己一句。而孕育池内池水翻涌，战争结束后的转化帮凶开始了。大批的战士从孕育池冲出，纷纷宣誓效忠陆子野。而陆子野也习惯了这种名场面，直接让8星矮人王领着他们去寻找狩猎队伍。搞定了这些事情，接下来就是图纸的问题了。陆子野直接点击使用了终极装备图纸火铳系统，使用图纸成功，您的部落掌握了火铳的制造工艺。而火铳的制造需要金刚，一种比金铁更加高端的金属，也是由铁矿石转化的，但是需要终极熔炉来提炼。这个任务可以交给可可来完成。5个金刚加2木材加2硝石可以打造一柄火铳，其他资源都好说，只是这个硝石需要去交易获得了。而自己的部落现在也拥有了一支人数可观的生产队伍，可以专门用来制作火铳，到时候又可以高价售卖一批。关于售卖装备这件事，陆子野的原则是，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能卖就卖。毕竟7天之后的兽潮来临，到时候人类和怪物大战，人类存活越多，自己压力越小。全世界人类都没了，面临野外怪物和本土势力的夹击，陆子野一个人活下去的意义又在哪里？人类虽然有可恶的人、恶心的人，但是也有值得存活下去的人。所以该死的就让他们去死，该活下去的就看命吧。已经第5天了，不知道那些兽潮到底是什么样子，怎么攻击，又有多少人存活下去，本土势力如何对待兽潮，这些萦绕陆子野很久的问题，很快就要揭开真相了。对了，还有7天后的战力榜宝箱，自己应该是稳了，几10万的战斗力，现在谁能追上？说到战斗力，陆子野发现聊天频道已经炸了，已经有人发现了陆子野的战斗力在一夜之间翻4倍，直呼看上帝。那是必须的，人数增加了1倍不止，还有星级也提升了，战斗力直接飙升。卧槽，大家出来看上帝，榜一大哥战力30万了啊！我记得之前大几万的呀，这也太离谱了，比房价都涨得快。榜一大哥一定掌握着某种发展部落的秘诀，求了，为了人类，大哥分享一下吧。而就在大家都纷纷探讨陆子野战力飙升原因的时候，一大串道歉的信息刷爆了屏幕。原来战败的反抗联盟彻底被打服了，他们畏惧新手期之后陆子野的报复，全盛时期他们都打不过，现在兵种几乎被打光了，还怎么抗衡？青木部落向陆家屯真诚道歉，受盟主顽石部落蛊惑，我们做了大不敬的事情，恳请您的原谅。金刀部落向榜一大哥道歉，都是顽石部落的主意，还有孤狼部落的挑拨，我们利令智昏，恳请您的原谅。这样的信息有几10条，一连发送出来，都是将锅甩给了盟主。全频道都懵逼了，什么时候这群人这么彬彬有礼了？这是发生了什么？第51章熔岩泰坦进化 A 级。看着聊天频道一个接一个的道歉，大家看得一脸茫然。而这个时候，当事人林婉站出来了，他现在已经是陆子野这边站队了，必须将陆子野的利益最大化。于是他在公屏说道：现在知道怕了，早干嘛去了？战败就得赔款，未来你们安不安全就看你们诚意了。
林婉这么说话，一是作为主角的陆子野肯定不好意思勒索这么多人，这个事儿得自己站出来讲。其次，林婉也有一点小私心，他心中想的是，陆子野手里阔绰之后，看能不能把自己的押金退回来，毕竟自己也没啥物资了呀。而陆子野在部落中看到以上对话，心里直接给林婉竖起了一个大拇指，这女人真会来事，能处。林婉的话也是让这些反抗领主的心中犹豫起来，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上缴物资后能不能让陆子野放过自己一把。于是他们也纷纷在评论区试探起来。榜一大哥，这是真的吗？只要我们缴纳保护费，就可以获得您的原谅吗？这个人差点没想出一个合适的词儿，说放过自己不太好，这样显得大哥很没风度，斤斤计较。于是他说上缴的是保护费，听起来好像妥当一些。我也愿意交，不知道大哥意向如何？面对评论区一个个的主动送温暖，陆子野也开口了。那就看你们诚意了。他也不说金额，毕竟这群领主的实力不一致，就看大家的诚意了。你送多少，我收多少。陆子也不会嫌物资多，以后的消耗量非常巨大，而且自己还有一个仇人没有解决，东边的精灵族还在虎视眈眈。就在陆子也把这句话撂下之后，他发现后台的交易信息直接刷爆了。系统：青木部落向您交易了30500食物、19000木材、15000弹料，请您查收。系统：黑骷髅部落向您交易了13000铁矿石，请您查收。这样的交易信息一连30多条，陆子也看得眼睛都直了。果然，最赚钱的还是战争啊！他欣然接受了大家的诚意，但是也不表态说放不放过他们，反正就让对方自己猜，这样能保证自己的威慑力。种种奇怪的行为让各大领主都没看懂发生了什么，纷纷请教榜二大姐林婉。林婉大佬，你好像知道什么，能告诉我们吗？为啥他们都在向榜一大哥赔罪啊？林婉也没有隐瞒什么，他知道陆子野也希望通过这件事立威，这有利于陆家屯未来的发展，于是他将陆子野的事迹进行了宣扬。就在今天凌晨，陆家屯以一己之力全歼反抗联盟60多名领主的军团，打破了他们妄图封锁陆家屯的阴谋，同时还彻底摧毁了8星矮人王的部落，解除了该地区的人类危机。这个时候，所有吃瓜的群众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一个领主灭了一群领主，外加一个本土势力，这是何等的卧槽！这一刻，无数人都知道了一个道理：陆家屯惹不起，他强得离谱。陆子也在接受了这些物资之后，感觉竞拍泰坦果实那就有底气多了。拍卖的时间已经快到了，他直接进入了拍卖房间内，发现已经有 1.4万领主参与竞拍了。起拍价格2万物资，拍卖时间设定在30分钟。拍卖房内气氛热烈，大家都在表示自己志在必得。各位，这泰坦果实大家就别抢了，以后还会有的，互相争抢竞价只会把价格拉得更高，得不偿失。对，所以你可以退出了。笑死，已经第5天了，马上受潮就来了，物资留着做什么？能活下去才是关键。开始了，别逼了，先下手为强。陆子也本以为今天的拍卖会比上次理所应当要激烈很多，但是事情的发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第一个买家出价3万物资之后，陆子也直接出手涨价到5万物资。拍卖房的系统信息立刻进行了播报。系统：陆家屯出价5万单位物资，1分钟内没有竞价者，拍卖提前结束。这一刻，拍卖房沉默了。陆家屯，这特么不就是榜一大哥？这谁特么敢得罪？一想到刚刚才歼灭了几十个领主，外加8星矮人王的恐怖战力，所有人拍卖者都沉默了。有一些识时务的领主先站了出来。既然是榜一大哥需要这个，我红枫部落就成全了，陆家屯的面子要给的。而陆子也看到居然还有这种效果，便也客气回复了一句：红枫部落的人情，陆家屯记下了。说记下了是客套话，谁他妈记得？但是这向所有拍卖人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你们让着陆家屯，还有一个人情。你要是和我对着干，前面的反抗联盟就是好例子。于是拍卖房间的画风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个拍卖参与者纷纷便是不拍了，反正大多数人觉得自己也拿不到，毕竟竞拍成功的人只有一个，那为啥不能是榜一呢？自己还能赚个人情。陆子也连连在公屏中打出承让。1分钟之后还真没有人加价，这让陆子也第一次认识到了战争带来的威慑力。之前不少人也羡慕自己这个榜一大哥，但是空有战斗力没有威慑力。经过这一战，他们才知道榜一大哥不但战斗力排名高，实战也是杠杠的。系统：恭喜陆家屯获得以5万物资的价格拿下本次拍卖品泰坦果实。这个时候拍卖人懵逼了，老子泰坦果实还没有上次别人的熔岩之心卖价高，这特么和明抢什么区别？但是拍卖就是拍卖，符合系统规则，他生气也没用，系统已经将5万物资转给了他，同时他的泰坦果实也落入了陆子野囊中。此刻陆子野心情激动不已，
果实到手，可以开始进化了。不知道这一次能进化出什么玩意，但光是每个熔岩巨人提升1星的效果都让人激动啊！第52章本土势力总动员，人类阵营选边站。陆子也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熔岩巨人的进化，还是老配方、老方法。陆子也在孕育池进行这项工作。泰坦果实是土黄色的一枚巨大肥硕的坚果，陆子也将其投入孕育池，果实立刻弹开一阵阵土黄色的光晕。只要进入孕育池中洗礼的熔岩巨人都焕然一新，他们的身躯变得更加巨大，棱角更加分明，远远看去宛如机器人一般。火红的岩石铠甲覆盖全身，身高根据实力星级不一样，分来到了10至12米以上。现在的陆家屯除了2金条就属他们最高大了。而系统的提示音而是及时响起，系统，您的兵种熔岩巨人完成2次进化，蜕变为 A 级兵种，星级+1。牛逼！陆子也兴奋大叫，这意味着自己现在拥有6星熔岩泰坦 X55、7星熔岩泰坦 X8、8星熔岩泰坦 X2， 他们将成为自己的绝对中坚力量。而进化后，熔岩泰坦的分裂熔岩石的能力得到了极大加强，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凝聚更多更巨大的熔岩石，爆炸威力也更加巨大。根据现场演示，一颗熔岩石的爆炸范围能到达方圆10至12米，似乎和他们的体型挂钩了。这一次的进化让陆家屯实力更加强悍，进化后的熔岩泰坦能打能抗，唯一不爽的是这玩意不再适合空战了，因为施就拖不动了。不过现在的陆家屯空军选择非常多，那么多新加入的丛林矮人就是最好的选择。熔岩泰坦现在更类似于地面坦克，还带坦克炮功能，能发射大威力的熔岩弹，射程也极为惊人，可以达到200米。现在陆子野空中有施救，可以携带好几百人的吹剑丛林矮人，地面上有远程200米射击的熔岩泰坦，中程有射程几十米的精英丛林卫队长的火铳，近战有熔岩泰坦、独角野牛、大地暴熊、2金条等一众铁憨憨战士，强的离谱，这是陆子野对自己部落的评价。而就在此刻，一条惊爆了全世界的信息以系统方式发送到了世界聊天公屏。系统，各个区域都出现了强大的人类领主，他们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本土势力的强大不满。7日新手期后的受潮，本土势力将配合受潮进攻这些令他们不安的人类领主势力。以下为各地区的高危领主名单：东部地区苍蓝部落、浩然部落；西部地区，陆子也不关心其他地区，当他看到东部地区的时候，傻眼了。前面被点名的部落都是高危标签，红色名字，自己的陆家屯直接被标注了一个极危名字，黑色的。中部地区陆家屯部落 PS， 以上部落在受潮中会被本土势力配合受潮一起针对性进攻，人类领主可以选择助战你们的同类，可以获得双倍物资、经验收益，包括高危部落自己也可以获得双倍奖励，同时危险程度也同步提升，风险与机遇并存。这一刻，聊天频道炸锅了，没想到各个地区的优秀人类领主被本土势力盯上了。7天新手期之后，他们不但要面对受潮的进攻，还要面对本土势力的觊觎。不管曾经的8星矮人王，还是森林中的那些精灵族，都属于本土势力。陆子野这一波灭了丛林矮人1000人部落的操作，没想到也带来了本土势力的不安，他们也准备出手了。现在问题抛向了人类领主们了，他们的态度也很关键。聊天公屏上什么样的想法都有，五花八门。有人觉得人类是同族，那些本土势力列举出来的所谓高危领主，说白了就是人类精英们。本土势力觉得是威胁，但是从人类角度出发，这些人都是人族的顶梁，所以不少人表示需要参战。大家一定不能胆怯啊！如果这些精英没了，下一次危机就是我们了。可是我们初来乍到，这些领主就得罪这些本土势力，现在有难了，凭啥我们要去一起扛啊？他们当初打下来的物资也没见分我们一杯羹，真就有福他享，有难我当。不能这么说啊，人家打下来的本土势力是凭他们自己的本事，凭啥要分你啊？所以现在人家找上门了，我也没义务帮他们吧？这是两码事啊。现在人族危机，你觉得他们这些精英都顶不住的话，你能撑多久？能不能有点大局观？而且不是说了有双倍收益啊？什么大局观？那叫脑血栓。要去你们去，反正我是不去。我不去，保存实力才是真的。就在人类阵营左摇右摆的时候，一群人站了出来，他们代表中部地区力挺陆家屯部落。首先是林婉和可可，他们分别表示中部地区唯一的榜一大哥必须力挺。当然其他人并不知道林婉和可可就是陆家屯部落的帮手盟友。而让陆子也没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在林婉和可可表态后，几乎是同时表态，竟然是被自己打得落花流水的反抗联盟那群人。我反抗联盟60成员刚刚通过了一致决定，虽然我们的实力大减，虽然我们与陆家屯有过错误的过往，但是这一次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陆家屯这边，人族与外族之间选谁，我们这点格局还是有的。
这样的结果让可可大吃一惊，他立刻在3人聊天群内惊呼道：“我的天呐！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为什么不但不趁机威胁陆家屯，为什么还要帮助陆家屯啊？我不明白。”在部落里面看到这一幕的陆子野微笑道：“很简单啊，林婉你看出来了吗？你来说说。”林婉心思要复杂的多，她只是思考了一瞬，便是看到了其中原委，说道：“别人不知道陆家屯的实力，但是这群人是最清楚的。第一，他们被打怕了；第二，他们没选择，因为他们清楚陆家屯的实力如果都顶不住本土势力的进攻，那么这个世界人类注定完蛋。这群人还是清醒的。”原来是这样，可可明白了。大哥哥，中部地区我们附近应该没有什么势力能威胁到您吧？可可不经意的一个问题，让陆子野心中想到了那个可怕的存在。有，东边森林里那群高傲的精灵才是最大的威胁。